小先生。你长大了要自力更生，出去闯荡，不能老在山上让师傅养着。我才3岁半，还是个奶爸。乖，3岁半可以断奶了。三清道长手里拿着一堆吃的喝的，还有一大罐羊奶，不停地往面前小矮瓜的包里塞。这是包子、馒头、窝头，还有山里的野果。这竹筒里是水，饿了就吃点包子，渴了就喝点水，千万别饿着了。哦，对了，把这斗篷拿上，夜里冷。刚刚3岁半的宁宝不停地点头。出门在外多留个心眼儿，不要傻乎乎的，人家给个馍馍就被人骗走了。山下的人大部分都是好人，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坏人。这好人和坏人全靠你自己判断。你师兄们都下山了，为师在你包里给你装了师兄们的信物。你那些师兄大部分都靠谱，混得也不错。如果没饭吃了，被人欺负了，就去找你师兄们。为师算过了，这家人家是你的有缘人，你们的亲缘线非常浓，只要你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前期肯定会吃点苦，后期就好了。等下为师送你去他们的必经之地等着。师傅，您是不是因为宁宝吃的太多了，所以才把宁宝给赶走的？不是，绝对不是。你缺金缺财缺金缘，好不容易有家人家和你八字相合，只要你们的亲缘线能续上，以后你就是有家有亲人的孩子了。好吧，宁宝相信你了。咕咚，宁宝又喝了一大口另一个竹筒里装的羊奶。师傅，宁宝不是故意贪吃的，宁宝的肚子老是饿，我也没办法。不过您老放心，等宁宝以后发大财了，一定给您买多多的粮食，买多多的羊奶，把您养得白白胖胖的，像山脚王大娘家猪这里养的大肥猪一样。呀！宁宝还没说完，就被自家师傅提着后脖梗往山下飞去。三清道长用轻功一路疾驰。他们这里是龙源国西北边陲，这里连年兵乱，再加上大旱，这里的百姓都已经活不下去了。现在大多数百姓家里基本上都没有存粮了，为了活下去，边陲的百姓都准备拖家带口的出去逃荒。三清道长在一个三岔路口停了下来，他把宁宝放在路边，认真地叮嘱道：整个边陲地区的百姓现在都缺粮，你身上这些吃的喝的一定要藏好，吃的时候千万不能被人给看到了，要躲着点人。你记住，等下路过这里的第5波人才有你要等的人，前面几波千万不能去，要不然你就要成为人家锅子里的肉了。师傅，你说的怪吓人的，不过您放心，宁宝的肉是臭的，不好吃。三清道长又认真地叮嘱了许多，看时辰差不多了，他只能忍着不舍，含泪飞身离开。他也没办法，宁宝拖着小胖脸坐在石头上打起了瞌睡。飞走之后又飞回来的三清道长，此时正躲在宁宝身后的大树上。宁宝越睡越香。突然，有2个衣衫褴褛的大汉从旁边小道走了过来。大哥，你看这白白净净还奶乎乎的，看起来就非常好吃的样子呀。二弟这可是上等货色，肯定非常鲜美。看他一个孩子在这里，一定是被家里人给丢了。这日子本就艰难，谁家也不会拿个口粮去养个赔钱货。不过这家人也够傻的，这么水灵的货色竟然也舍得扔啊！如果自己家不忍心吃，就和别人换一下，家里人也能开荤不是？不过现在都便宜了我们兄弟俩。2个大汉蹑手蹑脚走到宁宝身边，躲在树上的三清道长在2位大汉离宁宝有5步远的时候，直接一挥手扔出2个石子，砰砰2下，2个大汉来不及反应，直接应声而倒。宁宝眯着眼睛偷偷地朝树上看了一眼，然后闭着眼睛继续睡觉。树上的三清道长，这孩子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自己差点就成了人家锅里的食物呢，他竟然还在睡。这娃向来没心没肺呀。就这样，三清道长在树上守着，宁宝在石头上躺着。第1波人，第2波人，第3波人，一直到第4波人过去了，宁宝小胳膊支在膝盖上。师傅说了，第5波人里面有他要等的人，已经过去4波了，他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的有缘人就在正走过来的这群人中。看到一个矮小的小丫头从坡上跑下来。小姑娘，你家人呢？宁宝摇摇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宁宝又摇摇头。你是不是和家人走散了？宁宝再次摇摇头。要不要叔叔带你去找爹娘？宁宝没有爹娘。没有爹娘。接着，穆春平又叹息了一声。
你叫宁宝，那你姓什么呀？宁宝就叫宁宝。穆春平看了一眼宁背后的小木剑，你是道观里的人？三清观。这么远？三清观很远吗？他记得刚刚师傅带着他就飞了一小会儿啊。三清观很出名，不过离我们这里有50里地，而且还是山路，非常难走，所以我们这里的人很少去。你不会是一个人从三清观跑出来的吧？要不我跑一趟把你送回去？我是被师傅赶下山的，山上断粮了，师傅说让我自力更生。叔叔，什么是自力更生啊？宁宝认真的看了看穆春平，这个叔叔很好，身上的味道他很喜欢，有爹爹的味道，但是好像运道不太好。穆春平有4个儿子，他们夫妻俩一直盼望能有个软软糯糯的小闺女，可是没想到接连生了4个小子，直接凑齐了安居乐业。现在这小姑娘缩进他怀里，软软的抱着，竟然不想撒手了。春平哥怎么回事？可能是遇到麻烦了。这时，和穆春平一起走在队伍前面的村长儿子林建飞走了过来。建飞兄弟，我捡了个小娃娃，看着怪可怜的，我想把他带走。春平哥，你家已经有不少孩子了，再多养一个，你家日子会更艰难。建飞兄弟，谢谢你，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家好，可这娃娃最多2、3岁。3岁半。这娃娃才3岁半，如果我们不管，他在这缺吃少喝的时候，他可能连今日都活不下去，说不定还会……叔叔好。他朝林建飞交代了一声，就往队伍中自家人那边走了过去。一直躲在树上的三清道长看到宁宝被有缘人给抱走了，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然后直接飞走了。宁宝挥着小手朝三清道长飞走的方向挥了挥，师傅保重。春平，你怎么抱了个小姑娘？哪儿来的？捡的。捡的？灾荒年间往家捡孩子？哼，穆春平，你是不是疯了啊？你们自己家那群崽子都不一定能养得活，还捡个赔钱货回来？宁宝不是赔钱货，宁宝只是命里缺财而已。不过师傅说了，只要肯努力，宁宝以后肯定会赚很多银子的。他不喜欢这个张牙舞爪的奶奶。乖，我们宁宝不是赔钱货，我们宁宝是小福星。穆春平不悦地看了说话的亲大保姆赵氏赵菊花一眼。母，孩子是我们家的，不管再辛苦，我们都会尽力养好，不需要您老操心。哼，真是好心没好报！你以为我愿意操心呀？啊！要不是看你是我家老头子的亲侄子的份上，我才不去操你那个心呢。母，您放心，我们家就算饿死，也不会去你们家借粮食的。哼，最好是这样。赵菊花说完，自讨没趣的扭着水桶腰朝自家人走去。春平啊，怎么回事啊？有人说你捡了个女娃娃。是的，村长，这是宁宝，今年3岁半。宁宝，村长爷爷。村长爷爷。哎呦，这娃娃长得可真好啊！春平啊，现在世道不好，生活也很艰难，多养个孩子负担会重很多。这捡孩子的事儿，你要好好和家人商量商量。不过你们如果决定要养，就一定要好好对人家。孩子也是怪可怜的，咱可不能像你母赵氏那样重男轻女啊！村长叔，您放心，不会的。我们全家都喜欢女娃娃，可惜生了4胎全是小子。爹娘他们看到宁宝一定会喜欢的。好，你们商量就好了。快去吧，我们马上要赶路了。春平，这就是你捡的女娃娃，长得真好看，快点抱过来给我抱抱。来，小娃娃，我是爷爷。穆大胜的妻子李桂芝也凑了过来。老头子，这路不平，你就安生躺着吧，还是我来抱。来，乖孙孙，我是奶奶。穆春平的媳妇儿沈玉珍，哎呦，娘，您抱着孩子赶路太累了，还是让儿媳抱吧。闺女，快让娘抱抱。沈玉珍的娘家大哥沈君山也满眼期盼。君琛，你要牵程叶还是大哥抱吧？来，舅舅抱。沈君山的媳妇儿刘清如也伸出手。哎呦，相公，你一个大男人粗手粗脚的，怎么抱孩子呀？还是我来抱吧。来，舅母抱。穆春平的大儿子11岁的穆承安。妹妹，我是大哥。9岁的穆承居，我二哥。7岁的穆承乐，我是3哥。5岁的穆承业，我是4哥。沈君山的儿子12岁的沈思健，我是大表哥。8岁的沈思康，我是二表哥。没等穆春平说话，家里众人全部都争着抢着抱宁宝。宁宝看着他们，心里非常欢喜。这家人他都喜欢，个个都是好人。只不过最近运气好像不太好，
好多好多的倒霉鬼，特别是板车上的爷爷，命学竟然犯清，那可是寿命将近的人才有的表现。不过没关系，他来了，这些都不是事儿。你们好，我是宁宝，今年3岁半。爹娘，宁宝是孩儿在前面捡的，他说他原本生活在三清观。穆春平把刚刚从宁宝那里得到的消息和自己的猜测和家人说了一遍。宁宝太小了，自己在外边根本活不下来，所以我想收养他。好啊。穆春平的话刚落，穆大胜等人就连连点头。站在穆春平一家不远处的赵菊花，哼，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嘚瑟的？这家人怕不是疯了吧？既然我们决定了要收养宁宝，那就正式一点，给他取个名字。不过户籍暂时是没办法办了，只能先到村长那边登记一下，等我们以后安定下来再办。对，是要起个名字。我们穆家的小孙女儿还是姓穆的好。穆春平觉得要给宁宝起名姓穆，还是要和宁宝商量一下为好。韩总，你现在没地方去，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吗？一起生活做一家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小五了。你以后有爷奶、爹娘、舅舅、舅母，4个哥哥和2个表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我非常愿意。师傅果然没有骗他，他的新亲人都非常好，个个身上都有甜甜的味道，宁宝特别喜欢。既然你是咱们穆家的孩子，以后就姓穆吧。叫什么名字好呢？你叫宁宝。你叫宁宝，如果叫穆宁宝的话，好像有点不通顺，不好听。我觉得你和我们家有缘，就是来得晚了点儿。更希望你以后安宁顺遂，干脆你就叫穆婉宁吧，小名还叫宁宝。穆婉宁，不错，好名字。那我们宁宝以后就有大名了，穆婉宁。宁宝喜欢吗？喜欢，非常喜欢。太好了，宁宝有大名了，穆婉宁，我叫穆婉宁。宁宝的加入让原本因为逃荒而沉闷的穆春平一家充满了喜悦。宁宝的小身子窝在被窝里，浑身暖洋洋的。沈君山把车拉得非常稳，晃晃悠悠的，没多大会儿，宁宝就打起了小呼噜。穆春平今天可是有任务的，他和林建飞还有村里另外2个村民一起在队伍前面探路。刚刚他是有事，向其他人交代了一下就回来了。现在事情办妥了，他有闺女了，闺女的名字都起好了。穆春平压低声音和家人交代了一声，就准备去队伍前边执勤。春平啊，看你这个样子是商量好了？是的，村长说商量好了，那孩子我们决定留下来了。我以后有女儿了，俺爹给我闺女起名叫穆婉宁，小名宁宝。哦，对了，村长说我们现在飘忽不定，也没办法上户籍，你那边先帮忙登记一下，等我们村安定下来再给孩子上户籍。穆婉宁，好，我知道了。抽空啊，我就给你们写到册子上。大家担心人数会越来越少，你看咱们村才刚出发就多了1口人，这是好兆头啊！我们村以后一定会人丁兴旺，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肯定会越来越好。说，我去前面了。穆春平说完，就大踏步往队伍前面走去。刘大哥，我有闺女了，她叫穆婉宁，小名宁宝，她可乖了。孙大娘，我有闺女了，我闺女和你小孙女差不多大，长得可好看了。桌子兄弟，我有闺女了。郭大叔，我有闺女了。对于穆家在荒年捡了个女娃娃的事儿，村民们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家里有了女娃娃，奶奶李桂芝、娘亲沈玉珍和舅母刘清如3个不同姓的女人，一边赶路一边谈论怎么打扮宁宝。阎罗殿，阎罗殿，阎罗殿，我只是睡个觉而已，怎么现在跑到阎罗殿来了？以前可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虽然曾经也经常在梦中学画符，那梦非常真实，就像有人在教我一样，而且梦中学的符到第2天轻轻松松就能画出来。梦中画符有过，可是这梦中来阎罗殿可是第1次。不过既然来了，刚好和阎王爷好好谈谈。阳间现在有那么多游魂，难道他就不管管吗？对于阎王爷，宁宝也不怕，在三清山他可是有名的鬼见愁。再说了，他可是有理的那一方。
有理的小宁宝迈着小短腿儿，力气十足的往阎王殿厅堂正前方走去。因为个子矮，阎王殿内又幽暗，宁宝都走到最前面的厅堂内了，众鬼官都还没有发现。你是阎王爷？上方的阎王爷看到众鬼差前方的小矮人，愣了一下。本王正是这地府的主子阎罗王。你又是谁？你擅闯阎王殿是有下油锅的。就在阎王爷想发火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宁宝的真身，他直接惊呆了。没想到这小娃娃竟然是那位祖奶奶。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来评理的。我就想问问你，你既然是阎罗殿的阎王，这阳间的鬼魂灵体的事，是不是该归你负责？对，没错，阳间的鬼魂是归我们阎罗殿负责。阎罗王坐的台子有点高，这让宁宝非常不满意。于是宁宝直接飘到阎罗王的书桌上，宁宝盘着小短腿坐下，直接拿起桌子上果盘里一个红彤彤的果子，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旁边的鬼差看到宁宝这么不礼貌，正准备上前阻止，阎罗王直接抬手示意鬼差不许动手。本王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不属于阴间，魂魄离体太久对你身体不好，所以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果子你如果喜欢，等下我让人给你装点儿。喜欢。对吃方面，宁宝从来不会客气。去拿筐果子过来。阎罗王，你可知道阳间的鬼都快成灾了？不可能啊，我们这边完全是按照生死簿上面的时辰过去引魂的，绝对不可能误了时辰。不过这阳间向来有怨气重的孤魂野鬼，这也都是极个别的，这些鬼魂是不可能在阳间成气候的，除非是军乱或者天灾。就算是天灾人祸，这人死了，不就应该到阴间报道吗？然也，这属于我们阎罗殿内部制度问题，不方便透露。要不这样吧，我看姑娘浑身金光笼罩，对道家法术造诣颇深，干脆姑娘就帮忙把阳间游荡的鬼魂给收了。如果姑娘愿意帮忙，本王愿意答应姑娘3件事。5件，少1件都不行。阎罗王看着宁宝的小手，胡子轻颤了一下。好，5件，不知是哪5件，说来听听。不过咱先说好啊，本王可是不是万能的，分内之事本王绝不推辞，无能为力的事可就不行了。放心，我心里有数，具体是什么事，我现在还没想好呢。先记账吧，等想好了，我再来找你。你要给我一个信物。阎罗王没想到，这小祖宗就算是投胎了，也是一样不好对付。不过他老阎也不是说话不算话的人。阎罗王立马拉开面前桌案旁边的暗格，从里面拿出一块黑不溜秋的令牌。宁宝接过令牌看了看，这个颜色真难看，用金色多好，贵气。阎罗王满头黑线。阎王殿里逛了一圈，宁宝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他直接从桌子上跳下来，准备离开阎王殿回去睡觉。只是他刚跳到地上，就感觉有东西在拉他的裤脚。宁宝低头一看，好奇怪的动物，个头不大，只有成人拳头那么大，身体却圆溜溜的。宁宝和怪猫四目相对。阎王，这只猫是谁的？可是你阴间的物种。姑娘，如果本王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只灵宠。我阴间只有鬼，可没有灵宠。宁宝皱了皱眉。灵宠？什么是灵宠啊？有灵性的宠物吗？阎罗王扶额。算是吧，这应该是只幼宠，看起来他挺喜欢姑娘的。如果姑娘愿意，可以带回去养着玩，正合他意。好啊好啊。魂魄归位的宁宝此时睡得非常香甜。那只灵宠此时正躲在树梢，灵宠怪猫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直接从树梢上飞身而下，悄悄地趴到了宁宝身边。爷爷你快看，妹妹身边趴了个白色的东西。
穆大圣听到自家小孙子的喊声，连忙转过头前去查看。原本趴在宁宝身边装睡的灵猫，听到喊声，无奈的抬起头，朝旁边的小屁孩穆成业翻了个白眼儿。哇，好可爱的小猫啊！它好小，好好玩啊！爷爷，你看，它还会翻白眼呢。这是猫？如果是猫，应该也不是普通的猫。你是猫吗？灵猫翻了一个白眼儿。看你的长相应该是。你从哪里来啊？灵猫又送穆大圣一个白眼儿。这个白眼儿刚好被穆大圣看个正着。看来你是能听懂我讲话。你反正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你是啥意思。这样吧，我说着你听着。我们要去外地了，你的家如果在这里，如果这里有你的家人，你最好赶快下车，要不然以后你可就回不来了。灵猫不耐烦的，干脆直接伸出2个前爪，捂住自己的耳朵，趴在宁宝身边装睡。穆大圣正准备对灵猫威逼利诱一番，让他不要伤害宁宝，要不然就把他宰了炖汤。只是他刚准备开口，就传来一阵晕眩，呼吸也急促了起来。此时穆家其他人也都在认真赶路，所以板车上的情况，除了穆成业和灵猫，根本没人发现穆大圣情况不对。然而穆成业只是个刚刚5岁的孩子，他只看出他家爷爷怎么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根本不知道他爷爷正在经历生死大劫。他不知道，可是灵猫知道啊，连忙去拉扯宁宝的衣服。正在做梦吃大餐的宁宝感觉到有人拉他的衣摆，气呼呼地睁开眼睛。宁宝，快坐下，别摔到了。舅舅您放心，我没事。是爷爷，爷爷头上有不干净的东西，我帮他抓了就行。舅舅别担心，你小心拉车，我可是会功夫的，脚下稳得很。沈君生认真地拉车去了。刚刚宁宝说的话，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宁宝连忙把手伸进自己身上挎着的小破包内，借着布包的掩饰，从储物服中拿出一张符纸，直接往病老鬼的命门拍去。符纸碰到病老鬼，瞬间化成灰烬，病老鬼身上吸食的生机也瞬间消失不见。他灵机一动，拖着残破的灵体转头就想逃。宁宝抽出小木剑，再把病老鬼给挑了回来。宁宝看着被桃木剑穿了个透的病老鬼，非常得瑟地瞪了他一眼，然后不顾病老鬼挣扎，直接把他放在衣服里面的拘灵带靠近桃木剑。宁宝出手，天下鬼仇。之前病老鬼在外面，宁宝不敢和他说话，因为之前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们说山下的人都怕鬼。现在病老鬼进了拘灵带，宁宝直接可以用意念和他沟通。妹妹，是不是爷爷出事了？需要帮忙吗？需要告诉爹娘和奶奶他们吗？四哥放心，爷爷没事，他等下就好了。暂时先不要告诉爹爹他们，大家在赶路，影响全村的进程就不好了。病老鬼的事，他暂时不打算告诉大家。宁宝从身上斜挎着的破布包里掏出一粒固元丹，塞进穆大圣嘴里，丹药入口即化。又过了1炷香的功夫，穆大圣轻吟一声，醒了过来。爷爷，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宁宝会抓鬼，各种鬼都会抓，鬼都怕我，所以爷爷别怕，以后再有鬼不长眼欺负爷爷，宁宝就帮您收拾他。爷爷没事，让你们担心了。大家赶路都辛苦了，刚刚的事先不要和他们说。穆成业和宁宝都乖巧的点点头。穆大圣揉了揉穆成业的脑门，乖，去认字儿吧。之前你哥哥给你抄的启蒙书，你不是带着吗？现在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打发时间。我问你妹妹点事儿。穆成业乖巧的点了点头，然后慢慢的往一边角落里挪了挪。乖孙儿，告诉爷爷，刚刚爷爷怎么了？爷爷，您怕鬼吗？听到宁宝的问话，穆大圣瞬间觉得后脖梗凉飕飕的。不怕，
爷爷是大男人，是我们穆家大房的当家人，怎么能怕鬼呢？爷爷好厉害，爷爷不怕鬼。其实鬼一点都不可怕。宁宝停顿了一下，贼兮兮地往四周看了一眼。爷爷，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宁宝会抓鬼，各种鬼都会抓，鬼都怕我，所以爷爷别怕，以后再有鬼不长眼欺负爷爷，宁宝就帮您收拾他。穆大圣的脑袋嗡了一下。宁宝的意思是刚刚爷爷身上有鬼？刚刚爷爷身上拍了一只病老鬼，不过你放心，那鬼已经被宁宝给收了。等他在宁宝的法器里净化749天，宁宝就送他下18层地狱。穆大圣，别人家3岁半的孩子都还在玩泥巴流鼻涕呢，他家乖孙都已经会捉鬼了。宁宝越说越起劲儿，滔滔不绝地把病老鬼的事说了个清楚。被自家主子忽略很久的灵猫跳进了宁宝怀里，宁宝这才想起自己从地府带出来的这只长得奇怪的猫。宁宝，这是你的猫吗？爷爷，这是我之前捡的，它叫啥好呢？小白、白白、圆圆。宁宝非常纠结，突然宁宝灵机一动，爷爷，它叫玲玲，是我的小伙伴。玲玲，好名字，这名字是宁宝起的吧？我家乖孙真聪明，起的名字真好听。上林村出发的时候就快半上午了，现在都半下午了，大家都是又渴又饿又累。刚好前面有片小树林，队伍一停下来，穆春平连忙抽空跑回自己家人这边。他先跑到板车前把宁宝抱下来，然后又和沈君山一起背着穆大圣去旁边沟里方便去了。村里的女人们也都是成群结队去了相对隐蔽的地方解决问题，就连宁宝也被沈玉珍抱着一起去了。不许动我妹妹的猫，快放下！我就不！穆成业，你是不是想妹妹想疯了？竟然喊一个捡来的丫头片子做妹妹！你家如果喜欢丫头片子，可以找我家要啊！我奶说我家有3个赔钱货。穆成荣、招娣姐、潘娣姐和来娣姐，她们是你的亲姐姐，也是我的堂姐，不是赔钱货，也不是丫头片子，你不可以这样喊她们。不远处传来的吵声终于把宁宝从100-200女子上茅房的壮观场面中拉回过神来。他刚刚没听错的话，是他家四哥在和别人吵架，而且还是因为玲玲。宁宝的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抢猫，他迈着小短腿直接往穆成业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宁宝，你慢点，别摔着了。刚刚捡柴回来的穆成安、穆成居、穆成乐连忙放下干柴跑了过来。娘，我们去吧。好，你们快过去看看，听起来应该是穆成荣要抢宁宝的猫。今天赶路都累了，不适合吵架，去把弟弟妹妹带回来就行了，别闹腾。沈玉珍说完，连忙快步走回自家营地。穆成业这边，你是谁？为什么要欺负我四哥？为什么要抢我的猫？穆成荣是穆家大房这一辈唯一的男丁，也是穆春平的大保姆赵菊花的命根子。现在穆成荣被宁宝指着鼻子质问，他非常生气，伸出手就想推宁宝。好在林村长的孙子8岁的林东阳在跟前，林东阳一把拉住了他。穆成荣，你可是男孩子，不可以打女娃娃，而且宁宝妹妹那么小，你怎么忍心下手？林东阳，你滚开！这小胖墩只是一个被捡来的赔钱货而已，我为什么打不得？你才是赔钱货！你才是赔钱货！你全家都是赔钱货！我奶说了，女孩子都是赔钱货。我家除了我和我爹，还有我爷，其他的都是赔钱货。他继续看向他感兴趣的东西，伸手就朝着穆成业怀中那只白猫抓去。穆成业，把猫给我！穆成业一个转身躲开了扑过来的穆成荣，猫没抓到，还差点摔了个狗吃屎。穆成业，你把猫给我！
等下我分你一个大腿！啊，什么？你要吃我妹妹的猫？大家都多久没有吃肉了？这小畜生养着又没什么用，又费粮食，还不如宰了给我解解馋呢。想吃他的玲玲，孰可忍，饱不可忍。谁打我？呸！我的牙！我可没打，你别冤枉人，一定是你想吃我家玲玲。对了，我的猫叫玲玲，它不是小畜生，它有名字，它是我的小伙伴。要是你要吃我家玲玲，天神看不过去，直接把你的牙给收了，这样你就没办法吃肉了。哎呀，乖孙儿，谁欺负我家乖孙儿了啊？哪个王八羔子？大奶奶，刚刚我们可都看到了，我家宁宝和程烨离穆成荣可是挺远的，他们根本没有碰过穆成荣。穆成荣自己站在那里突然受伤了，这和我家弟弟妹妹没有关系。对，没有关系。奶，你终于来了！你家大孙子快被人给打死了！说，是不是你们打的？是穆成荣要吃妹妹的猫，天神震怒了，所以才收了他的牙。大奶奶，您要怪就怪天神吧。啊，你个死孩子，瞎说什么呢？啊，什么天神？天神是你能乱说的吗？啊，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们二房的孩子是越来越没有教养了。今天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赵菊花说着，然后朝着穆成业抓去。好在穆成安几个都在，赵菊花抓了几下都没有抓到人，她气得直跳脚。大奶奶，你不是不相信是天神收了穆成荣的门牙吗？那我们就来打个赌。宁宝说完就看向穆成荣，你敢不敢和我打赌？不敢就是胆小鬼。打赌就打赌，我才不怕你呢。你说吧，怎么赌？这赌很简单，我们就对天发誓，我发誓没有碰你，你发誓我们碰了你，谁说谎就会被天打雷劈。怎么样，你敢吗？发誓就发誓，有什么不敢的？你先来。宁宝伸出小肉手，正准备发誓。妹妹，我来，如果要被雷劈就劈我吧。对，让程烨来。四哥，我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还是妹妹最好。我穆婉宁发誓，刚刚没有碰穆成荣一根手指头，若有半句假话，愿被天打雷劈。宁宝说完，周围的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天空。万里晴空，晴空万里，没有一点要打雷的迹象。该你了。我穆成荣发誓，刚刚是穆成业和小胖妞把我的牙齿打掉的，若有假话。宁宝把手掌摊开，看着手掌中只有他才能看到的引雷符，默默念了一句咒语，愿被天打雷劈。穆成荣口中的劈字刚说完，晴空中3声响雷直直朝着穆成荣劈了过来，一阵烧焦的糊味儿扑面而来。此时穆成荣正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的头发被烧得焦黑，并且还滋滋滋地冒着烟。最关键的是，穆成荣的裤裆在滴答滴答往下滴水。咦，羞，这么大了还尿裤子，宁宝刚满月就不尿裤子了。宁宝你怎么样？伤着没？再三确认宁宝没有受伤，才松了口气。被雷劈这么大的事儿，林村长也是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赵氏，你都一把年纪了，难道说一点是非对错都不会辨吗？村长，是他们欺负我家成荣，你看看，他们把我家成荣的牙给打掉了，还害他被雷劈。你骗人！村长爷爷，他骗人，明明是他要吃了我的玲玲。这只小猫叫玲玲，是我妹妹养的，从小和我妹妹一起长大，亲如家人。玲玲是宁宝的家人，她好小的一只，可这位哥哥，他竟然要吃我家玲玲。村长爷爷，玲玲是我的家人，怎么能吃呢？虽然我的玲玲是一只猫，可它不是普通的猫，它是我宁宝的猫，宁宝誓死都会保护它。
猫在人在，猫亡人亡。哥哥，求求你不要吃我家玲玲，不要吃我的家人好不好？我家玲玲这么小一点点，你个死丫头，是不是有点傻呀？一只破猫竟然当家人！我奶说了，现在是荒年，所有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可以吃。我可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我吃你个破猫怎么了？快点把猫给我，我今天就要吃肉！奶奶，奶奶，我要吃肉，我要吃肉！看到穆成荣哭，赵菊花心疼的不行。此时，营地上的村民大部分都跑了过来，听到宁宝的一番话，大家心里都愤愤不平。赵氏，你家成荣都被你给惯坏了。就是，那猫是人家小姑娘的，不能说你孙子想吃就非得给他呀。难道说我看上财主家的金银珠宝，财主就得双手捧着送给我呀？就是呀，这也太霸道了。再说了，见过吃鸡吃鸭的，可没见过吃猫的。而且你看看那只小猫，只有巴掌大，剥了皮就剩骨头了，怎么下得去嘴哟？我大孙子想吃猫就吃猫，又没吃你们家的，关你们什么事儿啊？赵菊花说完，瞪了众人一眼，然后走到穆成业跟前，伸手就想去抓穆成业怀中的玲玲。大奶奶，你想干什么？你是要明抢吗？哼，明抢又怎样啊？你还想打我不成？我告诉你，我可是你大奶奶，是你爹的亲大伯母，是你爷的亲大嫂，长嫂如母听过没啊？你爷爷都不敢对我怎么样，你一个小兔崽子倒是厉害了啊！信不信把我惹恼了，我大耳刮子抽你！你抽谁呢，大嫂？你这无理取闹的本事越来越见长了。大嫂，我早就说过，你们家怎么宠孩子我不管，可别指望我们和你一起去宠。凭什么你家成荣要吃肉，我家宁宝的爱猫就要被吃呢？你实在是心疼孙子，就去割你自己的肉给他吃，别打我们家的主意。我们家的猫，你一根猫毛也不能碰。弟妹，看你这话说的，我们可是一家人，我家大孙子也是你的大孙子啊。别，那我家大孙子在这儿呢。弟妹，成荣还小，最近都饿瘦了，他馋了想吃猫肉怎么了？不是正常吗？咕噜一下，宁宝连忙捂住自己的小肚子，太丢人了，叫这么大声。听到自家孙女儿肚子都咕噜叫了，李桂枝也不准备再和赵菊花废话。大嫂，我给你2条路，第一条，带着你家宝贝疙瘩麻溜的滚回去，以后不准再打我家猫的主意，要不然我让孩子们见穆成荣一次就打一次。第二条就是我们现在就打，你说是想群殴还是想单挑？哎呦，弟妹，看你说的，我们可是自家人，怎么……好了，赵氏，差不多就行了。你知道我们这是在逃命，不是你家院门口，你想撒泼到什么时候就撒泼到什么时候。大家现在都在抓紧吃饭休息啊！你倒好，在这里无理取闹。你家这穆成荣现在已经8岁了，人常说3岁看老，对孩子太过娇惯可不是什么好事。赵氏，我最后跟你再说一遍，如果你还想跟着村里人一起出发，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少惹事，要不然就给我麻溜滚蛋。林村长说完，凝视了一下围观的众人。行了，都散了，都什么时辰了，还不快点回去吃饭？回到营地，宁宝，今天穆成荣被雷劈是你做的手脚吧？大哥，你怎么知道的？难道你也是同道中人？只有道行在我之上的道友才能看到我的隐身符。大哥是哪条道上的？大哥不是你的道友，也没有看清你的法术，我只是善于观察，注意到你手上的动作了。虽然大哥不知道你有多少本事，但是知道你有自保的能力，大哥很开心。不过这种引雷的事以后不要再做了，万一把握不好力度，伤了无辜的人就不好了。不过如果你遇到生命危险，该出手时就尽管出手，任何人的安危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宁宝记住了。大哥，宁宝想去找奶奶，等会儿再陪你聊天好不好？好，快去吧，等下我们就要出发了，可不能乱跑，万一走散了会很危险的。大哥放心，宁宝绝对不乱跑。
我师父说，像我这种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如果被坏人捡到了，最容易成为坏人锅里的肉汤。宁宝最怕疼了，宁宝不要做别人锅里的肉汤，宁宝不乱跑。乖，宁宝不怕，只要宁宝乖乖的别和家人走散了就没事了。不过这逃荒路上意外比较多，如果不小心和家人走散了，不要慌，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在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在明确的位置留下记号，然后再在附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等着我们去找你。宁宝记住了。乖，去找奶奶，宁宝和你说件事，宁宝身上带了许多吃的。李桂枝惊了一下，她把宁宝扶正，上上下下认认真真的打量了一通。没有啊，宝，你就一个小娃娃，从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把全身上下给查清楚了。你身上只有一个粗布挎包和一把小木剑，没有见其他行李呀。宝啊，你是不是没吃饱，都出现幻觉了？奶奶放心，宁宝没有出现幻觉，宁宝好着呢，您等一下哦。然后把手伸进自己的挎包内，拿出一个窝头递给李桂枝。李桂枝吃惊地看着手里的窝头。奶奶，宁宝真的没有骗你。宁宝，你告诉奶奶，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奶奶，你放心，宁宝真的没事，这些食物都藏在师傅给我的储物符里。我家师傅就是嘴硬心软，平时老是嫌弃我吃的太多，可是他却在储物符里放了许多吃食。师傅一定是怕我饿肚子，才在储物符里放了那么多吃食。我怀疑他一定是把道观里所有的吃食都给我了。也不知道道观现在怎么样了，我师傅有没有饭吃？真让人发愁。好了，不愁了，发愁会长不高哦。不发愁长高高，不发愁长高高。宁宝，奶奶要和你说件事儿，你那些食物都是你师傅给你的，以后不要轻易往外拿。现在是荒年，人命不值钱，可是粮食却很值钱。一条人命可能连一个窝头都换不到，你一个小娃娃，如果让人知道你身上有食物，对你来说是祸不是福。以后你饿的时候就偷偷的吃，千万别让外人看到了。可宁宝不想吃独食，宁宝要和大家一起吃，宁宝不想让大家饿肚子，饿肚子会非常非常难受的。最后，宁宝和李桂枝达成协议，储物符里的食物尽量不往外拿，如果家里实在没吃的了，再慢慢拿。不知道那小丫头现在怎么样了，也不知道那家人对她好不好，她有没有吃饱啊？宁宝啊，怎么了？是不开心吗？还是哪里不舒服呀？要不要村长爷爷把你送回去？村长爷，可以换个营地吗？刚刚安营之前，你爹和减肥叔去打探过了，这附近就这么一处地势平坦，又有干柴适合我们这么多人安营的地方，所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今晚应该就在这里过夜了。宁宝往旁边看了一眼，算了，风水不好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就住一夜，忍忍就过去了。村长爷，这几张符您拿着，可以辟邪的，给家里人每人分一张，贴身放好。那谢谢宁宝了。我去旁边看看，你们就在这边玩啊，别走远喽。外边的坏人那可是会吃小孩的。对于村长的话，沐橙叶把他当成了大人吓小孩。妹妹，我教你写大字吧。四哥，宁宝觉得现在不适合学大字，也不适合看书，倒是适合练功夫。练功夫啊？对呀，练功夫。四哥，你看我们今天刚出发一日，路上就碰到那么多人，有许多人喜欢抢人东西，也喜欢打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会功夫，是不是就不怕他们啦？这样的话，我们不仅不用大人保护我们，还可以保护爷爷奶奶、爹爹娘亲和舅舅舅母，还有哥哥们。
妹妹说的有道理，现在是乱世，不应该只学文，而应该文武一起学。只有我们自己和家人安全了，我们才能安下心做学问。妹妹，我可以跟你学功夫吗？可以，当然可以。宁宝想起自己学功夫的过程，然后往旁边一站，微微屈膝，稳稳地跨起了马步。四哥，要学功夫，首先要基本功扎实。我们第一步就是扎马步，现在就开始吧。以后我们每天早晚扎一个。算了，刚开始还是小半个时辰吧，1个时辰我怕你受不了。他看到自家妹妹已经开始扎马步，他也不迟疑，立马学着宁宝的样子扎起了马步。虫叶、宁宝，你们是在玩游戏吗？东阳哥哥，我们在练功夫，你先不要打扰我四哥，他现在不能开口，一开口就散气了。练功夫啊？宁宝，你们练的功夫是可以打兔子，可以打野鸡，还可以打坏人的功夫吧？对呀，东阳哥哥，我们练的就是可以打人的功夫。我打坏人可厉害了，一打1个准，从不落空。东阳哥哥要练嘛，宁宝可以教你呀。你不知道，我师兄们都说我力气大，我沙包大的拳头打坏人，打一个飞一个，就连3清山后山的老虎看到我都害怕。我师傅说我可是很有天赋的武者，除了吃的多点，其他没毛病。啊？宁宝打老虎，怎么看起来那么没有说服力呢？他一个小娃娃，还不被老虎给一口吃了？呸！屁大点孩子，奶都没断，还练功夫？奶，我也想去学功夫。想什么呢？啊，还学功夫？那野丫头吗？一个刚断奶的娃娃会功夫，鬼都不信。某个鬼，你不信我信，有事说事，别扯鬼，要不然鬼会死得很冤。娘亲，奶奶，舅母，我回来啦！突然宁宝往旁边的阴沟里看了一眼，这个营地风水不好，之前刚停下来时宁宝就看过了。奶奶，娘亲，舅母，这些符纸是驱邪保平安的，你们拿着，等下分给哥哥们，还有舅舅、爹爹，一定要保证我们家里每个人都人手一张，最好是贴身放好，这样妖魔鬼怪就不敢靠近你们啦。今天这附近阴气重，可能是因为荒年死的人太多了，不过有宁宝在，什么鬼我们都不用怕。夜里娘亲你们如果要上茅房，一定不要单独行动，最好是喊我一起，我帮你们把风。村长，我家招娣不见了，你能不能让大家帮忙找找？他一个孩子在外边，实在是太危险了。行了，王氏，你先起来。招娣丫头是我看着长大的，不可能看着不管。孩子，我会尽量让人去找。哎呀，不过你那个婆母是真的……哎。此时穆春平一家也听到了动静。春平，你快点去帮忙找人，招娣丫头是个好孩子，这黑更半夜荒郊野岭的，她一个女娃娃太危险了。哎，那一家也不知道整日折腾个啥。爹爹舅舅，等等我！平哥，天这么黑，夜里冷，要不要把宁宝送回去？锦飞，这夜黑风高的，周围阴气太重，我们家宁宝是道观出来的，别看我们家宁宝年龄小，捉鬼画符那可是一流的，所以抱着宁宝说不定对我们有大帮助。为了安全，村民们出来找人都是5人一组，几人在周边找了一圈，还向外边许多难民打听，都没有穆招娣的消息。都怪我，都怪我啊！没有护住他们，是我不配做他爹。如果不是因为我娘非要逼着他嫁人，他也不会跑出去。他才12岁，还是个孩子。我不知道我娘为什么那么狠心呐！哎呀，莫有才，你是我堂哥，是我大哥，是我兄长，可是说实话，我一点都看不上你。身为一个父亲，一个夫君，你连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真的很失败。我知道大伯母重男轻女，但是如果你能够硬气一点，
能够每次都护着他们，他们也不会在那个家里过得那么难，更不会有今天招娣得离家出走。其实我真的想不明白，女儿有什么不好？女儿又乖巧又贴心，我可是做梦都想生女儿。你们倒好，好好的闺女不知道珍惜，招娣才12岁就逼着她嫁人，她还是个孩子，你们还是不是人啊？本就伤心的穆有才，他此时有点六神无主，赖在自家老爹怀里偷懒的宁宝，突然看到穆有才眉心有一丝黑雾。爹，往那边走。爹，大伯，招娣姐身上的生机快没了，你们往后退一点，我来施法。宁宝说着就拿出符纸和桃木剑，就往穆招娣身上招呼。此时宁宝眼前看到的情形和穆春平几人看到的竟然不一样。宁宝面前的穆招娣是一丝虚弱的魂魄，宁宝费了很大功夫才勉强把穆招娣的2魂6魄给修复好。忙完收工的宁宝已经满头大汗。大伯，招娣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不过她暂时醒不过来，最起码要3天才能醒来，你把她抱回去好好养着吧。给穆有才交代好以后，宁宝又施法把刚刚困住吊死鬼的那张符纸收了回来，然后随手把它扔进胸口的拘灵带中。阎罗王办事效率太低，这么多鬼都不来抓，他地府那么多鬼差都是吃闲饭的。哎，好像又被吐槽了。这赵菊花真是越来越过分了，自家孙女儿都被他逼得上吊了，一点都不知道亏心。亏心？哼，他若知道亏心，他就不是赵菊花了。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招娣会跑出去吗？啊，这穆招娣可是赵菊花的亲孙女儿，她竟然要逼着刚刚12岁的穆招娣嫁人。哼，说的好听是嫁人，说的不好听就是随便找个人把孩子拿去给人家换粮食，说白了不就是卖孩子吗？这灾荒年谁家过得都苦，可也没人想着去卖孩子呀。招娣那丫头从小就乖巧懂事，我就搞不懂了，孙女有什么不好的？村长说我想分家，麻烦您帮忙主持一下。你说什么？村长借着火堆的光，连夜给他们家写了分家文书。自此，穆有才带着媳妇儿和3个女儿分家单过，而赵菊花和穆大昌老两口带着穆成荣生活。说说吧，为什么要引诱我招娣姐上吊？小天使饶命，是小女子鬼迷心窍了。我就是觉得自己生前好可怜，刚好遇见了和我一样可怜的女孩，就随便劝了她几句，没想到她真的上吊了。哼，你可怜就可以迷惑别人去上吊？你既然已离开人世，就不应该再在阳间逗留，你应该去投胎。心结未清，如何投胎？你自己都上吊自杀了，还有什么不甘心的？如果不甘心，你当初就不应该上吊。啊，小天使，我也想离开这凡尘去投胎。这世间本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可是我上吊之后，竟然发现我那青梅竹马的情郎和别的女子在一起，这让我怎么甘心啊？我的相好叫张生，当初他家穷得吃不上饭，是我偷拿家里的口粮接济他们。好了，你先别哭了，再哭天都亮了，我还要睡觉呢。我爹说了，不睡好长不高。今天确实是我错了，我就是怕自己在阳间待不久，所以才吸食魂魄，好让自己的灵体不散的。虽然你是初犯，可你动了害人的心思是事实。原本你是冤死的，生前又没做过缺德事，下一世本应该能投个好胎，可是现在却不行了。现在好了，你把你的功德用完了，就算不用下18层地狱，也不能再转世为人了。我只能送你去畜生道了，你看看行不行？至于你挂念的事，我都记着。万一有一天我要是碰到了你那情郎和大哥，我会帮你问清楚的。
到时候我施法烧纸给你，就算你做的畜生，我也会让你瞑目的。谢谢小天使留我一命，我愿意投去畜生道。其实做人挺累的。宁宝先从吊死鬼的灵体中把穆招娣的一魂一魄给剥离出来，放进居灵带的养魂舱里养着，然后默念咒语把畜生道打开。不等宁宝催促，吊死鬼识趣地飘了进去。这就是所谓的赶着去投胎。宁宝，家里快没水了，所以今天就不能洗漱了，还剩下一点水要留着喝。唉，希望今天能遇到水源。没水了。宁宝皱了皱眉，水可是大事，看来要想办法。宁宝，爷问你个事儿。爷爷你问。宁宝，我听你爹说昨晚找招娣是你算出来的。宁宝会算，宁宝算的可灵了，是宁宝给爹爹指的路。师傅说宁宝是被祖师爷追着给饭吃的人。爷爷，其实宁宝不用祖师爷追着给饭吃，宁宝向来对吃的来者不拒，宁宝不挑食，很好养的。宁宝，爷爷知道你厉害，可是我听说算卦对卦师的身体不好，以后咱们不算了好不好？爷爷只希望你没灾没难，好好长大，不管是画符还是算卦，只要对你有影响的咱都不做了啊！以后有你几个哥哥养你，你只管吃饱玩饿就行。哼，宁宝开心地笑了笑，还是有家人好。爷爷不用担心，算卦有很多种，有的确实会伤身体，但普通的测吉凶祸福是没有关系的。你放心，伤身体的事宁宝一定不会做。我要好好长大，永远陪着爷奶爹娘、舅舅舅母和哥哥们。宁宝再三保证不会对身体有害后，穆大圣才松了口气。上午时分，大家刚好走到一处荒芜的山脚下。我们今日就赶半天路，等下分出一半男丁出去找水和食物。我们虽然才出来2日，可基本上都断水了。我们带的粮食和水也都已经不多了，最多再能支撑2日。如果不补充物资的话，那根本就走不到南边。所以这一路上我们会很辛苦，但是为了活命，我们只能坚持。去找水的人，每户必须要有一个。如果家里劳力多的，可以多去一个。等下找到的水按人头平分，其他吃食谁找到算谁的。村长爷，你说爹他们今天能找到水吗？这里离我们家乡并不是太远，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是没有看到水源，而且这边的树木不茂盛，甚至大部分都已经干枯，更不要说庄稼了。从这些就可以看出，这里的旱情并不比我们老家的弱。我估计这附近有水源的可能性不大，不过我们也不能不去找，只有努力找了才有机会，不找怎么会有机会呢？而且这里有山，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有山泉，万一再找点山货野果啥的，那就更好了。希望今天能够运气好吧。村长爷，我今天运气不错，要不我跟着一起去？哦，我们宁宝是不是能够算出今天的运道啊？宁宝啊，我听你减肥叔说，昨晚能够找到你招娣姐是你的功劳，是不是真的？算是吧，我可是我们三清山算卦最灵的，找个人还是非常容易的。丫头啊，我以前听村里老人说，水平高的卦师是不轻易给人算卦的，说是会折寿。那你算卦会不会对自己身体有损呢？如果对自己身体有害的话，那以后就不要算了啊！这算卦是窥探天机的事，常言道，泄露天机会遭天打雷劈的。丫头啊，你还小，天打雷劈的事儿咱不要做了啊！
穆家人不错，他们都喜欢女娃娃，他们一定会把你好好的养大的。以后就不要算卦了啊！眼泪在宁宝眼中晃了晃，他突然好感动，大家都关心他的安危。村长爷放心，我卜卦不伤身体，而且有点厉害哟。带我一起去，说不定还真能找到水呀。那好吧，不过你要自己去和你爷爷奶奶他们说，他们同意你才能够去，不同意的话你可不能去啊。村长爷放心，我会好好的和爷爷奶奶说的。哇，这么多人要背宁宝，那宁宝的脚脚就可以偷懒喽。程叶，你又在扎马步了？我刚刚好像看到宁宝跟着我爹他们一起上山了，小师傅都不在，你这么认真做什么？练功夫是为了我自己长本事，不能每日都让宁宝盯着。宁宝那么小都能跟着爹上山去找水了，我不能拖他们的后腿。我是男子汉，我要好好练功夫，保护奶奶、娘亲、舅母和宁宝他们。林东阳听了穆成业的话，愣了一下，于是原本过来找穆成业去玩土的林东阳也站在穆成业身边，认真的扎起了马步。爹爹，你把宁宝放下来，宁宝可以自己走的。这点山路对我来说很简单的，真的。以前在三清观，我整日在后山跑来跑去，那三清观可比这里陡峭多了。我不到2岁就可以在山里自由行走了，而且你一直这样背着我，我总觉得我给您添麻烦了。你是我闺女，我背你开心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麻烦啊？这山里边太过荒芜，你这么高一点点，在这荒草堆里。哦，虽然这草现在都干枯了，可是这里干草丛生，你这小不点往草堆里一钻，连人都看不到。再说了，你娘和你爷奶他们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照顾你的，万一你受伤了，回去你太爷肯定大耳巴抽我，你奶肯定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你娘肯定晚上不让我进被窝。爹，你好可怜啊。好了，宁宝，别听你爹胡说，你爹就是担心你，不放心你自己走。不过你也别怕连累到你爹，不是还有我吗？我可是你舅，这舅可不能白等。等下你爹累了还有舅呢，舅背你。对，宁宝，还有大伯，大伯背你。还有我。哇，这么多人要背宁宝，那宁宝的脚脚就可以偷懒喽。叽叽，啪！宁宝伸出小胖手，直接拍了宁宁一巴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是猫猫的叫声，是喵喵喵，不是吱吱吱。哎，你说我怎么就收了你这个小笨猫，连叫都不会叫。我可告诉你，你再学不会叫，我就把你扔掉。面对自家主子的淫威，灵猫只能喵喵喵的叫了几声。灵猫看着自家小主子的嘴脸，实在是不想继续看下去，干脆直接噌的一下窜了出去。突然，喵喵，刚刚跑走的玲玲又跳了回来。宁宁，你喵喵啥？宁宝听不懂猫语。笨蛋主人！突然，宁宝的脑海里传出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你是谁？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当然是和你说话呀，别人也听不到我说话。看到玲玲的白眼儿，宁宝愣了一下，他愣愣地看着玲玲，在心里问道：是你在和我说话？你能说话了？我暂时还不能说话，不过因为你之前送女鬼去投胎，又抓了吊死鬼，得了不少功德，我作为你的灵宠，灵力增加了不少。现在我的灵力不够，还不能开口说话，不过我可以和主人用意念交流。啊，主人，我刚刚发现了野鸡蛋，你快让你爹停下来去捡鸡蛋。野鸡蛋？爹，我们往那边走。到了地方，穆春平弯腰把宁宝放下。哇，爹爹，舅舅，快来！好多鸡蛋！就
在穆春平和沈君山发愁该怎么拿这些鸡蛋的时候，宁宝蹲下身子，伸出小胖手，一个一个的把地上的鸡蛋往他的挎包里捡。1个、2个、3个，33、34、35、36。这堆鸡蛋足足有36个，全部被宁宝装进了身上的斜挎包里。爹爹，你看，我抓到野鸡了，是玲玲发现的，回家奖励玲玲一个鸡腿。宁宝，你的鸡蛋呢？你的小包这么能装吗？那当然了，我可是有储物符的，别说几个鸡蛋了，就算是几头牛，我都有办法装得下。哎，春平儿，你们在干嘛呢？快点走啦！穆春平连忙弯腰抱着宁宝走了出来。哦，我带我家宁宝过来上茅房。大柱，有什么发现吗？不是，水没找到，不过倒是找到几颗野菜。真的？那就太好了。大柱能找到野菜，这就说明这山里还是有生机的。我们好好找找，就算找不到水，说不定也能找到一些其他吃食。大家精神抖擞，继续往前走。爹，我算出来了，这山里还真有水源，只不过水速不快，应该是山泉，而且离这边也有点远，我们要不要去呀？去，肯定要去，远的也去。爹，我想自己走。穆春平看山路不太陡峭，就把宁宝放了下来。玲玲站在他的肩头，突然玲玲跳跃一下，直接往旁边掠去。喵！宁宝拔腿就往玲玲的方向跑。咕哒！喵喵！宁宝愣了一下，他竟然能听懂他们的对话。小不点儿，快放了我，要不然我刀死你！不放就不放，到嘴的肉哪有放掉的道理啊？看到宁宝过来，玲玲更开心了。主人快来，我给你抓了一只鸡。宁宝动作迅速地跑过去，直接把野鸡抱在怀里。爹爹，你看，我抓到野鸡了，是玲玲发现的，回家奖励玲玲一个鸡腿。好，奖励玲玲一只鸡腿，剩下的一只是你的。哎呀，这野鸡可真是大呀！虽然有点瘦，可是在山上跑的野鸡炖汤，那肯定非常鲜美。哎呀，春平哥真厉害，竟然能抓到野鸡。哈哈，运气，全靠运气。这山里有野鸡有野菜，说明有水源。我们快点走吧，要不然天黑了就回不去了。别玩了，快点去帮忙找水源。水就在那边山缝里，我早就看到了。早看到了不说，害大家着急半天。宁宝让玲玲带路，他跟着玲玲还真的找到了水源，只不过石缝很窄，大人没办法下去。我找到水啦！哎呀，这水是找到了，可是怎么取水呀？当然是我去接了。叔叔，我刚刚试过了，我可以进去。等一下你们把罐子递给我，我去帮你们接。那不行，你那么小一点点，怎么能抱得动坛子？别说装满水了，就是空的你都不一定抱得起来。再说了，总不能我们一群大男人看着，让你一个小娃娃受累。对呀，宁宝，这瓷罐都挺重的，装满水你大哥他们抱起来都费劲，你这小胳膊小腿的肯定不行。宁宝想起来自己来到这里几天了，大家还没见识到他大力的能力，于是他也不废话，直接走到沈君山身边，从沈君山挑着的担子里抱出一个最大的，直接朝山泉走去。宁宝已经打好了一罐子水，他把一罐子水放在大家面前。爹、舅舅、叔叔、伯伯们，你们看，宁宝把水打来了，你们快过来，宁宝请你们喝水，管饱。宁宝别去了，等下爹去。爹，您个子太大了，会被石缝卡到的。爹，别担心，我们先把水取了，娘亲奶奶他们还等着喝水呢。爹，你和舅舅也去喝点水，我刚刚尝过了，山泉水可甜了。春平、君山，你们快去喝水，这水是真好喝，甘甜爽口。宁宝，你怎么样？刚刚抱那么大坛子出来，有没有伤到？不行的话，我们就带刚刚那个坛子水回去就行了。剑飞叔，我没事，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水，肯定不能放过，不仅每个人要喝得饱饱的，我们还要把带来的罐子全部装满。好了，叔叔们，天色不早了，
你们把罐子都拿出来，我负责在下边装，你们在上边运。我们要加快速度，要不然天黑也出不了山。宁宝一边往瓷罐里灌水，一边趁大家不注意，把他储物府里所有能装水的瓶瓶罐罐全部都装满。一头毛驴换一颗蛋，你可是赚了。你是谁？你怎么在我家营地上？我是对面过来的。他直接从自己挎包里摸出一个白煮蛋。想吃鸡蛋吗？他伸手就去抓宁宝手里的鸡蛋。想吃鸡蛋也容易，拿东西来换。好啊，你想要什么随便拿，这营地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我要它，一头毛驴换一颗蛋，你可是赚了。好，毛驴你牵走吧，蛋是我的了。好吧，既然你同意了，这颗蛋就是你的了，而毛驴就是我的了。这可是你自愿的，你可不能反悔，也不能吃了鸡蛋就不承认。宁宝成功用一颗鸡蛋换了一头毛驴。他悄悄招来玲玲，让他带毛驴去营地后边山脚处躲着。叫你们村长出来，我有话要问。我们村长没空。我管他有没有空，你们的人骗了我们一头驴，你们赶快把驴给我还回来，要不然我和你们没完。刚处理完流民的事儿，身上还带着血腥味的村长听到吵闹声走了过来。隔壁的管家还活着呢。哎呀，这么晚了，在这里大吵大闹什么呀？你不休息，我们的乡亲们可是需要休息的。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们小少爷说，刚刚有一个胖丫头偷了我们的驴，你们快点把驴还回来，我们马上要出发了，还要用毛驴拉车呢。小胖丫头？村长第一反应就是宁宝。宁宝是一个小娃娃，怎么可能去偷对方驴？他可是还没有驴高呢。这位管家，你说我们偷了你的驴可有证据？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偷的，而是光明正大公平公正的拿东西换的？哪儿来的毛头小子，一颗蛋就想换我们一头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换的人认为值就是值。这样吧，把那小胖子叫出来问问他是不是自愿的。爷爷，这驴是我们家的，是我昨天用一颗鸡蛋和隔壁那个小胖子换的。小弟弟，你认真的告诉我，用驴换鸡蛋的事是不是你自愿的？对啊，是我自愿的。我本来还想再换一个的，可是我们家只有一头驴，要不然用马换。不行，我家就剩一匹马了，如果换了，我就没有马车坐了。大哥哥，你帮我问问那个小胖丫头，要不要管家？一个鸡蛋换一个管家怎么样？小少爷，我们快点回去吧，我听到老夫人在喊你了。管家前脚刚离开。长安呐，宁宝真的有用一个鸡蛋换了一头驴？对，我奶早上给宁宝煮了一颗白煮蛋，也是家里最后一颗鸡蛋，宁宝一直没舍得吃。之前看到他们家小少爷，宁宝就用鸡蛋诱惑了一下对方，就上钩了。哎呀，还是宁宝丫头聪明啊，几颗鸡蛋就换了一头驴。不过你家也确实需要一辆驴车，你爷腿脚不便，让他坐我家驴车他又不肯。现在你家有驴，这就会方便很多。还别说，宁宝这个丫头还真是小福星。第二天一早，宁宝快来，你大哥说这头驴是我们家的。爷爷，这驴是我们家的，是我昨天用一颗鸡蛋和隔壁那个小胖子换的。交代完驴的事，宁宝拉着李桂枝偷偷地把野鸡蛋的事和他说了一下。奶，生鸡蛋不好保存，先放在我们这里，等吃的时候我再拿给你。好的，还是我家宁宝想的周到。宁宝，奶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奶，你说。我想问你要几个鸡蛋送人。好啊，奶奶，要几个我给你拿。宁宝说着就把手伸进挎包，准备拿鸡蛋。6个，我准备给你村长爷家3个，你村长爷一家对我们不错，另外3个给你招娣姐姊妹几个吃，他们可能从小都没吃过鸡蛋。
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好东西是要分享的。伯伯、伯母，还有招娣、盼娣、来娣姐，他们都很好。村长爷一家也很好，宁宝愿意给他们鸡蛋。宝啊，姐想请你帮个忙。村长爷，我们都是自己人，有事您说。我们现在拿不定主意，该走哪条路？宁宝有没有办法算一下哪条路对我们更有利呀？宁宝一本正经的点点头，然后拿出自己的小龟壳和一枚铜钱，蹲在地上搬弄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村长爷，我们确实只有3条路可走。官道是大凶之兆，而且走官道肯定会死人，具体死多少无法测算。山路虽说不是大凶，危机却不少，而且有血光之灾，肯定会见血，会不会死人还不确定。不过比起官道，血光会弱很多。林路嘛，有点复杂，但最后却能够逢凶化吉。就是说，林路也会遇到很多麻烦，福祸相依，可是结果还不错。宁宝认为哪条路最合适啊？林路。好，那就走林路。就这样决定了，接下来走林路。今天晌午早点吃饭，吃过午饭就出发。若是不想走林路的，你们可以去走其他的路。官道山路你们都随意。我向来不喜欢强迫人，怎么选择你们自己决定。但是今天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是大家选择了走林路，以后路上出现麻烦、祸事或者是意外的时候，我不希望从任何一个人嘴里听到都怪谁谁谁让走这条路，就算是私下议论也不行。若是被我听到，那我们以后就山高水远，后会无期。好了，大家去收拾一下，饭后就准备出发。这林路可不比官道，行李一定要精简，该舍弃的就得狠心舍弃，不要到时候因为东西太多而掉队。村长说完，也不管议论纷纷的村民，直接弯腰抱着宁宝出了人群。娘，这是什么呀？是可以做的吗？这个是你舅舅让娘做的。你知道的，你爷身体不好，接下来我们要建林子，板车就没法推了。刚好你换回来一头驴，就想着做个厚点的垫子，让你爷坐着舒服点儿。哦，对了，宁宝，大家让问问你，把驴给你爷骑，你愿不愿意？愿意，当然愿意。宁宝贼兮兮的往四周看了看。娘，大辉本来就是帮爷爷换的，他和爷爷有缘。娘放心，有大辉在，爷爷一定能顺利通过林路到达南边的。有宁宝在，宁宝一定选一个风水极好、有山有水、可以冒青烟的地方安家的。沈玉珍，他总觉得他家闺女这句话有点别扭。你奶他们都在收拾行李，准备把不要的东西精简一下扔掉。宁宝，你要不要去看看？娘，是不是很多人都要扔东西啊？娘有要扔的东西吗？干脆扔给宁宝，宁宝的府里能放许多许多的东西，宁宝全部帮娘放着，等有了家或者娘要用的时候，宁宝再还给娘。真的？宁宝，你告诉娘，做这些对你的身体有没有伤害？娘放心，对宁宝没有伤害。昨天上山，我们捡的鸡蛋就是放在储物府里的，爹和舅舅都知道。您看宁宝现在好好的。宁宝，这个世上人心险恶，娘知道你很厉害，也很聪明，可现在咱们家示弱，根本护不住你。你以后在外人面前千万不能使用这些能力。娘不需要你有多大本事，只想让你平安喜乐。宁宝听娘的。师父说我命格特殊，一般人害不了我，对我起坏心思的人都会倒霉，而且还是不过夜的那种。沈玉珍，宁宝突然愣了一下，他感觉到居灵袋里穆招娣的魂魄有异样。娘，招娣姐好像要醒了，我先过去看看。
熊孩子只有多修理才会听话。宁宝，谢谢你。招娣姐，不客气。招娣姐，你现在魂魄还不稳，最近一定要好好养养。等下我给你一张定魂符，你贴身放着。知道了，谢谢宁宝。招娣姐的谢意，宁宝收下了。对了，招娣姐，我猜的没错的话，穆成荣马上要回来了。你是家里的老大，是穆成荣和潘地来娣姐的大姐，以后你要拿出大姐的气势，下边弟弟妹妹该教训的时候就要教训，该打的时候就要打。熊孩子只有多修理才会听话。可，宁宝，成荣是奶的宝贝疙瘩，别说打了，骂都骂不得。招娣姐，你就告诉我，你敢不敢管教他？想不想他以后做个听话懂事、孝顺父母的弟弟？想不想将来让他给你们家顶门立户？敢想。好，招娣姐等着看，等一下我帮你治治他。有鬼啊！赵菊花一转身，正好看到刚刚还躺在地铺上像个死人一样的穆招娣，此时正喜笑颜开的和宁宝聊天。哼，亏心事做多了，总是怕遇见鬼。你就没想过，鬼也是很挑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能看到他们。暗处的鬼魂们，对，我们也是很挑的，只下有缘人。死丫头竟然没死，看来命还挺硬啊。穆有才和王文彩看到穆招娣醒了，连忙围了过去。等赵菊花再次过来时，她不仅背着比刚刚大一圈的包袱，还带来了穆成荣。喏，这个包袱你们拿着，不过说好了，这里面的东西你们不能动。宁宝看着无理取闹又跳脚的赵菊花，忍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他灵机一动，然后从挎包里摸出一个昨日在山里摘的野果子，偷偷的在穆成荣能看到的地方晃了晃。然后宁宝牵着穆招娣的手，两个人悄悄地往旁边人少的地方走去。宁宝，把野果子给我吃。哼，野果子是我的，凭什么给你吃？我奶说了，我最重要，我家里的东西都是要紧着我先吃。可我不是你们家的，你奶说的，要不去找你奶要去。穆招娣，我要吃果子，你找宁宝要果子给我吃。没等穆招娣开口，宁宝就直接上前一步，伸出小胖手抓过穆成荣指着穆招娣的手指，狠狠一撇。痛，快放了我！穆招娣是你的谁啊？大姐，乖乖的给招娣姐道歉，对不起。宁宝趁穆成荣不注意，快速往他嘴里塞了一个药丸。你给我吃了什么？毒药，毒药！穆成荣一听宁宝给他吃的是毒药，立马就吓哭了。闭嘴！不想死就闭嘴！正张着嘴准备大嚎的穆成荣，被宁宝一句话吓得不敢出声。我给你吃的确实是毒药，而且是我家师傅独家研制的。解药我也有，不过我不会给你。宁宝说着，递给穆招娣一个小瓷瓶。这瓶子里就是解药，解药我交给招娣姐保管。你只要3个月吃一次解药，吃够3年，毒性就彻底解了。不过这3年内，你必须要好好的做儿子，做弟弟，尊敬你的爹娘姐姐们，听他们的话。如果再像以前一样，那你可能随时会毒发，浑身焦疼，七窍流血，断肠而死。宁宝，招娣姐放心，我心里有数。穆成荣这边，自从听了宁宝的话，他就被吓得脸色发白，乖巧的点点头，表示自己以后一定会听话。宁宝悄悄地把穆招娣拉到一边。招娣姐，如果穆成荣再放魂不听话，你就把这粉末弄一点，悄悄地撒到他身上，只要粉末接触皮肤就能起效。这药粉毒性不大，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只会让他觉得浑身疼，而且不用吃解药，半个时辰后药性会消失。宁宝，成荣真的中毒了吗？招娣姐放心，那不算是毒药，只是加了黄连的泻药。他这么胖，以前吃东西不注意卫生，体内有许多肠虫，刚好给他清肠，
对他身体好。那个瓷瓶里装的也只是普通的泻药，3个月给他吃一次，等他彻底醒悟了再停药。招娣姐，这可是个好机会，你回去好好和大伯父、大伯母说说，趁这个机会赶快把穆成荣的性子给掰过来，不然以后他会是你们家的一个大劫，而且还是会出人命的死劫。大哥，那伙人走了。走了？走哪里去了？我们一直守在这里，没看到人呢。刚刚去查探的兄弟们发现，他们没走官道，而是往林子方向去了。林路？这林路不就是死路吗？大哥，那咱们还追吗？让我想想。与此同时，上林村众人已经进了林子。表哥，帮我下来，我要去那边一趟。宁宝是要去上茅房吗？不是，宁宝要去捉鬼。子健、宁宝，怎么了？你们怎么不走了？表哥，帮我下来，我要让舅舅背。沈君山立马放下身上背着的行李，然后从自家大儿子身上抱过宁宝。子健，你背着行李，等下你姑姑他们问，就说宁宝和我在一起，一会儿就跟上去。说吧，是不是有事儿？舅舅，刚刚恶鬼要吃我。什么？那你怎么样？有没有被伤到？舅舅放心，没有鬼能伤到我。那灵体道行很高，而且专吃小孩的魂魄，留着是个祸害，我必须把它收了。好，只要伤不到你，舅舅愿意陪你一起去捉鬼。你才不是人，你全家都不是人。别废话，你姑奶奶我可没工夫陪你唠嗑，来动手吧。舅舅，我刚刚给你施了法，这周围的阴气现在伤不到你，我等下要开始捉鬼了，你不要怕。对了，这里有本书，宁宝用不上，就送给舅舅了。舅舅如果觉得无聊的话，就坐下来看书。等下不管发生什么事，舅舅都不要怕，不要管。沈君山接过宁宝递过来的书，翻了一下，直接愣住了。怎么这么巧？他爹当年用过的红缨枪在三清馆，他师父曾经教过他的武功秘籍只有上册，可没想到他找了多年的下册竟然也在宁宝这里。宁宝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小娃娃，你能看到我，而且还不怕我？我是来抓你的。好狂妄的小娃娃呀！不过经过交手，你确实有点本事。我竟然不知道这阳间竟然有道行这么深的人，而且还是个奶娃娃。还是说你根本不是人，只是幻化成人的模样来迷惑我的？你才不是人，你全家都不是人。别废话，你姑奶奶我可没工夫陪你唠嗑，来动手吧。宁宝说着，再次挥起桃木剑飞身而上。这一次他没再浪费时间，招招绝杀。几息功夫，恶鬼就被宁宝锁在镇皇府里。小天师，姑奶奶，求求您放了小的吧，小的保证再也不会作乱了，真的，小的若再说话，就让小的灰飞烟灭。哼，不用等以后，我等下就让你灰飞烟灭。你明明可以去投个好胎，可是你却在人间逗留，残害生灵。我残害生灵？恶鬼满脸绝望，接着狂风骤起，阴风阵阵。什么情况？怎么大白天的还有人照鬼差呀？这不明显难为鬼吗？哎呀，别说了，你忘了阎王爷说这位姑奶奶可不能得罪。他说什么，我们照办就行。那这个恶鬼作恶多端，身上有许多冤孽，你们把他带去18层地狱吧。对了，顺便给你们的阎王带句话，不要老是坐在地府喝茶唠嗑，阳间这么多游魂，也该好好管管了。鬼差面对宁宝的指责，只能点头哈腰。结束了？结束了。好饿呀，舅舅，要不我们吃完点东西再回去？好啊，宁宝饿了就先吃点东西，吃饱了我们再去，反正也不差这点时间。宁宝和沈君山追上大部队的时候，
穆招娣下在穆成荣身上的药性刚过，他现在终于相信宁宝之前给他下的是毒药了。宝，你回来了，吓死我了！我生怕呀你们找不回来。这林子里的路比想象的还难走，根本不是一条直线。不过还好啊，穆成荣生了怪毛病，一直躺在地上打滚，说是浑身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突然间又不疼了。刚刚还鬼哭狼嚎，这就突然不疼了？不会是装的吧？对呀，赵菊花可是宝贝他这大孙子宝贝的不行，之前都是穆大昌用板车推着他走，从来没见他自己下地走路。这林子可是很少进人，人家都说这种地方阴气重，你说这会不会是中邪了呀？中邪？哎呦，好像还真像。王婆子，你说谁中邪了？赵菊花，我说的是实话，你别不知好歹啊！我看你还是找桂枝家的小孙女过来看看吧。那小姑娘虽然年纪不大，听说本事还不错。我儿子说啊，昨天进山找水，全靠人家宁宝丫头拿着罗盘指路。赶快找宁宝给你孙子看看，万一真的中邪了，也能早点处理，要不然等邪气入体可就晚了。我家大孙子中邪了，宁宝，好孩子，大奶奶求求你，帮你成荣哥驱邪。没记错的话，这位大奶奶前天还说我是丫头片子、赔钱货，今天竟然就变成好孩子了。看来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做一个有用的、被需求的人，这样不喜欢你的人，就算是非常非常讨厌你，却不敢得罪你。大奶奶放心，只要穆成荣乖乖的，别再犯浑，应该就不会中邪。他现在是正常，而不是中邪。宁宝妹妹放心，我以后坚决不会再犯浑了。奶，我没事，真的，您看我好着呢。等我长大了，一定孝顺奶，让奶享福。马上要赶路了，奶快去爷身边吧。赵菊花最后只能无趣的离开。成荣，你真的没事吗？娘放心，我没事，我只是醒悟了。以前是我不懂事，经常让您生气。您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了。王文彩看着突然乖巧的儿子，忍不住把他拥在怀里，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爷奶，我带哥哥们去挖野菜，顺便带大辉吃草。好的，快去吧，注意安全啊，不要走太远了。宁宝、崇叶，你们要去干什么？我也要去。宁宝妹妹，你们是要去挖野菜吗？宁宝看着林佳玉的面容，愣了一下。哎呦，这小姐姐不错呀，和她竟然还有亲缘，也就是说，这林佳玉将来是做她嫂嫂的人。佳玉姐走，宁宝带你去挖野菜。成乐哥哥，你要一起去吗？妹妹，我送你回去找娘。哥哥，我想一起去，我要和宁宝妹妹玩。你放心，我不哭也不闹，我会自己走的。东阳，让佳玉跟着吧，等下我看着她和宁宝。好吧，那麻烦成乐了。谢谢成乐哥哥，成乐哥哥放心，我会乖乖的。走吧。穆成乐说着，就往前面飞奔，跳跃出去。原来三哥才是高手。走吧，我们快去挖野菜。宁宝应该还不知道吧？你三哥是我们之中身手最好、最敏捷的。我还以为三哥是个斯文的美哥哥。宁宝肯定是被你三哥的伪装给骗了。你刚到家里几天，长得又是软软糯糯的，你三哥为了给你留个好印象，这几天都忍着性子装斯文呢。吓的？三哥太看不起宁宝了。宁宝怎么可能会被吓到？宁宝可不是被吓大的，而是吃羊奶长大的。再说了，宁宝向来是个胆大心粗的好孩子。第二天一大早，宁宝，我可以跟着你们一起练吗？练舞非常辛苦，如果你不怕辛苦，可以坚持的话，就跟着一起练吧。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只要开始就不能半途而废。宁宝放心，我一定会坚持的。穆成荣说完，直接在宁宝身边扎起了马步。沈玉珍看着认真的孩子们，忍不住来到沈君山面前。大哥，我想让您教孩子们练舞。给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我看到爹的红缨枪了，
什么？怎么可能？当年那根红缨枪可是和爹一起失踪的。哥，你确定吗？爹的红缨枪？爹那杆枪，我从小玩到大的，绝对认不错。关键是红缨枪在宁宝那里，据宁宝说，那根红缨枪是三清道观里的。我问宁宝要了红缨枪，现在先放在宁宝那里保存着，等以后遇到三清道长再说，说不定能从他那里得到爹的消息。想到从前，兄妹俩心情都不怎么好。今天是建林子的第5日，村长一大早把大家聚在一起，开启了村会。大家都知道，我们又快断水了。今日我决定在这里停1日，找找水源。还是老规矩，每家至少派出1人，必须是成年男子。家里壮年多的也可以一起去，但是先说好，大家以和为贵，绝对不能因为争抢物资而伤了和气。春平啊，这次宁宝去吗？村长说，我还没问宁宝，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去啊。啊，那没关系，我现在问。宁宝，宁宝！村长爷，您喊宁宝有事吗？哈哈，哎，对呀，等会儿啊，你爹他们要进山找水，不知道你要不要去呀？去，村长爷，找水是大事，宁宝愿意尽一份力。哎呀，好，那就辛苦宁宝了。爹，出发的时候别忘了喊我，我去和娘他们说一声。好，快去吧，让你娘给你装点吃的和水，等下爹继续抱你。想到等下要进山，宁宝开心的蹦蹦跳跳的往回走。宁宝，村长爷喊你干什么？有事儿吗？四哥，爹他们要进山找水，村长爷问我要不要去。宁宝，你又要进山了，那你当心点，注意安全，累了就让爹背。知道了，四哥，我今日不能陪你玩了，你一定要乖乖的哈，等回来了我给你带好吃的。宁宝说完就跑开了。唉，我啥时候能和宁宝一样有本事啊？刚一进林子，姐姐，柱子，快去追！兔子，劫匪哥，你看到没？我竟然捡到一只兔子！你说这兔子为什么会自己撞树呢？难道说他也有烦恼？哎呀，他有没有烦恼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今天肯定是没有烦恼了，因为你家今天有肉吃了。爹，放我下来，我想自己走会儿。宁宝一下地就开始活动开了。穆春平则是紧跟在宁宝身边，寸步不离。突然，宁宝脚下一个不稳，直接往旁边的崖壁滚了过去。宁宝不怕，爹来了！可是当他跳下来时，看到宁宝正抱着一个像他小手臂粗的白萝卜在发愣。宁宝，摔疼了没？有没有受伤？没。宁宝，你这萝卜是哪儿来的？我看你怎么一直盯着它，是萝卜有问题吗？爹，我刚刚从上边滚下来的时候，这个东西绊了我一脚，我一生气就把它给拔下来了。爹，您看这好像不是萝卜，没有一点萝卜味。宁宝，这不是萝卜吗？可看起来就是形状有点奇怪的大白萝卜呀。啊，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东西我好像见过。去年大师兄还在道观的时候，我在他的药箱里见过，只不过他那一根比我这个小了很多。当时我记得师傅说那东西是好东西，大补还救命，说大师兄是白眼狼，有好东西不孝敬他。对了，我想起来了，师傅说那是人参。人参？宁宝，你没弄错吧？人参我也见过，村里以前有人在山上挖到过，只不过只有小手指那么粗，你这可这么大，如果是人参那可就是参王了呀。确实是参王，宁宝这颗人参价值连城，不能随便外露，你先收起来，等下其他人就找过来了。沈君山话音未落，宁宝就动作迅速的把人参收进了储物符。看看都成小脏妞了，告诉舅舅你刚刚在哪里找到的人参，我再过去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我从那上边滚下来的时候顺手拔的。我去看看。沈君山说完，一个跳跃就到了上面。穆春平看着自家大舅哥的身手，
眼里满满都是羡慕。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动静，沈君山知道林建飞等人找过来看看，不敢耽搁，直接飞身从坡上下来。宁宝，快点把这些都收起来。宁宝也不纠结，直接拿过人参往自己身上的小挎包里装。发财了，发财了！看到宁宝把人参收好，沈君山又把另一只手里提前挑出来的一根小点的人参递给宁宝。平哥，君山哥，宁宝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建飞叔叔，我没事。你看我还挖到了一根小萝卜，我爹说这个可以换很多好吃的。哎呦，宁宝，这可不是什么野萝卜，这是野山参。建飞叔，野山参可以换银子，可以换包子吗？当然可以，刚刚宁宝从坡上滚下来的时候顺手抓到的，现在时辰还早，要不我们上去看看，那附近还没有其他人参。好啊好啊！林建飞和他身后的4、5个人，每人都采到了一根人参。玲玲，你跑哪里去了？刚刚你家主子我都滚下山坡了。呵呵，那是因为你太笨，腿长得那么短，不摔跤才怪呢。果子很好吃，快吃吧快吃吧，吃了果子长高高。宁宝瞪了玲玲一眼，然后咔嚓咔嚓用力地啃了起来。哇，这个果子好好吃啊！玲玲，你在哪里摘的果子？顺路的话，我们可以摘一点回去给爷奶、舅母、娘和哥哥们吃。玲玲说出摘果子的地点，没想到刚好和宁宝他们找水的地方顺路，而且还不远。宁宝，你觉得我们今天能找到水吗？能，建飞叔放心，我们等下就能找到水源，而且这次水源丰盛，而且我没猜错的话，我们可能会碰到一条不浅的河呢。河？我都好久没有见过河了，有河那简直太好了。宁宝，叔最会抓鱼了，等下叔给你抓鱼吃，我们晌午就吃烤鱼。好啊，快晌午了，那我们快出发吧，今天晌午就吃烤鱼。唉，也不知道他师傅怎么样了，突然有点想那傲娇的小老头了。此时被宁宝惦记的3星道长，你这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我看着这么眼熟？哦，这个是我刚刚捡的一块布上的，我觉得这2根带子有点碍事，就把它给割了。嘿，你还别说，这带子挺结实的，用来绑兔子还挺好的。割了？你说你刚刚捡了块布，那块布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没了那些带子做个手帕还不错，虽然形状有点奇怪，但是勉强还能用，反正给我家小徒儿擦鼻涕也不用太过挑剔。好啊，你个老不正经的，不仅偷了老娘的肚兜，竟然还偷偷的塞在怀里。贫道没有。立马把那块布像是烫手山芋一样从怀里掏出来扔了出去。贫道，好啊，你这个老不正经的，竟然还是一个道士。身为道士，不好好清修，你竟然还跑过来偷良家妇女的肚兜。误会，真的是误会，贫道真的没有偷你的肚兜。哎，你这妇人怎么和你说不清楚呢？你是玲玲？对啊，正是本猫，如假包换。啊，你可以说话啦。对啊，因为主子收服作恶多端的女鬼，又让纯善胎灵去投胎，功德大增，我的灵力也就大涨，所以我的体型不仅增大了，还能开口说话了。能说话倒是方便交流，不过你也不能随便说话，要不然别人会把你当成妖怪烧掉的。不过你这突然变大，再跟着我，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玲玲听到自己主子想赶自己走，立马朝宁宝身上蹭了蹭，没想到因为体型差距，直接把毫无防备的宁宝给一屁股撞在地上。宁宝更加郁闷了。主子，我不是故意的，其实我体型大也是有好处的。您看，以前是你用挎包背着我，以后我就可以驮着您到处跑了。您可以把我当做坐骑，这样你也不用你爹背了，我驮着您，您爹那边不是轻松了不少吗？坐起来还挺舒服，不硌屁股。
宁宝轻拍了一下玲玲的脑门。走吧，去找爹。哎，你突然变这么大，该如何和爹他们解释呢？真伤脑筋。主子，这有什么好发愁的？到时候你就说我是原来那只小玲玲的哥哥，就说我回我爹娘身边学本事去了，让哥哥来主子身边见见世面。哥哥，好像也行。那你以后就是玲玲的哥哥，可是叫你什么呢？算了，你还是叫玲玲吧。起名这件事太伤脑筋，本宝宝学问有限，就不费那个劲儿了。有那个精力，我还不如好好长个子呢。主子抓我了，我要出发了。宁宝轻拍了他一下，示意他准备好了。躺在玲玲背上，宁宝觉得非常惬意。宁宝怎么样？受伤没？爹，我没事，你放心，我没有受伤。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宁宝指着大号玲玲。爹，这是玲玲的哥哥。刚刚我们碰到玲玲的爹娘和哥哥了。原来玲玲太调皮了，自己偷跑了出来。他爹娘不放心，就出来找他。刚刚碰到玲玲，就跟他爹娘一起回去学本事了。玲玲怕我寂寞，就把他哥哥留在我身边。起名太麻烦了，以后玲玲哥哥也叫玲玲吧，反正都是猫。宁宝，你这猫到底什么品种？好神奇啊！你看琳琳那么小，就像大人的拳头那么大，可是他的哥哥体型却这么大，竟然像老虎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他和琳琳长得一样，我绝对不相信他们是同一个品种。爹，可能是因为玲玲是女孩子，他哥哥是男孩子，所以体型相差有点大。毕竟女孩子一般都是娇小可爱的，像宁宝一样。对，我们宁宝最是娇小可爱。宁宝，时辰不早了，要不我们先吃完午饭再赶路吧？可是大哥和舅舅他们都等着你呢，他们一定很担心我们。咕噜一下，不许叫。宁宝，爹饿了。爹饿了？那我们就先吃饭吧，饿肚子可不好受。爹，你想吃什么包子、馒头、窝头、饼子？宁宝这里什么都有。沈君山这边回来了，爹和妹妹回来了。哎呀，春平、宁宝，你们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啊？是啊，你们怎么样？这大白天的遇见鬼，可见这鬼不简单呢。各位叔伯，你们放心，我们没事，剑飞叔也没事。我现在需要给剑飞叔施法，叔伯们需要散开一点。要不这样吧，等下剑飞叔恢复好，我们就可以回去了。趁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把水装好，之前捡的猎物大家可以凑着河水处理好，要不然等回到营地没有水，处理起来不方便。听了宁宝的话，大家觉得非常有道理，也都不再耽搁，立马分散开来忙活去了。舅舅，这些药丸是消退血腥味的，我看叔伯们捡的猎物不少，等下处理起来肯定会有很大的血腥味，万一招来猛兽就不好了。麻烦舅舅把这些捏碎撒在河水里，或者是宰杀猎物的地方。以前只听说过有这么神奇的药，没想到今天竟然遇见了。宁宝，你不会是要告诉舅舅你其实是个制药高手吧？嘿嘿，舅舅还真不是，我只对玄学和符箓卦谱方面有天赋，医学制药方面我只会一点点皮毛。不过好在药丸我身上有许多都是我大师兄给我的，我师兄们都非常厉害。我大师兄是我们龙源国医药世家白家第13代传人，我二师兄的爹是京城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物，还有我三师兄，他们家有很多很多的银子。我师父说三师兄家里的银子比国库都多，我师父让我抱紧三师兄的大腿有肉吃，还有我四师兄。听到宁宝说这些人物，突然沈君山有点好奇，这位三清道长到底是何许人物了？大家都在各自忙碌，宁宝正在认真的施法，把林剑飞的魂魄归位。爹，这大猫是刚刚宁宝骑回来的吗？看起来倒和玲玲有点相似，可是却比玲玲大了不少。对了，爹，玲玲呢？怎么没看到她呀？
哦，宁宝说这是玲玲的哥哥，宁宝不想费事起名字，所以他也叫玲玲。原来的那只玲玲被他爹娘接走了。穆春平直接把宁宝忽悠他的那套说辞说了一遍。刚好沈君山忙完走了过来，他听到穆春平的话，呵，玲玲的哥哥，这只猫能一下子变这么大，肯定不简单。猫都喜欢吃鱼，你虽然长得大了一点，不过总归是猫，你应该也喜欢吃鱼吧？看着穆承安手里的鱼，他微微点头。那你喜欢吃生的还是熟的？你妹妹好像也喜欢吃鱼，可惜之前她在的时候我们没遇到河，也没办法抓鱼给她吃。今天这河里刚好有许多鱼，等下我多抓点带回家给你吃。以后要辛苦你驮着我妹妹了，我妹妹年龄小，您平时走路的时候慢一点，不要颠着她了。玲玲心里忍不住啧啧两声，他家主子的大哥可是宠他主子宠得没边了。宁宝这边施法完毕，林建飞就立马睁开了双眼。宁宝丫头，你又救了叔一次，叔都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了。建飞叔，我们都是自己人，不用感谢，只要你好好的就可以了。叔，时候不早了，我们收拾一下，早点回去吧。对了，叔，托您的福，咱们今晚吃肉。好，那我们快点回去煮肉吃吧。爷奶，你们在干什么？是爷爷的腿又痛了吗？来，宁宝帮爷爷呼呼。宁宝说着，直接伸出小胖手，轻轻地揉了揉穆大圣的小腿。爷爷这腿当初一定很疼，现在不能走路，爷爷一定非常伤心。不过爷爷放心，等到我们安定下来，我就给大师兄写信。我大师兄是特别厉害的大夫，到时候大师兄出手，一定会治好爷爷的。原本情绪低落的穆大圣看到自家小孙女儿，立马好了不少。他要好好活着，不管他的腿能不能好，他都不能轻易放弃生命。感觉到自家爷爷身上消极的死气消失，宁宝也安心了不少。此时一处官道上，吁，主子，您是不是着凉了？要不然我们停下来休息会儿吧。没事儿，我没着凉，说不一定是小师妹惦记我了。边陲大汉也不知道他和师傅怎么样。主子，您师傅和小师妹都是能人，肯定不会坐以待毙的。我倒是希望他们能待在三星山上，毕竟道观里物资丰厚，足够师傅和宁宝还有范老三人生活一段时间了。整个边陲的人都在逃荒，听说那边尸横遍野，宁宝又有那种特殊能力，到时候灵体满目，他一个小娃娃该如何处理是好？我身为大师兄应该第一时间赶过去的，可是我却……没事的，主子，你也是有事耽搁了，我相信道长和宁宝小姐一定会没事的。哎呀，赶路吧，我们早一点到，也能早点见到他们。爷奶，你们看，我爹他们今天带回来了很多猎物，妹妹说今天要吃肉。今天吃肉。承安，怎么回事？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猎物啊？穆承安看了宁宝一眼，看他没反对，就直接把今天在山里遇到的事儿全部说了一遍。此时林建飞也正在和家人说今日的事。哎呦我去，我这眼光也太好了，没想到我看上的男人竟然被鬼给看上了，看来这鬼眼光不错。你们都这么好奇女鬼，难道都不担心我吗？有什么好担心的？不是有宁宝在吗？只要宁宝出手，别说一个女鬼了，就是一群也没有关系。对，有宁宝在，我们什么鬼都不怕。别看宁宝年纪小，那人家本事大着呢。第二天一早，又是福祸相依，可能有血光之灾，又可能会发一笔横财。这荒山野岭的，到哪里去发横财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几位小兄弟，我们也是出来逃难的，身上实在没有分文，不知诸位可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那可不行，就算我想给你方便，我手上的刀也不愿意啊。现在这年头大家也都不容易，我也不为难你们。这样吧，你们识相的呢，就把身上的银钱和吃食全部留下，要不然就把命留下。既然不肯给我们方便，
那我们就只能硬闯了。村长说完，看向身后的村民。春平、有才、林海，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等下打起来，你们尽量带着村民往林子里面撤，保证把大家一个不少的带出去。君山，你身手矫健，就和我一起带着村里青壮和他们拼了。村长说，您是咱们村的主心骨，有你在，大家心里才心安。您留下来看着大家撤离，我陪剑飞断后。哎呀，可你爹那边儿……村长叔放心，家里孩子们都大了，我爹那边会照顾好他们的。现在有坏人要打，宁宝的小眼睛咕噜咕噜直转。他骑着玲玲来到穆春平和村长跟前。村长爷，您带着乡亲们往东边2里地里的山坳等着我们，那边风水好，可避难。等你们？宁宝啊，你这是不打算和我们一起撤离？村长爷，您之前说过，遇到危险不能退缩，有战斗能力的人都要主动站出来战斗。我可是很有战斗能力的人。春平啊，你闺女儿你来决定吧。其实说实话，这丫头确实是我们所有人里面战力最强的。宁宝一起跟着去，我可能会更放心。可是她年龄太小了，才3岁半，我不能为了我们大家的平安，就让一个奶娃娃去战斗。关于宁宝的事情，肯定是要你们做家长的决定的。要不你们商量一下，我先去后面看看乡亲们都跟上了没有。爹，您知道的，我吃得多，力气大，我沙包大的拳头非常有力气，那些土匪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您就让我去吧，我保证不拖你们后腿。宁宝，你认为爹不让你去是怕你拖后腿吗？不是的，爹是担心宁宝安全，可是宁宝也担心爹和舅舅的安全。宁宝算过了，这次会有血光之灾，所以……哎，好吧，那你就跟着一起去吧。不过你要记着，在爹心里，你的命非常非常重要。若是遇到危险，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宁宝骑在玲玲身上，玲玲快走，我们去打架。听到自家主子的指令，他撒开爪子就飞了出去。猫，好大的猫啊！怎么有股不好的预感？不会是碰到硬骨头了吧？舅舅，看来我们要分开行动了。那边阴气很重，你们过去也帮不上忙，还是我和玲玲过去看看吧。剩下的土匪就辛苦舅舅和叔伯们了。那些土匪可能是去拦截村长爷他们去了，所以为了亲人们的安全，今天我们就只能大开杀戒了。这群土匪可没几个良善之辈，今天绝对不能让他们走出林子。宁宝，你要小心点，注意安全。如果打不过我们就跑，记住安全第一，千万不要硬撑，任何事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人类娃娃？怎么可能？为什么一个人类娃娃身上有那么多灵气？你是人还是鬼？你这小娃娃好没礼貌。不过不要紧，反正只要吃起来美味就行了。切，你想吃我？哼，你这老怪物口气还真不小。小娃娃听好了，本君不是怪物，本君是神君，你可以叫本君无涯神君。老怪物，你听好了，我是你姑奶奶，一个老怪物而已，竟然自称神君，也不知道谁给你的脸。乌鸦神君听了宁宝的话，直接动怒，头顶的黑雾瞬间弥漫了起来。从宁宝的角度看，他乌鸦神君的头顶正在往外冒黑烟。玲玲，你看，原来范老说有的人坏的头顶冒黑烟是真的。他这是坏透顶了。灵宠？这竟然是灵宠？不对，灵宠怎么会出现在人类世界，还做了人类的坐骑？老怪物，动手吧！你姑奶奶我还急着回家吃饭呢。对，老怪物，别假逼逼，快动手吧！我家主子肚子饿了。好，既然你们那么着急来给本君当养分，那就过来吧，反正本君也饿了。
黑雾在老怪物的周围弥漫，像是在表达它的快乐。这老怪物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那么臭？你不会是在粪坑里长大的屎壳郎吧？锁魂链，地府的锁魂链，你怎么会有锁魂链？哼，不就是一根锁魂链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本姑奶奶我可是连地府的阎罗殿都去过。对了，我去阎罗殿可是阎罗王亲自招待的。老怪物，本姑奶奶发现你知道的还挺多，快来说说你到底是谁？你这小娃娃怎么年纪轻轻就记性不好？本君不是自己告诉过你吗？本君是乌鸦神君。哼哼，神君？就你还神君呢？老怪物，你是不是从来不照镜子的？不过想想也是了，就你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肯定没有镜子。主子，没有镜子也没关系，他可以撒泡尿照照呀。玲玲说的有道理。无耻小儿，过来送死吧！终于被宁宝激怒的乌鸦神君直接出掌，朝宁宝和玲玲袭来。几个回合，宁宝毫发无损，乌鸦的功力却减退不少。宁宝此时也算出了乌鸦的大致身份。你是地府的鬼差吗？你既然是地府的人，那肯定也是死过的人，能在地府混个鬼差当当也挺不容易的。你不好好的在地府当差，到阳间凑什么热闹？你懂什么？你以为在地府当差就能安稳吗？前世我本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去世时才刚刚25岁，我家祖辈都是当地有功德的善人。我去世时，我爹娘给我烧了无数珠宝房产，因功德浓厚，再加上有功名和足够的银钱，到了地府我并没有被送去投胎，而是给了一个考鬼差的名额。我以为的考试是像阳间那样公平公正的考，没想到阴间所谓的考试是看谁能给上级送更多的阴钞。我掏空的积蓄才勉强当了个最底层的鬼差，在地府做着最脏最累的活儿。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安稳了，可是没想到每到节假日，我的那些顶头上司都会过来要孝敬。我没办法，我只能给父母托梦。那年我父母在给我烧纸钱的路上出了意外，双双去世。我本以为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们到阴间就可以一家团聚了。可是我在地府门口等了许多天都没有等到他们。后来和我要好的鬼差告诉我，我父母前世是大善人，功德深厚，本来他们是可以去投个好胎，下一世可以家庭和睦，儿孙满堂，寿终正寝的。可是因为我许久没有给上头的阴官孝敬银子了，他们为了报复我，直接把我爹娘送去了畜生道投胎。我爹娘那么好的人，因为我吃尽了苦头。既然地府容不下我，我就只好离开地府出来修炼。等我有一天神功大成，我一定会打回地府，把所有欺负我的人都挫骨扬灰。唉，听起来好像挺可怜的，可是你可怜，你也不能滥杀无辜啊。地府我也是去过的，下边的鬼差阴官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阎罗王我是见过的。我觉得虽然阎罗王长得有点潦草，他人还不错，看起来挺好相处的。你如果有冤屈，就去阎罗王那里说道说道。哼，阎罗王怎么可能是我这种最底层的鬼差能见到的？地府的阎罗王就像是我们阳间的皇上，你认为皇上是谁想见就能见的人吗？再说经历了这么多事，也已经看明白了，仇要自己亲手报才过瘾。说实话，你这小娃娃还挺不错的，突然有点不想对你下手。不过为了我的神功，只能对你说声对不起了。老怪物说完，直接出掌朝宁宝袭击。宁宝和老怪物打斗在了一起，这老怪物也不简单，没多大会儿，双方就打了110个回合。就在宁宝准备再次出手的时候，主子拿一个不用的罐子来。于是宁宝没有犹豫，直接拿出一个陶罐。嘿嘿，主子，您还不知道吧？我的尿可是阴鬼的克星，我已经好多年没尿过了。今天看到这怪物，刚好有点尿意，我想着我这尿非常难得，刚好被这老怪物赶上了，怎么都不能浪费。主子，我先方便方便，您要不要先回避一下？还没打过瘾呢，你确定你要在这里尿？主子，活猫不能被尿憋死。
玲玲说完，没等宁宝反应，然后跑到一旁去方便了。等玲玲神清气爽的回来，嘿嘿，主子闪开！宁宝闪开的瞬间，玲玲四爪飞扬，把她刚刚接的一陶罐尿全部从老怪物头顶洒下。尿液接触老怪物的一刹那，老怪物的周身黑雾弥漫，滋滋声响。片刻之后，黑雾散去，好不容易修炼出来的实体被玲玲一泡尿就给尿没了。趁老怪物灵体受损，宁宝趁机扔出锁魂符，把他的魂魄困在符纸里，让他接受地府律法的审判。宁宝，宁宝，宁宝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舅舅放心，我没受伤，那怪物已经被我给抓了。可是，舅舅，我这边有点事要处理，暂时没办法和你一起回去。不过您放心，我把事情处理完就去找你们。宁宝，你要去哪里？现在可是荒年，多处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舅舅知道你有本事，可是你本事再大也是个3岁多的娃娃，你一个人去，舅舅实在是不放心。你看这样行不行？舅舅带你去，舅舅别的本事没有，蛮力还是有的。你想去哪里，舅舅陪你去，这样家里人也能放心一点。舅舅，我去的地方你去不了。去不了？哎，宝儿，什么地方舅舅去不了？你是不是怕舅舅拖你后腿啊？地府。地府？宁宝，舅舅没听错吧？你要去地府？地府不是只有死人才能去吗？你怎么去？要先自杀吗？那不行，多危险啊！万一你出点什么事儿，你爷奶爹娘他们该担心了。特别是你爷奶，他们年纪大了，本就身体不好，万一你出点什么事儿，他们说不一定会去地府找你。舅舅您放心，我八字特殊，可以肉身去地府，就是不能待时间长了，最多3天。3天后我一定回来。这洞中的情景你也看到了，那个自称无涯神君的老怪物，原是地府中的一个最底层的鬼差，因在地府被人不公平对待，久而久之怨念越来越深。后来他机缘巧合得到一本修炼邪功的秘籍，于是他逃出了地府，到这里来修炼。这100多具白骨就是他修炼的后果。现在他们的魂体全部被我收了起来，这无涯的事要处理，需要地府那边配合，所以这地府我必须要走一趟。可舅舅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宁宝，这地府舅舅没去过，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一个人一定要小心，如果遇到危险就要赶快离开。你要记住，什么东西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主子，我们去地府还需要偷偷摸摸的去吗？只是一个阎罗殿而已，主子想怎么去就怎么去，谅他阎罗王也不敢说什么。再说了，我们这次可是去兴师问罪的，就应该光明正大的打进去。强龙不压地头蛇，你知不知道？主子，那我们是强龙还是地头蛇呀？玲玲，你好落后啊！这么通俗的话你竟然听不懂。算了，谁让你是一只猫呢？毕竟猫是听不懂人话的。主子，玲玲听得懂您说话。主子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地头蛇。走吧，抓紧时间把事情办了，家里人都等着呢。我们如果回去晚了，他们肯定会担心。进了地府，宁宝熟门熟路的带着玲玲去了阎罗殿。主子，我怎么感觉黑无常刚刚好像看到我们了？其实这隐身符说白了也就是障眼法，糊弄糊弄普通人还可以，如果是灵力高强的人肯定是会察觉的。这黑无常可是地府的七爷，算是级别非常高了，想必能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走吧，我们先去阎罗殿，今天必须要和阎罗王好好唠唠。阎罗殿偏殿，之前我一直在闭关，这次出来后我总觉得我们这地府有许多不足，特别是下边的鬼差非常懒散，还有就是鬼差之间有许多不良嗜好，比如赌钱，再比如滥用职权等。你们几个是本王最为得力的人，平时不忙的时候多往各处走走，特别是最底层，我们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不管是神界、仙界、妖界还是魔界，都不怎么安稳。
特别是神界九重天那些小辈，个个古灵精怪，万一不小心被他们抓了小辫子，那可就丢人丢大发了。突然他的胡子一疼，感觉好像有人在拔他的胡子。不知是何方高人驾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宁宝回过神来，听到阎罗王在喊他，直接带着玲玲现出了真身。阎罗王，好巧啊，我们又见面了。我是穆婉宁，小名宁宝，不过宁宝只有我的家人能喊，阎王不介意的话，可以喊我穆婉宁。哎呦，小姑奶奶，不对，是婉宁，婉宁来了，哈哈，有失远迎，婉宁快坐。今日我来是有点小事要查，耽误阎王时间了，实在抱歉。哈哈，姑娘有事但说无妨。宁宝没说话，直接扔出一张符，几息功夫，乌鸦就出现在殿内。啊，是这样子的，这位据说原是你们地府的鬼差，今日被我在阳间碰到，他在阳间害了108个人，并且吃了他们的命魂。这位还在阳间自称无涯神君，我就是想问问阎王，你们地府是不是没有一点规矩律法？一个小小的鬼差都能在阳间作恶，还自称神君？还是说是您这个阎王失职，一个鬼差就能害阳间100多人？整个地府那么多鬼差，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不是用不了几日就把整个阳间都给灭了？不会的，小姑奶奶您放心，我们地府向来律法严谨，至于您刚刚说的事儿，有可能会有，毕竟再严谨的法律也会出现老鼠屎。而且本王闭关了200年，才刚刚出关没多久。不过你放心，就算是在本王闭关期间出了事儿，那也是本王的责任，本王一定会严查的。白无常、文武判官，你们是本王最信任的人，本王闭关期间把阎罗殿交给你们管理，可是却捅出这么大的篓子。这件事稍后本王再和你们算账，现在这人就交给你们审问，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绝对不可以包庇冤判。主子，要不我们旁听一下？听到宁宝和他的灵宠要旁听，阎罗王也只能陪着一起旁听。阎罗王知道眼前这位小姑奶奶饭量大，直接让人准备了18桌大餐，10多筐的水果蔬菜。你这阎罗殿实在是没啥好玩的，既然事情都处理好了，那我就先离开了，你别想我哦。不想，绝对不想。不过就算你想我也没关系，下次你这阎罗殿再搞出幺蛾子，本姑奶奶不介意再来住3天。阎罗王和众鬼差听了宁宝的话，额头冷汗直流。玲玲雄赳赳气昂昂的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她前面2条腿刚踏出地府的门，后面尾巴还没有出来，就听到砰的一声，地府的大门被紧紧的关了起来。主子，这地府的人太没有礼貌了，哪有这样对待客人的？没有啊，我倒觉得这地府的人还挺好客的，我们现在可是吃饱喝足了，还拿了不少。你看刚刚他们还对我们恋恋不舍，看来以后我们可以经常来。主子，你确定人家是恋恋不舍，而不是着急送客？宁宝，琳琳，走，我们去找爹娘和爷奶他们。我刚刚看了咱们上林村的人，现在都在之前撤退的那个山坳里，肯定是村长爷他们在那里等我们呢。主子，看你这么着急见家人，那我们为什么不用飞行服啊？这样不是眨眼功夫就到了？飞行服是好用，我也会画，可是我虽然手巧，没有米粮，咱也没办法做饭呀。主子，应该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后您还是多读点书吧，有学问的女孩最是有魅力。你这是鄙视你家主子我没学问？没，主子我发誓绝对没有。切，我知道你就是那个意思，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大师兄说了，我才3岁多，以后再学也来得及。哈，3岁看老，拿起书就犯困的人活500岁也一样，学不进去。哼，别以为你小声我就听不到，我又不是看所有的书都会睡着。
你给我一本符箓玄学书，我保准翻一遍就能倒背如流，整个三清道观，谁也没我学得快。唉，符是好用又方便，可惜画符用的朱砂和黄纸都不多了。在这逃荒路上，想买到上好的朱砂和黄纸有点难，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的符纸要节省着用。好，干什么来着？哦，对，好刀要用在刀刃上。本来我还想着在地府顺点朱砂和黄纸的，没想到那么大个地府竟然没这些东西。唉，老爷太穷了。咱家主子是不是有点傻呀？地府都是俗话说的阴间，也是鬼魂的地盘。你这朱砂和黄纸都是鬼的克星，人家怎么可能会放这些东西啊？唉，算了，自家主子现在还是个孩子，不能对他要求太多。一人一猫一边走一边唠，路上顺便还抓了一大窝野猪。哎呀，这群野猪啊，是妥妥的自己上门去送死呢。切，你懂啥？我这是请野猪一家3代回去做客。好吧，你是主子，你说什么都是对的。三哥，宁宝回来了吗？爹，舅舅，快去救宁宝！一群野猪正在追宁宝。舒家众人听到穆成乐的喊声，直接惊呆了。村长说，野猪太多，对付起来可能没那么容易，说不一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就不让村里人和我们一起冒险了。宁宝是我们家的孩子，我和春平去就行了。春平，我去引开野猪，你找机会去救宁宝。好，我去救宁宝。与此同时，树上的穆成乐也已经快速爬下树，不等大人反应就跑了出去。跟在他身后的还有穆成安、穆成居、沈思健和沈思康。5岁的穆成业看到哥哥们都去救妹妹了，他拿起自己的小木棍，撒腿就往外跑。只不过他还没跑几步，就被走过来的赵菊花给一把抓住了。哎呦，成业啊，你着急忙慌的干啥去？大奶奶，我有急事，你快放开我！你不会是要去救宁宝吧？刚刚你舅舅可是说了，那野猪有一群，就你啊，比猪尾巴没高多少，还没猪腿长呢，竟然还要去打野猪，哼，也不怕被野猪一泡尿给淹没了。大奶奶，我什么我？走，跟我回去。打野猪的事是你能干的吗？啊，家里有大人呐，你给我回去老实待着。宁宝，爹爹，舅舅，你们是要在这里杀猪吗？宁宝非常开心，他灵活地从玲玲背上跳下来。爹，你和舅舅是来接我的吗？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啦？宁宝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吓到？爹，您看我没受伤，我好好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没掉，而且有可能还重了几斤。宁宝，这些野猪是怎么回事？舅舅，怎么样？这几头野猪够肥吧？这是我回来的路上顺手抓的。之前打土匪，有许多叔伯都受伤了，刚好这些野猪可以给大伙儿改善伙食，补营养。你抓的？现在的野猪都这么温顺有规矩的吗？我怎么记得以前我们抓个野猪都要把它打晕打死，它才会放弃抵抗，任我们宰杀。可宁宝抓着野猪，好像是站在那里排队等着宰杀一样。爹，您猜对了，这些野猪还真的在排队等着宰杀。穆春平、沈君山，宁宝，妹妹。穆成安、沈思健兄弟几个快步跑了过来。当确认宁宝没有受伤，大家才放心了不少。爹，舅舅，这些野猪就交给你们了，我先回去看爷爷，顺便把村长喊过来。宁宝说完，就带着玲玲跟着哥哥们跑开了。这野猪真的是在乖乖等死。快动手吧，后面还有猪等着呢。丫头啊，这几头野猪可不小啊，竟然值不少银子。你真的愿意送给大家吃？愿意，村长爷，这些野猪虽然值不少银子，可是我们在这荒山野林里也卖不出去啊。最近大家都辛苦了，还有不少人受了伤，接下来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今天刚好运气好，
碰到这么多野猪，就顺手抓几头回来，给大伙添个菜，这也不算什么。不过也就这一顿而已，以后我们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全部按照咱们村的规矩来。这顿就算是我们家请乡亲们的。哎呀，好，那我替村民们就谢谢宁宝了。这边交给我们看着就行。宁宝啊，你快回去看看你爷爷奶奶吧，他们一定非常担心你呀。宁宝回来了，大家也就安心的忙活了起来。村长爷，您刚刚说土匪窝，土匪也有窝吗？是之前我们遇到的那群土匪吗？大家身上的伤都养得差不多了，明天肯定是要继续赶路的。早点赶路也行，因为天旱，我们出来这么久都没有遇到雨天。可是今天我感觉有点不一样，今天一整天我都觉得腿上凉疼。自从受伤以后，一到阴雨天，我的腿就会有这种感觉。大圣哥，你说今日会下雨？对，按照我以往的经验，这场雨最迟不会超过3日，最早是明天夜里。所以我们明天肯定要离开这里了，最好是能找个可以避雨的地方。现在可是深秋了，如果淋了雨，难免不会得风寒的。哎呀，原本想着明天赶路是想着离土匪老窝远一点，可没想到却成了躲雨。村长爷，您刚刚说土匪窝，土匪也有窝吗？是之前我们遇到的那群土匪吗？没错，就是那群土匪。昨天我们的人在林子里发现有陌生人，就追了过去，发现我们那天遇见的那群土匪就住在后边山上，离这边不远的山洞里。山洞？啊，村长爷，您的意思是土匪住的地方有山洞？对呀，他们在找地方躲雨，而土匪刚好有山洞。村长爷，那群土匪应该被我们解决的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就去他们的山洞避雨吧。你看我们村几百口人，明天就算出发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地方避雨。秋末的雨可是非常凉的，万一淋了雨，一场风寒肯定跑不了了。这个时候得了风寒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哎呀，可是宁宝啊，那是土匪窝呀。村长爷，就是因为是土匪窝，我们去抢占了，才不会有心理负担。好吧，那我们就去土匪窝。怎么抢？什么时候去？宁宝可有什么计划说来听听？村长爷，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派人去土匪窝打探虚实，如果可以的话，直接把土匪窝里的人清理或者控制了。而这个人选不宜过多，最好是武功好、身手灵活，既能掐又能算，还能打的。宁宝，你想去土匪窝？这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宁宝，你觉得谁去比较合适？爷爷，当然是我去了。您看我个子小，随便找个地方都能藏身，比较灵巧。再加上我能阴能阳，能掐会算，能文能武。如果你们实在不放心，就让我舅舅跟我一起去。大圣啊，你怎么看呢？君山、春平，你们过来一下。爹，村长叔，大圣叔，村长叔，我这腿今日一早就开始不舒服了。我预测这2日会下雨，而且雨势应该还不小。金山，宁宝丫头说要和你一起去土匪窝探探。春平、宁宝是你闺女，能不能去你也一起听听？宁宝想要去土匪窝避雨？舅舅好聪明啊！刚刚我算了一下，按照我们的正常路线，前边根本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如果我们明日正常出发，肯定会淋雨，到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得风寒，缺医少药，没物没衣，对我们来说可是一场灾难。相反的，土匪窝是现成的避雨地方，去那里避雨再合适不过。村长叔，大圣叔宁宝说的有道理，那会儿土匪死的死，伤的伤，应该没有多少反抗能力，我愿意陪宁宝走一趟。宁宝一定要去土匪窝吗？对，一定要去，只有这一条路有生机。好，那就去吧。
那些土匪都是穷凶极恶之人，灵宝一定要小心，跟紧你舅舅，记得凡事都要听你舅舅的，绝对不能乱跑。玲玲，我和舅舅进洞看看，你在这边找个地方躲起来。主子，您就不能给我也隐身一下吗？玲玲说完，还嫌弃地往周围看了看。这山寨中基本上都是5大3粗的糙汉子，男的最喜欢随地小便。好吧，确实挺臭的，那就给你一张隐身符吧。唉，我这符纸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城镇，我也好买点画符的原料。快了，村长说正常出发的话，再有5、6日就能出林子，出了林子就有城镇，到时候我们可以进城看看，能安家就安家，不能安家就补充点物资。隐身之后，沈君山一直跟在宁宝身边，他的目的就是保护宁宝，让宁宝玩得开心。第二天一早，四哥，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是谁欺负你了吗？还是身体不舒服？宁宝说着，还伸出小胖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不烫啊。宁宝，村长爷爷说今天到了土匪窝以后要去山里打猎，大哥和表哥他们都可以去，就我们几个小的不可以去。宁宝，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得像大哥一样大？表哥12岁，大哥11岁，五哥你才5岁，等个6、7年就可以和他们一样大了。好像也不是年龄的问题啊。说白了，还是因为他没本事。想通之后，跑到一边扎马步去了。四哥他好认真啊，这就是师傅说的笨鸟先飞吗？哎，看来四哥是想做个笨鸟。四哥好认真啊。你四哥这可不是认真，他是在赌气呢。赌气？三哥，四哥为什么要赌气？还不是因为今天进山打猎的事儿。舅舅说大哥和大表哥是家里的长子，他们也11、12岁了，可以跟着进山锻炼锻炼，而我们这些10岁以下的年龄太小，功夫也不行，跟着净添乱，还是在家里玩泥巴吧。他们这是歧视，我们10岁以下的厉害着呢，能做的事情多着呢。二哥，你想去打猎吗？想，非常想。男孩子应该没有几个不喜欢打猎的。哥哥们等着，等下宁宝带你们去打猎。宁宝说完，像个要出征的女将军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转身往穆大圣跟前走去。哇，还是巨表哥厉害，不愧是我们之中最聪明，学东西最快的。好说好说。爷爷早上好，爷爷您吃早饭了吗？好，爷爷吃过早饭了。宁宝吃饱了吗？等一下我们就出发了，吃不饱可没力气赶路哦。嘿嘿，饱了，爷爷您看饱饱的。爷爷，宁宝乖吗？乖，我们宁宝是最乖的孩子，没有之一。那宁宝来了之后，有给大家添麻烦吗？没，我们家宁宝是最乖最讨喜的孩子。你来了家里以后，不仅没有给我们添麻烦，还帮助了我们许多。如果没有你，我这把老骨头说不一定早没了。你呀，就是我们家的小福星。爷爷说话宁宝非常非常喜欢。那小福星问你，我们家的孩子是不是都很乖？我觉得哥哥们也很乖，爷爷您说对不对？对，都乖，你们都是乖孩子。爷爷，您看我们这逃荒之路还不知道有多久，我们家孩子们又多，大人出去打猎找水的时候，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也不能一直这样在家里玩泥巴。宁宝有什么想法？爷爷，我觉得我们应该组建一个孩童野外小分队。孩童野外小分队？爷爷，这孩童野外小分队就是为我们家10岁以下的孩子建的。您看我们一大家子有6、7个孩子，除了大哥和大表哥，
我们还有5个半大的、懂事的、乖巧的、聪明的孩子。我们这些孩子年龄虽小，可是能做的事情却有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去挖野菜、挖草药。野菜可以吃，草药可以卖银子。我们还可以放驴捡柴，而且在大人去打猎时，我们可以在山脚撵兔子、野鸡啥的。总归，我们虽小，作用挺大。主要是您要给我们发挥的空间。平时我们练功夫啥的，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可是这功夫光练不用也不行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野外小分队，由我做队长。宁宝是不是特别想建立这个小分队？特别想当队长。好，那我们宁宝就当队长。爷爷，您答应了？对，答应了。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千万要记住，妹妹的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绝对不可以做冒险有危险的事。如果让妹妹受一点点伤，你们这个野外小分队就原地取消。你们几个别只顾着玩，你们记住，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妹妹，妹妹安全最重要，妹妹开心最重要。沐橙叶沐橙乐，没有爱了。我来说2句。今天是我们小分队成立的第1天，我先说说我们小分队的队规。其实队规很简单，只有1句话，那就是安全第一。只有我们安全了，我们的父母长辈才能够放心。只有我们安全了，我们的小分队才能长长久久的存在。只有我们安全了。虫乐、虫叶，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排队？我妹妹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成立野外小分队。野外小分队？虫叶，什么是野外小分队？听起来好像很好玩的样子。东阳哥，我们这小分队可是能做很多事的，不是玩的。虫叶，你快告诉我，小分队都能做什么事儿？我们可以抓兔子、抓野鸡，还可以抓鱼、摸虾、挖野菜、挖草药。反正妹妹说了，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也要加入野外小分队！林东阳一声大喊，不仅喊停了宁宝队长的讲话，还把周围一直注意着这边动静的几个孩子给吸引了。东阳哥，我们野外小分队是正规的队伍，你如果想要加入也不是不可以。首先你要回去征求家里大人的同意，特别是你们家说话有权威能做主的人的同意。还有，如果你加入了小分队，就必须听小分队的安排，积极参加小分队的出行，不能三心二意。好，宁宝队长，我这就回去问我爷爷和我娘，你们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林东阳说完，不等宁宝反应，就一溜烟的跑走了。我们这小分队人数有限，一共只收10人。每一个想要入队的人，除了要满足刚刚我说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报出生辰八字，让我测算一下，适合加入的才能加入，不适合加入的人，不管是上房揭瓦还是哭爹喊娘，我都不会收。这可不是宁宝乱说，因为刚刚林东阳跑开以后，他就听到好几个孩子在哭。宁宝啊，听说你成立了一个小分队，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呀？村长爷，名额还有几个？不知道东阳哥的生辰八字是多少？村长连忙报上林东阳的生辰八字。宁宝听了以后，认真的测算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村长爷，东阳哥的生辰八字和小分队在一起是大吉。如果你们同意，东阳哥现在就可以入队。是，宁宝队长，林东阳已经入队。爷爷，宁宝妹妹，我也想入队。佳玉姐，我们野外小分队很辛苦的，我怕你坚持不下去。宁宝妹妹放心，我可以坚持的，一定可以。宁宝有点为难的看向村长。佳玉啊，你还小，山里太危险了啊！而且你细皮嫩肉的，那会受伤的。
这小分队我们就不加入了。等宁宝不忙的时候，你再和他玩。不，我可以的，我已经和我娘说过了，我娘都同意了。宁宝啊，你看你佳玉姐符合小分队的入队标准吗？宁宝按照林佳玉的小分队测算了一下，上级，符合。太开心了，我也是小分队的一员了。宁宝队长，林佳玉正式入队。林佳玉说完，不等宁宝反应，就跑到沐橙叶和沐橙乐中间站定。他伸出小手，轻扯了一下沐橙乐的衣袖。橙乐哥哥，佳玉，山里危险，你快回去，到时候我给你带好东西回来。我不要什么，我会亲手去拿，不要麻烦橙乐哥哥。橙乐哥哥只要去拿自己喜欢的就行。沐橙乐深深地朝林佳玉看了一眼，他总觉得自己心里颤抖了一下。宁宝刚打发完村长爷孙几个，就被沐橙乐和林佳玉手腕上突然出现的红线给吸引了。什么情况？宁宝，大伯，您找我。宁宝啊，听说你成立了一个野外小分队，程荣想要加入，你看他合不合适啊？如果不合适也没关系，你千万别为难。沐橙荣，你想加入我们的小分队？想。我们野外小分队是需要干活的，非常辛苦，而且在我们小分队里面必须要听从指挥。如果你能做到，我可以给你一个入队的机会；如果不可以，那就趁早离开，把名额让给有能力的人。我能，我一定能。宁宝挑了挑眉，突然，宁宝眼神瞟过一个躲在一旁满脸羡慕又略带胆怯的身影。莱蒂姐，你想加入我们野外小分队吗？不行，我不行的，会拖累你们。莱蒂姐，你可以的，你心细、勤快、能干、能吃苦，还会照顾人，正是我们需要的人。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破格给你一个名额。我可以吗？莱蒂，你可以的，如果你想去，那就去，爹支持你。你娘那边我会去说的。可是奶那里肯定不会同意的。莱蒂，你放心吧，你奶那儿我也会去说的，而且你的事我和你娘说了算，你奶那边你们可以尊重她，孝敬她，其他的那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最后，沐橙荣和穆莱蒂全部留了下来。就这样，野外小分队正式满额成立。宁宝，你们第一次上山，爹有点不放心，爹陪你们一起去怎么样？要不你舅舅陪你们一起也可以。舅舅随时听宁宝吩咐。对啊，宁宝，实在不行我和我表哥陪你们一起。不用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我们可以的。爹，舅舅，孩子大了，你们要学会放手。大哥、大表哥，你们大了，要学会融入大人的圈子。我们这些孩童和你们玩不到一起，我觉得我们还是各玩各的比较好。宁宝说完，板着小脸，认真地看着自己的小分队。好了，野外小分队众队员，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准备出发。东边3里外有只兔子正在尿尿，出发出发。今天是我们小分队第一次行动，我来说几点。第一，我们小分队的宗旨是安全第一。第二，还是安全第一。第三，还是安全第一。第四，我们要互帮互助，争取不能让任何一个队友掉队。第五，我来说一个规定，我们小分队所得的物资都得集中起来，按人头平均分配。你们有意见吗？如果有意见，就现在提出来。没，宁宝放心，我们没有意见。听宁宝的。对，听宁宝的。好，那我们以后就按人头分。今天是我们小分队第一次行动，我们虽然很想满载而归，可是我们第一次自己行动，速度肯定快不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准备走太远，就在方圆5公里内活动就行。要不然我怕大家的体力跟不上。为了让大家以后外出不掉队，我们小分队的成员以后早晚要跟着我一直练功夫。宁宝简单的训了话，大家继续前行。只是没走多久，就有人要掉队了。佳玉，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成乐哥，我没事。
佳玉，我背你吧。成乐哥，不用了，我可以的。你看看你，明明自己不行，非要跟来。上来吧，我背着你。哥，不用了，我知道你担心我，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我能行。对对对，我们佳玉姐最厉害了。宁宝指着玲玲，佳玉姐，你看我家玲玲可爱吗？可爱。那你想不想骑上去看看？啊，我可以吗？玲玲不满地朝宁宝瞪了一眼。宁宝把林佳玉扶上玲玲的背。玲玲，佳玉姐是自己人，你稳着点，要不然等下不给你吃好吃的。林佳玉由玲玲驮着，宁宝和莫莱蒂走在一起。宁宝，谢谢你啊，我妹妹给你添麻烦了。你如果累了就说，我背你。去，我妹妹哪轮得到你背啊？就是我妹妹，我还没背过呢。东阳，你自己走你自己的，宁宝这边不需要你操心。就是，对，我们穆家的妹妹，我们兄弟自己背。啊，到底哪里错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就引起公愤了呢？啊，宁宝，袍子跑了。我看到了。你们知道袍子为什么会跑吗？众人摇摇头。因为是被你们给吓跑了。众人我来问你们，如果你们是刚才那只袍子，你们会跑吗？会。如果我是刚才那只袍子，我也会跑。明知道被抓了会被吃，不跑才怪。大家要记住了，这打猎也是需要策略的。以后再碰到猎物，万不可一冲而上。你们要快速想好对策，然后再行动。这些小动物不仅肉好吃，它们还非常聪明，并不会乖乖地站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抓。经过宁宝一番点拨，大家也都明确认识到了错误。接下来再遇见猎物时，就小心谨慎了不少。野外小分队今日不仅打了猎，宁宝还教大家认了几种草药。2个时辰后，野外小分队满载而归。哎呀，真是老天爷开眼呐！本以为这把老骨头要死在逃荒的路上，没想到自己不但活得好好的，还能经常吃肉。好像还长胖了。上林村众人刚吃过晚饭，天空中就乌云密布。没多大会儿，豆大的雨珠争先恐后地落了下来。这雨如果在1个月之前下到上林村，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出来逃荒了？雨是好雨，可惜他不听你的。老头子，你光想着不出来逃荒，你就没想过，如果我们不出来逃荒，是不是就碰不到宁宝了？如果不是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三清道长也不会解散道观。他不解散道观，宁宝也不用独自出来生存。所以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们虽然没了房屋，离了家乡，可我们多了一个乖巧懂事的孙女儿啊。穆大圣校长朝山洞内和野外小分队一起练基本功的宁宝看去。是啊，我们多了个孙女儿，就算没有家，我莫大圣这辈子也值了。奶，我明天要进山，您等下帮我多准备点袋子和箩筐，到了山里我好装东西。好，奶知道了，等一下就给你找。宁宝啊，刚下过雨，山里路滑，你上山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行的话就让你爹和你舅背着你。爹娘，村长说了，这次进山别人家是一户去一个人，我们家因为宁宝太小需要照看，所以可以去2个大人，也就是我和大舅哥2个人。到时候分猎物的时候，我们家可以算3个人头。真的？真的，村长亲口说的。而且明天只分猎物，其他的东西比如药草，包括人参、灵芝这些贵重药草，就是谁采的就是谁的。毕竟贵重药材虽然贵，但却非常难遇，如果能遇到，那也是自己运气好。爹，宁宝运气好，宁宝向来运气好，就算运气不够，宁宝也会拿实力来凑。宁宝说完，又转头看向李桂枝。奶，明天我要挖人参，人参可以换银子，还可以给爷奶补身子。好好好，我家宁宝最孝顺了。
第二天一早，爹，喝点水。谢谢宁宝，有闺女就是好，怪不得人家都说闺女是爹的小棉袄。爹，小棉袄给您捏捏腿吧。宁宝一边捏，小嘴还巴巴不停地唠叨。爹，您这体力不行啊！您看看我舅舅，他可是和你一样跑过来的。舅舅面不改色心不跳，您倒好，直接累得喘不过气来了。我看您以后吃过晚饭不要凑到娘亲身边聊天了，您还是跟着我们练功夫吧。现在家里除了爷爷，所有的男孩子都在练功夫。您如果再不努力，过不了几年，您就会成为我们家最弱的人。宁宝，爹不是最弱的人，你放心，爹今天开始就练。我现在可是发现了，这灾荒年间认字儿真不如练武，练武不仅能保护家人，还能打猎。爹，您字好像也没舅舅认得多。你这丫头净说大实话，你放心，爹以后不仅要练武，还要认字儿，一定会做一个文武双全的爹。宁宝，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宁宝就开始干活了。他们先碰到的是一群山羊。这羊该怎么处理？活的能多卖几个铜板，可是不听话牵都牵不走，这死的又卖不上价钱。宁宝，你可有什么办法，既能让他们听话，还能让他们活着？有办法呀，非常简单。可是那样做的话，这羊会变成傻子的。变成傻子也不要紧，只要他们听话就行。这好办，我可以控制他们的魂魄，动物的魂魄级别最低，控制起来非常容易。宁宝说着就走到山羊跟前，然后口中念起了咒语。几息功夫，刚刚还暴躁的山羊全部都眼神直愣愣的安静了下来。剑飞说，你过来让他们认认你，这样他们就会听你的话了。林建飞连忙跑了过来，山羊全部围到林建飞身边闻了闻，然后规规矩矩的站到一边。山羊交给林建飞看管，宁宝带着众人继续往前走。正走着，玲玲抬起右后腿踹了宁宝一脚，宁宝一个不注意，差点被玲玲一脚给踹倒在地。主子，你看那是不是灵芝？宁宝不动声色的把几个大的品相好的灵芝采了放进储物符内，然后大家快过来，我发现灵芝了。听到有灵芝，大家全部围了过来。采好灵芝，大家继续往前走。没走多远，就看到一条河，河的附近有不少小动物。宁宝直接让林建飞和穆春平带着其他人一起去抓。宁宝正躺在玲玲背上闭目养神，突然一阵马蹄声惊醒了他。宁宝，你当心点深山里的野马，野性十足，发起疯来可不比猛兽弱。沈君山话音刚落，一头毛色锃亮的枣红大马就走到了河边。宁宝看着眼前的高头大马，也愣了一下，马上坐了一个人，不，准确的来说是一个鬼，一个灵体。舅舅，你喜欢这匹马？喜欢，这马看起来非常健壮，一看脚力就很好，如果能把它收服就好了，以后我们家宁宝就有马车坐了。舅舅，你先不要轻举妄动，它的主人此时还在。宁宝，你是说这里有鬼？对呀，一个老爷爷，老爷爷身上有金光，看起来暖暖的。主子，那可不是一般的金光，那是国光。国光？什么是国光啊？国光就是对国家有大功勋的人，他们身上会散发着护国卫国的光芒。像这种有金光护体的人更不得了，看来我们今天遇到大人物了。小姑娘，你能看得到我？对呀，老爷爷，您怎么会在这里？这里是您的家吗？不，我家不在这里，因为我的尸骨在这里，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这片山。而且因为对我最重要的人在这里丢了，我想找到他，可是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小姑娘，你可以帮我离开这里吗？好啊，老爷爷，你应该去世很久了吧？按照正常情况，像您这种有金光护的人，会有专门的鬼差来阳间接您去投胎的。那您为什么不去投胎呢？如果您去投胎，下辈子一定会家庭和睦，衣食无忧，儿孙满堂，幸福环绕的。如果你在阳间逗留太久，灵体非常虚弱，对您以后会非常不利的。如果您继续留在这里，有可能会魂飞魄散，灰飞烟灭的。我已经去世3年多了，感觉时间好长好长了。当时确实有人抬着轿子接我去投胎，可是我拒绝了。
老爷爷，你们知道自己的尸骨在哪里吗？您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带我去，我可以帮您把尸骨好好安葬了。知道。舅舅，我要离开一会儿，去帮老爷爷收一下尸骨。远吗？要不要舅舅陪你去？舅舅不用了，玲玲陪我去，这样也能快一点。宁宝，你确定要去吗？他毕竟是鬼，你和他一起去会不会有危险？舅舅，这一趟我肯定要走。这位老爷爷是好人，他已经在这里3年多了，如果再不帮他收尸骨，他会灰飞烟灭的。既然他能碰到我，就说明我们有缘。好吧，那你小心点，注意安全，我们在这里等你。宁宝朝沈君山挥挥手，然后麻利地跳到玲玲背上，看着老者。老爷爷，您在前面飘，我跟在您后边。小姑娘啊，老夫还是骑马吧，我不太习惯飘。好啊，都可以，您怎么习惯怎么来。没多大会儿，宁宝就跟着老者来到了一个山洞，老者的尸骨就在山洞内，这个山洞也是他落脚的地方。小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小小年纪做起事来不仅细心，还井井有条。老爷爷，我叫穆婉宁，今年3岁半，我的家人都叫我宁宝。老爷爷如果不嫌弃的话，也可以叫我宁宝。不嫌弃不嫌弃。宁宝啊，如果不嫌弃的话，可以喊我一声周爷爷。好的，周爷爷。周爷爷，您的尸骨我先带着，等出去了我帮您埋伏棺木，把您好好安葬了。宁宝，你是说要把我的尸骨带出去？这不太好吧？周爷爷，你放心，一点都不麻烦。宁宝会变魔术，可以把东西变没。宁宝说着，就顺手把装尸骨的木箱放进了储物符。哎呀，妙啊！这简直太妙了！宁宝，你是神仙吗？呵呵，周爷爷，我可不是神仙，我是一个会画符的道士，而且我很厉害哟。我用的是可以放东西的储物符，东西放在符里面不会变质也不会坏。周爷爷的尸骨放在我的储物符里面，我可以随身携带，走哪带哪，既安全还不会坏。周爷爷，您的尸骨就暂时交给我保存吧，到时候我保准给您找一块风水宝地，好好的把您给葬了。周荣章，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来这小丫头的师傅肯定是位能人异士啊。这种运物的方法，如果在军中运送粮草，那肯定很不错。哎，周爷爷，尸骨收好了，我们快离开这里吧，我爹和舅舅他们肯定等着急了。对了，周爷爷，您说您要找人，您能告诉我您到哪里去找人，找什么人吗？等我出去了，我帮您打听打听。她是我的孙女儿。那年我儿媳妇身怀6甲，我们想着北地条件苦，就派人送她回京养胎。没想到在回京的路上出了意外，提前生产。当时清兵在被杀手纠缠脱不开身，儿媳身边的中仆全部被斩杀。奸人趁着我儿媳生产虚弱的时候，趁机抱走了刚落地的孩子。我带着追兵过去的时候，孩子已经被抱走了。我一路追进山林，眼看要追上了，可是没想到却被自己亲卫从背后捅了一刀。都是我的错，当时我儿子在战场，如果我不提议让儿媳回京，或者是我亲自送她，那可能就不会出现意外了。都是我呀。看到他流泪，宁宝竟然突然眼眶一酸。过了一会儿，周荣章平复好心情，一抬头看到宁宝泪流满面。丫头啊，你怎么也哭了？周爷爷，您看错了，宁宝没哭，宁宝的眼泪只是有点尿急。对，宁宝没哭，是爷爷哭了。宁宝啊，你说你要带我出去，我真的能够离开这里吗？我以前不是没有试过，只是每次走到边缘都会被弹回来，而且每次回来之后就非常虚弱，现在我都不敢去试了。能啊，周爷爷，我可以带您出去，但是您的魂魄现在太弱了。就算出去了，您也没办法独自在阳间逗留太久。如果您暂时不想去投胎，不，我不能去投胎，我要去找我的小孙女儿。好吧，周爷爷，您不想去投胎，我也不勉强。可是您的魂魄实在是太弱了，为了您的安全，
我想把您收进聚灵袋里。我这聚灵袋虽然是控制鬼魂灵体的，不过周爷爷您放心，您在聚灵袋里面是自由的，随时我都可以放您出来，也可以带您进去，您看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不过我这老伙计就要拜托宁宝帮忙照顾了。他叫赤霄，是我的坐骑，也是我的同生共死的老伙计。他和我多次上战场闯敌营，这3年多一直陪我待在这荒山上。赤霄虽然是匹老马，可他脚力不错，平时跟在你身边，让他拉个车驮个东西什么的，那肯定没问题。看着赤霄，宁宝非常眼热。周爷爷您放心吧，赤霄我一定会给您照顾好的。那您现在就去养魂舱吧，等您身体好了，我帮您找孙女儿。好的，宁宝啊，你动手吧。皮毛，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宁宝，这是你抓的？对，舅舅，这是我刚刚回来的时候顺手抓的，怎么样，够了没？够了。沈君山往周围看了一眼。宁宝，舅舅问你，今天这些猎物是要和全村人分的，你知道吗？知道啊，村长爷说大家一起分。宁宝贼兮兮的拉着穆春平和沈君山。就是因为要和其他人分，所以我只抓了野猪、野鹿。如果是我们家自己的，我肯定会抓老虎、黑熊。我3师兄说，老虎和黑熊比野猪好，能卖很多银子。一只老虎顶一群野猪。我3师兄是做生意的，他的生意做得可大了，到处都有。我师父说，关于买卖的事，听我3师兄的准没错。沈君山看着嘚瑟的小姑娘，忍不住轻笑了一下。宁宝，这匹马也是你抓来的吗？那边林建飞看到高大健壮的赤霄，忍不住伸手摸了上去。就在林建飞手快碰到赤霄的一瞬间，赤霄抬蹄朝林建飞踢去。赤霄，不可以！建飞！好在沈君山和宁宝速度够快，一个喊住了赤霄，一个拽着林建飞往旁边闪了一下。你没事吧？以后不可以乱踢人，你主子把你交给我，我就会好好照顾你。我身边有许多家人，你要学会慢慢接受，万不可随便伤自己人。不过如果是坏人，你可以随便踢飞都没事。安抚完赤霄，宁宝又转身看向林建飞。建飞说，对不起，刚刚赤霄吓到您了。宁宝，这马是……叔叔伯伯们，宁宝要说件事。今天村长爷说了，猎物要平分。今日这些猎物大件的都是宁宝抓回来的，平分的话太不公平了。宁宝放心，我回去和我爹说，宁宝抓的由宁宝自己分配。对，我们这些个大老爷们儿，那不能沾一个小娃娃的光啊！叔叔伯伯们，这些猎物我们按之前说好的，按人头平分。我们家来了3个人，分3份。我要说的是这匹马。这匹马不能分，它叫赤霄，是一个老爷爷的马，老爷爷把它托付给我照顾，所以赤霄不是我的，不能分。宁宝放心，马不分。赤霄，你跟着玲玲，你们俩以后就是朋友了，朋友之间要互帮互助。时辰不早了，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回来了，妹妹回来了！听到她的喊声，大家全都跑了出来。这些都是宁宝抓的吧？对，村长爷，都是我抓的。哎呀，宁宝真是厉害呀！这些猎物宁宝准备怎么处理呀？村长爷，您之前不是说猎物平分吗？宁宝抓的猎物肯定是大家一起平分啊。哦，对了，这匹马不能分，村长爷，这匹马不是猎物，它叫赤霄，是周爷爷的马，周爷爷把赤霄托付给我照顾，所以赤霄不能分。除了赤霄，其他的村长爷拿去卖了，到时候别忘了给宁宝分银子，宁宝要给娘、奶奶和舅母买花带，给爷爷买肉吃，给爹和舅舅买酒喝，爷爷身体不好，就多吃肉吧，不能喝酒。还有哥哥们，要给哥哥们买包子、糖果吃，还要买书、买笔。哎呀，好多东西要买，宁宝以后要多多赚银子。听了宁宝的话，李桂枝一家人每个人心里都暖暖的。宁宝啊，这些猎物不少，值不少银子呢。要不你先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不用了，宁宝说分就分，我们听宁宝的。对，村长说，我们都没意见。
好吧，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就平分。哎，对了，宁宝啊，这些猎物还会恢复正常吗？还是他们会一直这么听话？村长爷，他们的魂魄被我给控制了，我不出手，他们就会一直这样。村长爷是嫌弃他们太傻了吗？没有，不嫌弃，他们这样很好。既然这些猎物可以控制，就让他们先活着，等出林子的最后一天再把他们敲晕。这样的话，肉比较新鲜，也能多换点银子。晚饭后，趁家里人忙着收拾东西的时候，宁宝蹲在一边打开拘灵带，喊出周荣章：周爷爷，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宁宝啊，你能帮我找孙女吗？可以呀，周爷爷。你知道你孙女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吗？或者有没有她的贴身物品？没有，什么都没有。孩子刚落地就丢了，还没有名字，具体的生辰八字他也不知道。周爷爷，对不起。没关系，我知道找起来比大海捞针还难。我也知道这辈子能找到我孙女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可我就是不想放弃。可能是我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吧。周爷爷，虽然我暂时没办法帮你找到你孙女的具体位置，可是我可以帮你测算一下她是不是还活在世上。真的？宁宝，你真能算出那孩子是否在人世？真的，只要周爷爷把自己的阳辰八字和阴辰八字告诉我就可以了。等下我测算的时候，周爷爷要在心里默念自己想要测算的事就可以了。好。周荣章连连点头，然后把宁宝需要的2个时辰认真的说了一遍。宁宝认真摆阵，宁宝这边刚开始摆阵，玲玲就悄悄摸了过来。主子，您摆这么大阵仗，也不喊我过来给您护法，您的心还真够大的。这里都是自己人，应该不需要护法吧？我知道他们都不会伤害你，我是怕你灵力不足。宁宝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这副卦象确实有点费力，好在结果还是出来了。周爷爷，恭喜你，你的孙女还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生机非常旺。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只要活着就好，就算不能陪在她身边，知道她还活着，生活也很好，我就知足了。宁宝收回心神，又安慰了周荣章几句，就把他的魂魄召回了养魂舱。时辰不早了，他要睡觉了。媳妇儿，你说宁宝是不是在和鬼说话？废话，还用问吗？我们家宁宝又不傻，他不对着鬼说话，还能对着空气说话呀？还是我媳妇儿聪明。夫君，你快点把床铺好，闺女要回来了。爹娘，宁宝想睡觉了。第二天一早，大圣哥呀，现在外边局势不好，我今天带的这些猎物看来是卖不掉了，就这样带着十分显眼。可是如果扔了，那又舍不得，所以我想麻烦宁宝帮忙把猎物收起来。大圣哥呀，我无意中发现宁宝有个可以藏东西的地方，所以我想求宁宝帮忙。大江，你说的没错，我们家宁宝确实有放东西的地方，但是能不能帮这个忙要问宁宝。村长爷，这都是小事，我可以帮这个忙。村长听了宁宝说可以帮忙，心里非常欣喜。大江，这个世道你也清楚，我们家宁宝还是个娃娃，我不希望他受到伤害，所以宁宝的这些能力，我希望越少人知道越好，万不能传出去。大圣哥，你放心，我会交代好的。爷爷，村长爷，你们不用担心，想害我的人一般都会先倒霉的。对了，村长爷，我之前算了一卦，最近我们会不太顺的。如果你们相信我，可以把家里的贵重物品交给我保管，比如在山里挖的那些值钱货，万一被抢了可就没有了。不过我只是随便提提，他们如果不愿意放也没关系，反正到时候东西丢了别哭鼻子就行。
村长，穆春平直接抱着宁宝去放猎物的地方，而村长则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聚到了一起。今天算是上林村出林子的第一天。村长爷，时候不早了，大家应该都饿了，要不就先吃点东西吧。宁宝啊，大家身上都没有粮食，所有吃的用的都在你那里，这个时候吃饭会不会不方便？要不等天黑再说。村长爷，这天才刚亮，要天黑才能吃东西，那不是要等一天吗？我们离玉兰城可是还有100里路，吃饱了才能有力气赶路，不吃饱怎么能跑得动？想要驴干活，就要让驴吃饱。村长，好吧，那就吃饭。大家都围起来一点，让宁宝取点吃的出来，每家分一点。村民自觉地把宁宝围在中间，宁宝蹲在地上。这是村长爷家的，这是大柱哥家的，这是二毛叔家的，这是三狗伯伯家的，这是林大大家的，这是林海叔家的，这是英子婶家的。宁宝小手不停地扒拉，大家根本没看清那些食物和水是从哪里拿出来的，他们只知道宁宝递到他们手上的东西都是自己家的。大家吃饱喝足，继续赶路。100多里的路程，大家走走停停，一直到后半夜才走到蓝玉城外。已经深夜了，宁宝直接把各家行李物归原主。分完行李，宁宝直接站在玲玲背上。天虽然有点晚了，可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清楚。你们的行李，我可是连根头发丝都没留，大家现在就清点清楚，不要等明日或者后日，再或者随便什么时候想起来说自己丢东西了，或者说自己少东西了，我可是会生气的。所以大家当点清楚，过期不候。宁宝啊，大家都相信你，我们这些破烂东西你也看不上。不过我们这些东西虽然破旧不值钱，可也都是生活中不能缺的。哎呀，这天都这么晚了，还是早点睡吧。反正如果东西真的丢了，或者是拿错了，也没关系嘛。反正宁宝一直都在，我们到时候再找宁宝要就是了嘛。猪奶奶，您老耳朵是不好使吗？我刚刚说的非常清楚，现在就点清楚，过期不候。等到明日再来找我要东西，不好意思，本宝宝不想陪你们玩。好了，大家都清点东西，我希望大家都凭点良心，不要谎报东西。比如自家明明有1个蛋，偏要说有5个。宁宝的能力你们是知道的，在我面前说谎我可能不知道，可是你们如果在宁宝面前说谎，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难堪。别说是你们了，就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鬼都不敢和宁宝玩花样。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花样比鬼都厉害，那你们可以试试。不过如果有人没事找事儿，以后再遇见今日这样的事情，我将不同意宁宝帮助你们。毕竟以德报怨的事，我林大江从来都不会做。村长一番话下来，原本想找事儿贪小便宜的妇人也都住口不敢说话了。夜里，周荣章独自来到赤霄身边。周爷爷，您是想家了吗？是啊，想家了，只是我一直没脸回去，没脸见他们。而且我现在就算是想回去，也是回不去了。周爷爷别急，等宁宝把家人安顿好，就陪你去找孙女，带你去找家人。我师兄说了，人的缘分是非常奇妙的，说不一定你不主动去找家人，你的家人也会和你相遇的。如果有一天你们碰到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们见一面的。周荣章听到可以和家人见面，非常欢喜。第二天一早，宁宝啊，睡醒了吗？姐想找你说点事儿。唉，村长爷，您是想今日进城吗？我记得村长爷说这边有一个大城。对，这里离蓝玉城不远。这蓝玉城是出了边陲的第1个大的城池，既然碰到大的城池，
我们肯定是要去看看情况的。之前大家在山里得的野物，也应该拿过去换成银子。最好是再去打探打探情况。如果我们能在蓝玉城安家，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行，那我们就要尽快找到过冬的地方。现在我就担心下雪，如果一场初雪下来，我们还在这荒郊野外的话，那就只能等死了。最后商议了一番，营地继续留在这里，由沈君山、林剑飞、林大柱、林海和穆春平几个带宁宝一起进城。没想到这蓝玉城竟然也有这么多流民，看来大部分人的想法都和我们一样，他们也都想进城购物或者是安家。这蓝玉城见城门都不开，看样子他们应该不会收留流民。我觉得我爹想在蓝玉城安家的打算应该实现不了。那我们今天能进城吗？剑飞，你们在这看着东西，我过去打听打听。听到沈君山要去打探消息，宁宝倒腾着小短腿从穆春平怀里下来。爹，我要和舅舅一起去。好，想去就去吧，牵好舅舅的手，别被人给抱走了。哎呀，本来就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出来逃荒的，现在进城还要进门费。说实话，大家基本上都拿不出进门费呀。这进门费也是最近才有的，以前蓝玉城是没有进门费的。可是自从入秋以来，逃荒的人越来越多。刚开始，我们知府大人还在想办法安置难民，可难民太多了，我们这一个小城实在是接收不了那么多人，上边也一直没有出指令。而且随着进城的流民越来越多，城内偷盗事件也是多了起来。没办法啊，知府大人为了蓝玉城的安全，就只能下令关闭城门。老哥是城里人吧？看您在这等着，这城门是不是有规定开放的时间？不知道进城需要什么条件？老哥是这样的，我们确实是从北边过来的，原本家里日子还算可以，可是因为太旱没有水，只能到南边来找活路。现在马上天冷了，就想着进城给家里人添几件过冬的衣服。伯伯，冬天没有衣服，很冷的。宁宝说着，还可怜兮兮的打了个冷战。哎呀，小姑娘太可爱了，进城确实是有条件的。沈君山抱着宁宝往回走，宁宝皱着小眉头。舅舅，10个铜板很多吗？宁宝有所不知，10文钱看起来不多，可是咱们百姓家里1文钱都很珍贵，这10文钱可以买好几斤杂粮，够一家人吃好几天了。一般人谁家也不会拿10文钱去进个城，要不然这城门外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了。林剑飞等人得知进城需要进门费时，也愣了一下。这里是50文，今天出发是我爹给我的。其实进门费这个问题，我爹有考虑到，他本来以为只要1-2文就够了，没想到竟然需要这么多。目前看来，这蓝玉城我们肯定是落不了脚了。之后我们还需要继续赶路，碰个城池不容易，不论如何我们都要进去一趟。最后经过商议，大家一起进城，他们也不迟疑，干脆直接去城门口排队。看着城门口2个年轻的守卫，宁宝从储物府里找了2个野果子，放进了挎包里。爹，舅舅，我到旁边玩一会儿。小姑娘，你谁家的？这里不是玩的地方，快回去找你爹娘去。小哥哥，你刚刚是在和我说话吗？对啊，小姑娘，快去找你爹娘去。看你长得胖乎乎的，可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多危险啊！对啊，小妹妹，快走吧，万一被人盯上就不好了。小哥哥不用担心，我爹和舅舅还有叔叔们都在那边，我们是要排队进城的。我爹说了，进城卖了野猪就给我买好吃的。小哥哥，你们这里进城是需要排队的吗？我们村就不用。呵，原来小妹妹是要进城的，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千万别往流民堆里跑。哎，小姑娘，你们是来卖野猪的吗？对呀，哥哥，你知道城里哪里收猎物吗？小妹妹，你还真是问对人了，这城中收猎物的有好几家，一些酒楼饭馆也收。我看你们那头野猪不小，一般的饭馆应该吃不下，所以我建议你们直接去专门收猎物的李屠户那里。李家野物行离城门很近，进了城拐个弯，走不了几步路就到了。而且李家为人公道，不压秤也不压价，最适合你们这种外来户了。李家，宁宝认真地记住守卫说的地址和名字，他把手伸进挎包，用衣袖遮挡，悄悄地把一个野果子塞进守卫怀里，然后又跑到另一个守卫身边，塞给他一个果子。2个守卫非常机灵地把果子藏进了衣襟。小妹妹，这果子挺难得的，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哥哥，果果是爹爹在山里摘的，可甜了。宁宝喜欢哥哥，所以把果果给哥哥吃。哥哥放心，山里还有果果，如果宁宝想吃，再让爹爹去摘，这2个就送给哥哥们吃。2个守卫都没有吃，他们悄悄地把果子藏了起来。哥哥，这个玉兰城好玩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城池，也不知道这城里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好玩倒是没有什么好玩的，这蓝玉城也就比你们家乡的镇子大了一点，铺子多了一点，人也多了一点，道路宽一点。其实其他的也没有什么，都是买东西需要银子的地方。不过新鲜事情倒还真是有一件。守卫说着，压低了声音。城里张家最近出了一件稀奇事儿，听说张家少爷不知道最近怎么了，食量大得吓人，一顿能吃10锅米饭，20笼包子，18桌酒席。哇，他好厉害呀，比宁宝吃的都多。你个小娃娃才吃多少啊？这张家少爷突然这样，一看就是有问题。听说张家人把城里大大小小大夫都请了个遍，最后也没有查出原因。这张家少爷还是一如既往的吃那么多。不过听有的老年人说，张家少爷这是中了邪，所以张府贴了告示，说是求高人为他们少爷驱邪。哥哥，张家有银子吗？给他家少爷驱邪有好吃的吗？银子肯定少不了，这张家可是蓝玉城第1富户，就连知府府上都没有张家富有。张家早就放出风声了，只要治好他家少爷，赏银1000两。1000两？1000两是多少两？1000两能买几个包子？你这小娃娃还真是有趣，这1000两不仅可以买包子，就是包子店都能买下几个了。小哥哥，你知道张府怎么走吗？这当然知道啊，这张府可是富户，住在东边，张府的宅子足足有5进。在宁宝的追问下，把张府的位置说了个清清楚楚。开城门的时间到了，城门从里面打开，从里面走出一队守城兵，2位守卫也忙了起来。宁宝回到穆春平几人身边，把打听到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宁宝想去张府，舅舅太厉害了，我还没有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去张府？猜的。你这丫头说起张府的事就两眼直放光，一看就知道你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想去。这张家说要给那个什么少爷驱邪，只要把邪驱走了，就送1000两银子。1000两哦，能买好多好多鸡蛋，好多馒头，大家再也不用饿肚子啦。宁宝，驱邪你行吗？你有把握吗？要不咱还是别去了。你一个小娃娃不用为银子操心，爹能养你。爹，宁宝是个3岁半的大孩子了，可以挣银子养家，而且驱邪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只要确定是鬼邪作怪，就没有我驱不走的。这1000两，我觉得可以赚。春平，既然宁宝想去，我们就陪他过去看看。当下把猎物卖完，我们就分头行动。你和建飞他们去城里买东西，我带宁宝去张府。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啊？要饭去后门。你这个人好不讲道理，问都不问就说我们是要饭的，我们可是来帮你家少爷驱邪的。既然你们不欢迎，那我们走就是。哎，可惜呀。突然，府门口停下一辆豪华的马车，马车上走下来一个漂亮的妇人。可惜什么？小姑娘，有话慢慢说。可惜这府内的少爷快要被抽死了。妇人听了大惊失色，撑死雨儿，我的雨儿！妇人突然转头，凌厉地凝视宁宝。小姑娘，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能救我家雨儿吗？能啊，可他们不让我进，说我是要饭的。这是你家的孩子，你们真的会驱邪？会。姨不相信宁宝吗？你叫宁宝是吧？姨信你。走吧，姨带你进去。宁宝越走，眉头皱得越紧。这饿死鬼的道行还挺深。张夫人看着宁宝紧皱的眉头，宁宝怎么样？可麻烦吗？姨爷，里面那个小哥哥被饿死鬼欺负了，我们现在要把饿死鬼从哥哥的身体里赶出来。赶出饿死鬼需要符纸，可是我的符纸用完了。姨可以告诉我哪里有卖的吗？我先去买点儿。张夫人直接召来下人。宁宝，只要朱砂和黄纸就可以了吗？只要朱砂和黄纸就可以了。宁宝有笔。走，姨先带你去吃饭。趁下人去准备朱砂和黄纸的空档，
张夫人直接带着宁宝和沈君山去饭厅吃饭，满满一桌子菜，沈君山都没吃2下。张夫人眼睁睁的看着宁宝把一桌子饭菜和一大盆米饭全部吃完。宁宝，你是不是也病了？你怎么和我家雨儿一样那么能吃呢？姨姨家饭菜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宁宝，你们有想过在蓝玉城安家吗？姨姨，我们好像听说蓝玉城不收难民。对，蓝玉城确实不收难民，可是如果就你们一家，以张家的地位，我还是可以安排的。到时候你们就以我娘家亲戚的身份安置下来就可以了。姨姨，我们人很多，我们村一共有478个人，大家关系都很好，他们对宁宝一家都非常照顾，我们不能不管他们。不过宁宝还是要谢谢姨姨的好意。庄夫人一听400多人，也有点为难。刚好下人送来了朱砂和黄纸。哇，太好了，都是精品。以前我师傅为了省银子，买的都是最便宜的，朱砂品质不好，就会影响宁宝的水平发挥。宁宝拿出自己的小毛笔，撩起袖子就开干，定气凝神，刷刷刷的，宁宝面前的符纸不停的在增加。宁宝，少画几张够用就行了，不要一次画这么多。以前听一位长辈说，画符很伤精气神的。舅舅说的对，符箓师画符确实伤精气神，级别越高的符对精气神伤害越大。不过也有非常非常少的极个别天才是不会伤身体的，而我就是那个极个别天才的其中之一。他收起画好的符纸，看向剩余的黄纸和朱砂。姨姨，这些符纸和朱砂多少银子？宁宝想买可以吗？你这丫头都喊我姨姨了，还和我客气啊？我们张家有医馆，也有杂货铺，这些符纸和朱砂都是自家店里的，用不了几个银子。宁宝如果喜欢，我等下让人再送些过来。姨姨，朱砂和符纸都是我需要的，之前一直想买，可惜都没有遇到大的城池，那些小镇上人都走空了。今天我进城，本来就打算买黄纸和朱砂的，既然姨姨这里有，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过我就要这么多就可以了，姨姨不用专门派人去拿了。宁宝和沈君山跟着张夫人来到张家大少爷张振宇的院子时，玉儿，你怎么还在吃啊？娘，我好累啊，嘴巴都嚼酸了，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宁宝定睛一看，一个面黄肌瘦的老太婆正趴在张振宇身上。姨姨，不能再耽搁了，我要先给漂亮小哥哥驱鬼，要不然咱们就只能给他收尸了。宁宝，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玉儿这里真的有鬼？有鬼就应该让别人看到。他直接朝张夫人和张振宇念了一句咒语。当他看向沈君山的时候，宁宝，舅舅跟着你见识过鬼了，这次就不看了吧。唉，鬼这么可爱，舅舅竟然不喜欢。宁宝收回心神，把刚刚没念完的咒语直接念完。宁宝咒语刚念完，张夫人就看到自家儿子身上的老太婆。张振宇自己此时也看到了拿着自己胳膊的干枯手掌。鬼！宁宝，这就是雨儿身上的鬼吗？对，就是他，他就是被饿死的饿死鬼。小丫头，你能看到我？能啊，我不仅能看到你，我还能收了你。好狂妄的小娃娃啊！没等饿死鬼把话说完，宁宝就抽了一张符纸朝他扔去。当符纸接触到他的魂魄立马开始灼烧，他的灵体直接疼得缩成一团，在地上打滚儿。他顾不得其他，直接转身就想逃。宁宝快速扔出锁魂符，被困在锁魂符里的恶鬼满脸不甘心。你这小娃娃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儿？那你为什么要害人呢？好好做个鬼不行吗？为什么？因为老天不公，
为什么我们这些难民要被活活的饿死，而他们这些富人却能好吃好喝？为什么天灾要降临在我们这些穷人身上，而他们这些富人却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还假惺惺的去赈灾，就带那么一点点吃的，还不够大家塞牙缝呢。他们为什么要去那么晚？他们如果早去一天，老婆子我也不至于被饿死。你被饿过吗？啊，你知道被饿死的滋味有多难受吗？啊，你这老人家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灾是天的事，关人家张家少爷什么事？你有本事去找老天爷理论，没本事就别乱报复。人家张家好心给难民送吃的，你倒是挑出毛病来了。你怨人家送粮送的晚了，那你怎么不多活2天？自己没那个命，还怨天不公。那次我和雨儿从外面回来，看到城外有不少难民，就想着尽一份力给大家施半个月的粥。原本我以为自己做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没想到竟然差点害了我家雨儿。这饿死鬼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跟着雨儿回来的。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确实是那个时候盯上你们的。你们可知道，我前脚刚咽气，你们后脚就抬着粥桶去施粥，这让我怎么能甘心呢？我生前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所以我死后我就要好好的吃。看着冥顽不灵的饿死鬼，宁宝也不想再和他废话，直接小手一挥，念起咒语，把他送进了18层地狱。张振宇这边，宁宝用灵力修复了一下他的命魂，看着张振宇快要爆炸的肚子，咦，这抓鬼驱邪我很拿手，可是小哥哥这肚子我就没办法了。宁宝，这鬼都抓走了，雨儿还不会好吗？那该怎么办呀？咦，小哥哥只要拉肚肚就好了，这药粉吃了会让人拉肚子，这是我从大师兄那里顺的。张夫人，宁宝不懂医，贵府少爷身体虚弱，药还是不要乱吃的好。我觉得你还是找个大夫过来看看吧。实不相瞒，别看我们张府很大，可我现在连个大夫都找不到。之前我们府里是有府医的，可是因为他们没能治好雨儿的病，我家夫君直接发火，把他们都给赶走了。蓝玉城的大夫基本上也都被我家夫君给得罪了个遍。现在人家只要听说是张府求医，就直接拒绝。所以暂时我没有办法找大夫过来，而且我相信宁宝。张夫人说着，就拿着药粉准备往张振宇嘴里喂。夫人，老爷去请京城来的那位大夫了，要不我们再等等。这京城来的大夫听说非常厉害，家里世代为医，来的这位公子更是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医术造诣就非常高。可是听说那位公子拒绝了好几个上门求医的人，好像说是没功夫，他在急着找什么人。我们老爷十有八九是请不来人的，而且玉儿看起来很难受，不能再拖了。嬷嬷，端水来。张夫人毫不犹豫地把整包药粉全部喂进了张振宇嘴里。宁宝看到张夫人的操作，嘿，药量好像有点大。一包药粉喂下去，刚刚脸色苍白、肚子胀疼的张振宇立马有了表情。他捂着肚子，撒腿就往茅房跑，5步并作1步朝最近的茅房飞奔。足足2炷香的功夫，张振宇才扶着酸软的腿从茅房走出来。雨儿，你肚子小了好多啊！娘，茅厕满了，我拉的太多，茅坑都溢出来了。雨儿不用害羞，用餐入厕本就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身上臭了，我们沐浴更衣就行；茅坑满了，我们让人清理就是了。只要我们家雨儿身体能恢复健康，你让娘亲自去清理茅坑，娘都愿意。娘，娘子，雨儿，下人说有人来给雨儿驱邪。娘子夫人，我不是和你说了吗？雨儿这是病了，需要医术高超的大夫给她看病，而不是搞那些歪门邪道。夫君，女儿是真的中邪了。刚刚我亲眼看到一个饿死鬼趴在雨儿身上，现在那饿死鬼已经被宁宝给抓了。
宁宝，宁宝，怎么听着像是小娃娃的名字呀？我就是宁宝，我会抓鬼，但我不是神婆，也不是老道，你可以叫我宁宝小大师。一个小娃娃会抓鬼，不被吓哭就不错了。我看还是给他拿点吃的，送他去找他家大人吧。娘子，我今天找到那位公子了，他也答应等下上门给雨儿看看。只不过刚刚在来的路上接到下人的消息，说是他找的人有消息，他着急过去看看，所以他要等晚一会儿才会过来。那位公子医术非常了得，让他给雨儿看看。哼！姨，时候不早了，小哥哥身上的鬼已经抓住了，那我和舅舅就先走了。我们家人还在等我，等下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呢。这马上就入冬了，继续往南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你们真的不考虑留在蓝玉城吗？姨，不用了，我们人多，分开的话我们舍不得，若全部留下又会让姨为难，而且赶路说不定前面有更适合我们的地方。既然你们决定好了，那我也不勉强你们留下。不过如果在这蓝玉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一定要来找我。张夫人说完，直接吩咐管家去准备银子和吃食。此时蓝玉城内，白东，这次消息可靠吗？师傅和小师妹真的在这边？主子，我们派出去的人传回消息说，在土地庙看到一个老者带着一个2、3岁的小女孩，据说这一老一小是从边陲来的。按照正常脚程，道长和宁宝姑娘应该就在蓝玉城附近，而今天这一老一小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说的都是正常情况，可我那师傅和小师妹都是不正常。哎呀，算了，我们还是去看看吧，希望这次不再错过了。这段时间宁宝一定是受苦了。白东，等下你记住，如果真的是师傅和宁宝，你第一时间去蓝玉城最大的酒楼订5桌上好的酒席。宁宝食量大，少了不够吃，我怕我到时候一激动会忘了。好的，主子，您放心，属下记下了。各位哥哥姐姐们，我来领好吃的了。宁宝，蓝玉城大吗？里面好玩吗？四哥，玉兰城很大，里面有很多卖东西的，不过不怎么好玩。等以后有机会了，我带你们进城逛街。之前我们在山里挖的草药都卖了1两多银子，这银子先放在我这里，等以后我们安定下来，可以一起做生意。宁宝，我们是小孩子，也可以做生意吗？当然可以呀，只要我们有能力，不管我们年龄多大，都可以做生意，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男孩子可以念书，参加科举，以后做个好官，还可以练武，以后可以做武师，做护院，做城门守卫。对了，我今天就认识2个守城门的小哥哥，他们站在城门口可神气了。宁宝说着就站起身，学着城门守卫的样子，笔直地站在那里。哇，好厉害呀！宁宝，我长大我也要做看门的守卫。妹妹，你个女娃娃做什么守卫啊？人家守卫只有男的做，我可没听说过女的。再说了，守卫有什么好做的？我的理想是长大做个厉害的镖师，或者是个能文能武的文武状元。切，哼，就你练武不努力，认字不认真的人，还想做文武状元呢？奶奶说你是标准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人。你，成乐哥，你以后想做什么？你要做守卫吗？我不当守卫，我要当将军，当可以骑马打仗的将军。哇，成乐哥哥好厉害啊！来，弟姐，你以后想做什么？我想做女掌柜。宁宝，女子可以做掌柜吗？来，弟姐，我没做过掌柜，我也不知道女子能不能做掌柜。娘亲，正在为难的宁宝刚好看到正朝他们走过来的沈玉珍。娘亲，来弟姐姐说她以后想当女掌柜，佳玉姐姐想当看城门的女守卫，可东阳哥哥说女子不可以做守卫，所以佳玉姐姐不做女守卫了，她要做劫道的侠女。那娘亲知道女子可以做女掌柜吗？如果不可以的话，来弟姐姐可以改做别的。我们龙源国的女孩子不可以科举当官，也不可以当兵守卫，但是女孩子做生意做掌柜还是可以的。不过你们想做女掌柜，不仅要识字儿，还要会算数。这样吧，等有空的时候，佳玉、来弟和宁宝一起跟着我学算数。说起学习就头疼的宁宝皱了皱眉。夜半时分，正在打小呼噜的宁宝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吵闹声给吵醒了。他揉着睡眼朦胧的眼睛，
娘，天还没亮，你怎么就起床啦？宁宝，对不起啊，是娘把你吵醒了。你见飞叔家出事儿了，你爹已经过去了，我想着也过去看看。娘，建飞叔家出什么事了？宁宝，东阳找不到了。什么？刚刚你见飞叔过来喊你爹，说东阳夜里起来上茅房，本来这孩子也不大，在旁边小个便也没什么的。他觉得自己大便离营地太近了，不说熏人，万一被乡亲们踩到就不好了。于是东阳就到旁边不远不近的地方去上茅房，因为天黑又是山里，你见飞叔不放心，就跟着一起去了。可东阳那孩子眼皮薄，非说你见飞叔看着他上不出来，所以你见飞叔就站在远处等着他。可是你见飞叔左等右等，一直没等到人，他喊了几声也没听到东阳回应，于是他就上前去查看，没想到在刚刚东阳所在的地方找了几圈都没找到人。你见飞叔刚刚过来喊你爹过去找人了，原本你爹是想把你喊醒帮忙算算的，你见飞叔看你睡得香，就没让你爹喊你。我准备过去看看，没想到却把你给吵醒了。走吧，娘抱你过去看看。哎呀，孩子，你怎么起来了？你还小，应该好好睡觉。找人的事，让你爹和你见飞叔他们去就行了。村长爷，东阳哥突然消失不见，肯定不正常。这山里黑灯瞎火的，你们毫无目的的乱找，要找到什么时候？再说了，东阳哥可是我野外小分队的成员，他失踪了，我这个做队长的理应去找。宁宝拿起小罗盘，认真的捣鼓了一会儿。这么远，不是说才丢一会儿吗？东阳哥就算是会飞，也飞不了那么远吧？看来这事有点不简单。建飞叔，你确定东阳哥刚刚失踪？我确定，从他起来上茅房到现在，最多有1炷香的时间。1炷香？我现在算出来的是东阳哥在东边100里外，按照正常的路程，这么短的时间，东阳哥不可能跑出100里外，看来事情不简单。路程太远，我现在要用飞行服去找东阳哥。不行。宁宝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悄无声息地把东阳带走这么远，这人肯定不简单。是啊，宁宝，你一个小娃娃，这天都这么黑了，还是陌生的山林，这多危险呐！你身边肯定要跟一个大人，就算是帮不上忙，那壮壮胆也可以呀。这样吧，去的人多，可能会给宁宝添麻烦什么的。君山身手好，脑子也灵活，让君山跟着宁宝一起去吧。好奇怪呀，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尸骨？看起来都很有故事的样子。宁宝，这些尸骨应该不简单。我推测这里有可能是乱葬岗。乱葬岗？舅舅，什么是乱葬岗啊？就像他们这样乱七八糟的把人扔进去，就是乱葬岗吗？其实他们这样做对死者非常不好，不仅对死者不尊重，还影响他们投胎。俗话说入土为安，不让他们入土，他们怎么能安呢？宁宝能算出来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吗？或者是找这些鬼魂问问话？刚刚我已经试过了，这些鬼魂全部都没了记忆。由于他们在阳间逗留太久，再加上尸骨没有掩埋，所以他们的魂魄飘散了不少，有的已经灰飞烟灭，剩下的就算没有灰飞烟灭，命魂也都不齐全了。所以我只能把他们送去畜生道投胎。命魂不全的人是没有办法转世为人的。唉，都是冤魂，可惜却找不到源头。主子，你看那边。宁宝和沈君山顺着玲玲指的方向看过去，隐隐约约看到旁边一个坟堆上好像躺着个人。宁宝拔腿就往坟地上跑，沈君山连忙跟了过去。东阳哥哥！宁宝蹲在林东阳身边认真查看。舅舅，东阳哥应该是晕倒了，而且他好像还是被吓晕的。宁宝说完，拿出一个小瓷瓶，打开瓶塞，在林东阳的鼻子前晃了晃。臭，好臭！林东阳睁开眼睛，刚好看到宁宝。宁宝，你怎么在这里？你也是过来上茅房的吗？你快到别处去，别在这附近。我今天有点拉肚子，这味道实在是不好闻。而且你是女娃娃，我是男孩子，男女有别，我们不可以一起上茅房。被你爹和你哥哥们知道了，他们会把我的狗腿给打断的。一起拉屎，东阳哥的想象力好厉害呀！东阳哥放心，宁宝才不会和你一起上茅房呢。东阳哥，我觉得你应该往周围看看。经过宁宝好心提醒，
林东阳看向四周，鬼啊！宁宝，我刚刚遇见鬼了。宁宝顺着林东阳的视线看去，刚刚林东阳所在的那个坟头竟然飘出一个小娃娃。你是来和我玩的吗？对呀，我是来找你玩的。来，我请你吃包子。包子？什么是包子呀？小鬼直接伸手拿到包子的小鬼非常开心。你可以尝尝。好香啊，真好吃。东阳哥，你不是在上茅房吗？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刚刚正在上茅房，上到一半，突然感觉一阵阴风吹过，我就晕了过去。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你们。我是被臭醒的，刚刚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么臭，我还以为自己踩到屎了。他是我带过来的，这里实在是太无聊了，我就去山里晃悠，看到他正撅着屁股，不知道在干啥，我就想着他是一个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怕他孤单，就把他带来这里了。宁宝把小鬼的话转达给了林东阳。林东阳，舅舅，东阳哥，这一地白骨不能再这样暴尸荒野，我们动手把他们埋起来吧。虽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为什么在这里，可是既然被我们遇到了，就说明和我们有缘。现在他们都没有记忆，对这世间也没什么挂念。等我们把他们的尸骨埋好，我就可以送他们去轮回了。沈君山接过宁宝递过来的铁锹，走向尸坑。宁宝说的对，不管他们是谁，遇见了就是和我们有缘。知道家里的人还在等着他们呢，三人也不耽搁，直接说干就干。等忙完这一切，宁宝一抬头，刚好看到正看着轮回道入口的纳闷小鬼。他们怎么都走啦？他们去投胎了，等下我也送你去。啊，送我走？我可以不走吗？不能，如果不走，过几天你也会消失。投胎转世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们给你找个好人家的，希望你下一世能够好好生活。对于宁宝说的话，小鬼有点疑惑，可他依然乖巧的点点头。宁宝没有把小鬼送去轮回道，而是打开了地府的通道。没多久，黑无常就走了出来。黑无常看到宁宝，转身就想逃走。黑大鬼差，你没看到我吗？不应该呀。哎呀，小姑奶奶，我只是长久没有见到你了，一时没认出来，不知道小姑奶奶找我所为何事啊？长久没见了，没认出来我也对呀，我有几天没去地府了。要不这样，以后我经常去串串门，省得我有事找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认识我。不用了，这样挺麻烦的。姑奶奶路上奔波也累了，不用浪费时间来地府。您放心，我们都认得您，化成灰都认得。黑鬼差，咱们应该往日无冤，今日无仇吧？那你为什么要把我挫骨扬灰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呀。算了，我赶时间，不和你聊了。我们来说正事。这个小鬼是我刚刚认识的，麻烦黑鬼差送他去投胎，他挺可爱的。黑鬼差别忘了给他找个好人家。黑无常掏出随身携带的生死簿，看了小鬼一眼。多大了？姓甚名谁？何方人士？生辰多少？死忌多少啊？不知道，他应该是出生就死了，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姓甚名谁？更不可能知道生辰死忌。小姑奶奶，没这些办不了啊！按照规矩去投胎的人都要有生辰八字，还有死忌八字啊！不要说我给他找个好人家了，就是普通人，那他都不符合条件呢。要不把他送到畜生道？畜生不需要这些东西。不行，这小鬼性格纯善，最适合做人。再说了，他死了那么久，魂魄还留在阳间，本就是你们地府的失职，按道理你们应该给他补偿。哎呦，小姑奶奶呀，这实在是有点难办呐。我不管，那是你的事，我只要结果。在宁宝的坚持下，最后黑无常只能妥协。村长爷，你相信宁宝吗？当然信了。宁宝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啊。
在爷心里，你和我家东阳还有佳玉一样，都是我最喜爱的小辈。村长爷，我刚刚梦到了我们5天后和未来1个月的情景，有些事我不能全部告诉你们，毕竟有句话叫做天机不可泄露。我现在只能说，原来那条路线继续走下去，只有一个结果，尸横遍野，大休。听了宁宝的话，村长等人都愣住了，等缓过神来，好，我听宁宝的。马上通知大家改道。宁宝可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我们之前从边陲出来，只想往南。据说南边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而边陲那么多流民，基本上和我们的想法一样。可是如果不往南的话，那还能往哪边去呀？我们就是从北边过来的，现在肯定不能回去。而西边是荒漠，方圆万里都没有人烟，到处都是戈壁黄土，根本不适合生活。东边据说靠海，我们这些人可都是旱鸭子，如果去了东边，那能不能生活下来都难说呀。往东，村长爷，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们就往东，不管何去何从，还是看大家的意愿。我反正决定要带着家人往东去。爷爷奶、爹娘、舅舅、舅母、哥哥们，你们愿意和宁宝一起往东边去吗？愿意，我们家宁宝说了算，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一家人只要能在一起，哪里都是家。对呀，宁宝，反正我们现在没有家，什么都没有，不管去哪里都是要从头开始。只要一家人一起努力，日子肯定能过好。宁宝，你放心，你去哪儿，村长爷就去哪儿，我们大家一起也能互相照应。至于其他人，愿意一起就一起，不愿意的就山高水远，后会无期。宁宝，村长爷抛弃村民的想法，向来都是信手拈来。春平、君山，我现在就去召集众人开村会。既然决定要改道，那我们也不耽搁，今天就往东。你们现在帮我一起去通知大家，宁宝这边让他好好休息，吃些东西。村长说完就匆忙离开了。沈君山和穆春平也跟了上去。一炷香后，上林村众人继续出发，转道往东。主子，东南方10里有一个大破庙。大破庙有多大？能装下我们这么多人吗？有屋顶吗？可以躲雪吗？能过冬吗？应该能吧。主子，你知道我的速度很快的，比你的飞行服还快。我刚刚可是跑遍了方圆500里地，只发现了破庙一处勉强可以住人的地方。好吧，那就过去看看。诸位都是来躲避风雪的吧？正是啊，风雪太大，我等得知这里有一座荒废的寺庙，就想进来歇歇脚。没想到竟然打扰到了诸位。我看这里房屋挺多的，不知诸位可否行个方便？你们放心，我们尽量安静，不会打扰到你们的。老兄你好，在下顾翔，是主子身边的管事。实不相瞒，我家主子们在里面休息，而且我们情况有点特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老兄应该是这里能做主的人。如果老兄愿意，可以跟我进去。我们主子有话和你说。等聊完了，你们如果愿意继续进寺院休息，在下绝对不阻拦。为了你的安全，你可以让人跟你一起进去，不过人数不能太多。好，那顾管事稍等一下，我喊几个人。村长说完就看向穆春平和沈君山。春平、君山，你们跟我进去看看。剑飞，你看好大家，别让大家乱跑。村长说完给穆春平使了个眼色，朝宁宝的方向看了看。穆春平心领神会，弯腰抱起宁宝，和沈君山一起走到村长身边。村长几人被顾翔带进寺院。正厅内坐着一个戴着围帽的女人，她身边坐着一个7、8岁的小男孩，身后站着2个丫头，一个婆子。诸位好，我姓顾，叫云柔，家父姓沈，不知几位怎么称呼？沈夫人好，我们是北边过来逃荒的，我叫林大江，是他们的村长。这是穆春平，这个是沈君山，他是宁宝。顾姨姨好，我叫穆婉宁，今年3岁多，快4岁了，小名宁宝。宁宝你好。姨姨，你身上有甜甜的、香香的味道，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顾云柔指着坐在旁边有气无力、脸色苍白的儿子。宁宝，这小哥哥是我的儿子，他叫沈牧阳，今年8岁。
宁宝走到沈牧阳跟前，伸出小胖手，在他脖子里抓出一块玉佩。姨爷，哥哥为什么要带阴气这么重的东西？这东西随身携带对他的身体非常不好。您看哥哥的脸色苍白中带着青黑，看来这玉佩戴的时间不短了，哥哥的生机都快被吸没了。什么？宁宝，你确定这块玉佩有问题吗？沈夫人，不好意思啊，我家宁宝比较调皮，不过宁宝向来不会乱说，他说那玉佩有问题就一定有问题。夫人可能不知道，我家宁宝曾在道观待过，学得还不错，对玄学鬼怪方面比较在行。如果您相信他，可以让他帮你分析分析，如果不相信就当孩子说笑罢了。听了自家老爹的话，宁宝板着小脸认真地看向顾云柔。宁宝，好孩子，姨姨相信你，你能告诉姨姨这块玉佩是怎么回事吗？宁宝接过顾云柔递过来的玉佩，把玉佩放在手里，不停地揉搓。经过宁宝的揉搓，玉佩上带的黑雾渐渐消失。姨爷，这块玉佩好像值好多银子，不过玉是好玉，就是之前被人弄脏了，不过现在好了，它已经被宁宝给擦干净了，肯定不会影响，卖个好价钱。顾云柔接过玉佩，她惊奇地发现，刚刚拿在手里还阴冷的玉佩，此时却是暖的。姨爷，这块玉佩被人给开过光了。开过光不应该可以辟邪吗？那怎么会有阴气？好人开光可以辟邪，可是邪道开光只会招邪。而这玉佩就是被开了邪光，长期佩戴不仅有损佩戴者的身体，还会影响佩戴者的寿命和运道。宁宝转头看向沈牧阳，小哥哥佩戴这玉佩最起码有3年了吧？现在小哥哥不光身体虚弱，浑身的阳气亏损严重，就连运道都差得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小哥哥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倒霉蛋。沈牧阳，他确实很倒霉。林村长，这寺院是无主的，我们能在这里住，你们一样也可以。我并不反对，也不排斥你们进来，只不过有些事情我需要和你们事先说清楚。我们母子本来是去云路城的，只不过有人不想我们活着，所以这一路上一直被人追杀，阴差阳错我们就逃到这里了。但是那些人神通广大，我怕他们万一追来，看到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会对你们不利。听了顾云柔的话，村长的神情也凝重了起来。据玲玲和宁宝说，这方圆500里就只有这一处房屋，就这天气，他们继续在雪地里走，被冻死的几率基本上是100%。如果留在这里，可能杀手看他们是流民，就没有兴趣过来搜查，也有可能杀手根本就找不到这里。沈夫人呐，我考虑好了，我们决定留下来。至于您说的危险，我们不怕。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您尽管开口，只要我们能做到，就一定会做。好，村长爷，我可以这样称呼您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啦。村长爷，牧羊想找村长爷买几身衣服，就你们平常穿的衣服就可以，你看可以吗？听了沈牧阳的话，村长直接愣住了。小少爷是想混进我们的人群中，混淆敌人的视线。叔叔，叫我牧羊就可以。实不相瞒，我确实想混在你们当中。听祥叔说，你们有好几百人，我们才几个人，混在你们当中，那些杀手根本认不出来。他们虽然是杀手，可也是拿财消灾，只要他们不发现我们，就不会无缘无故动手。而且我们在来的路上，听说朝廷已经派钦差来北地赈灾了，追杀我们的那些人可是欺软怕硬的很，他们不敢在这边制造大的动乱，所以我们混在你们当中，我们双方都安全。毕竟这冰天雪地的，你们再找一处落脚地也不容易，而且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就是自己人了。我们母子向来不会亏待自己人，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们应该还没有目的地的吧？对呀，哥哥说的不错，我们没有去处。哥哥有去处吗？哥哥有去处，宁宝想跟哥哥一起走吗？哥哥说说看，我们考虑一下。看到沈牧阳的笑，顾云柔和他身后站的人瞬间惊呆了。顾云柔的眼中浮现泪花，她都不记得有多久没看到自家儿子笑了。我们要去云路城，那里是我外祖的老家，现在我舅舅在那边有点权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到时候我去求舅舅帮你们找个合适的地方安家。
以前我听舅舅说过，那边环境很美，就是人口稀少，有很多地没人种。你们如果能在那边安家，舅舅肯定同意。突然，一直在养魂府里休养的周荣章飘了出来。宁宝啊，答应他，这小子是沈家的，他舅舅是云路城太守，那可是3品官，也是云路城最大的官，安排你们那肯定没问题，而且照顾家人向来不错。如果顾哲远知道你们帮了他唯一的妹子和外甥，他肯定不会亏待你们的。牧羊哥哥，我们愿意跟你们一起走，反正我们也没有家，以后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对，我们跟你们走。宁宝说的对，反正我们也没有家了，只要到时候能有个落脚的地儿就行。你们放心，盖屋开荒，我们都可以自己来。顾云柔一行人选了2间相连的小厢房，其他房屋直接让村长自己分配。宁宝在这边选了2间厢房，村长直接选了另外1间，这样顾云柔他们住的这个院子就全部住满了。娘，是不是很神奇？我的脚竟然有温度了。瑶儿，你的身体有舒服一点儿。娘，不瞒您说，我的身体确实舒服了不少，身上没有之前寒凉了。以前胸口整天就像是压了一块石头，可是今天总感觉胸口这块石头轻松了不少。太好了，看来我们离开京城是离开对了。瑶儿，你恨娘吗？娘，您为什么会这么问？你原本是永义侯的世子，你爷爷在你一出生就亲旨封你为世子，你的世子之位是名正言顺的。可是你爹，我们一离开京城，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把你的世子之位给废了。娘放心，他想废我的世子之位没那么容易的。我们龙源国可是有律法规定，已申请爵位的正式嫡子是不能被轻易废除的，除非我杀父叛国，否则这世子之位他想拿走没有那么容易，叛国是不可能的。杀父我虽然很想，但我不会做，我不想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脏了我的手。阳儿，娘，你放心，我没事。孩儿长大了，以前孩儿小，您受了委屈只能自己扛，以后有孩儿保护您，其他的孩子不会去争，也不会去抢，可是属于孩儿的，属于您的，孩儿一样都不会放弃。第2天一早，宁宝醒了。娘，你们在忙什么？忙着收拾屋子呢。这寺院虽然破了一点儿，不过还挺大的。你村长爷打算在这里过冬，就算不过冬，也要等这场雪过去了，路上的积雪化了，路好走一点再上路。哎呀，看着情景呀，我们肯定要在这里过一段时间。这里虽然不是我们以后的家，可也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要住的地方，所以大家就准备把寺院里里外外都收拾一下。你村长爷带着男人们去修屋顶了，我们这些妇人们就在家里收拾收拾。我们几户选的这个院子里面竟然还有个厨房，虽然不大，可我们几家将就一下还是够用了。宁宝，你要去隔壁看看吗？要去。娘，姨姨那边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会那么闹腾？唉，顾妹子说起来是大户人家的夫人，可也是个可怜人。她那儿子今年才8岁，长得多好个孩子呀，可惜身体不好。听说顾妹子的夫君宠爱家里的小妾，对他们母子一点都不好。好了，你去隔壁看看吧，记得别待太久，马上就可以吃早饭了。哥哥，你是站在这里等我吗？冷雨，突然门从里面打开。冷雨，你去隔壁看看宁宝小姑娘醒了没？如果醒了，就问问她有没有空，有空的话把她带过来给世子看看。刚刚世子吐血了，现在还昏迷不醒，这边肯定没有大夫可请。夫人说请宁宝姑娘过来看看。嬷嬷，你是要找我吗？顾嬷嬷低头看到宁宝，宁宝姑娘，你睡醒了？宁宝姑娘有空吗？有空。嬷嬷，我可以进去看看牧羊哥哥吗？可以，当然可以，快跟老奴来。嬷嬷，你喊我宁宝就行，我的小名叫宁宝，不叫宁宝姑娘。还有，嬷嬷就是嬷嬷，那嬷嬷又为什么说自己是老奴呢？京城一个豪华的院子里，你不是说只要让他贴身带3年，就会把他的运道全部过渡到我家轩儿身上吗？可是现在为什么我的轩儿还只是个庶子，而且沈牧阳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你到底行不行？别忘了，你可是拿了我的银子的。如果你光想拿银子不想干活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夫人手稳勿躁，按照正常进度，这几日就是那孩子的死期。我不管，我就要他死！你现在就做法，我要让我儿子做世子。既然这女人这么心急，那他就成全她好了。老道说干就干，立马让弟子去摆坛做法。这边宁宝正眉头紧皱，哼，地府这帮人今天有点不正常。平时那么多鬼魂不去抓，偏偏去抓一个被人用邪术操控的人。顾姨姨，牧羊哥哥已经被害了。夫人，大小姐。宁宝看着晕过去的顾云柔，宁宝从挎包里拿出一个臭屁丸，放在顾云柔鼻前晃了晃。顾云柔嘤咛一声，直接被臭醒了。顾姨姨，你别担心，我可以救牧羊哥哥。宁宝，你说什么？你说你能救牧羊，是真的吗？可是牧羊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啊！顾姨姨放心，我说我能救牧羊哥哥，就一定能救。其实牧羊哥哥并没有死，只不过你们感觉不到而已。人一共有3魂7魄，牧羊哥哥现在身上还有1魄，其他的虽然已经被带去地府，不过您放心，我这就去地府把牧羊哥哥给带回来。地府？宁宝，你说你要去哪里？去地府吗？这地府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可不能随便去呀。宁宝，我知道你关心牧羊，可也不能为了牧羊让你危险呀。这也许就是牧羊的命，我只希望他下一世能投个好人家，不需要大富大贵，只要家庭和睦、平安喜乐就行。顾姨姨，去地府很方便的，真的，我都去好几次了，里面我熟，您只要看好牧羊哥哥的肉身就可以。顾姨姨，你切记，我没回来之前，绝对要照顾好牧羊哥哥的肉身，去地府的事耽误不得。我这就去找我爷奶说一下就出发。一炷香后，寺院门口，玲玲早已等在了那里。玲玲，我们先在寺院四周转一圈。玲玲驮着宁宝在周围逛了一圈，宁宝可没闲着，他直接把寺院里和寺院附近的鬼魂灵体全部抓了个干净。然后宁宝又把养魂符里的周荣章喊了出来。周爷爷，我现在有急事要去地府一趟，你是个灵体，地府阴气太重，去那边对你不好，所以我想把你留下来，让你帮我保护家人，您看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你就放心去吧，这边有我呢。宁宝啊，你是为了沈家那孩子吗？沈家？周爷爷说的是牧羊哥哥吗？周爷爷认识牧羊哥哥？说不上认识，只不过是知道老侯爷是非常正直的人，他英勇善战，这永义侯的爵位也是因为他打了多次胜仗，又救了皇上，这才得来的。可他的英勇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儿子和家人，因为老侯爷常年在军中回家甚少，所以侯夫人就只生了沈庭山这一个孩子。沈庭山一直在京城由侯夫人教导，等他8、9岁，老侯爷回来之时，发现孩子已经被娇宠得不像样了，就提出把孩子和侯夫人带到军中，这样的话他也能把孩子带在身边亲自抚养。可侯夫人和沈庭山在京城享受惯了，根本吃不了军中的苦。趁侯爷出征不在军中，母子2人就带着下人逃回了京城。这在侯爷眼中可是逃兵啊！老侯爷回来以后，就派人去京城接侯夫人和沈庭山。可惜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去。最后老侯爷只能满怀失望的罢休了。这永义侯本是武官的封号，可是人家沈庭山硬是以身体不好的借口不肯上战场，整日在京城与一帮纨绔子弟对酒寻乐，宠妻灭妻。周爷爷，牧羊哥哥只有娘，没有爹和爷爷吗？老侯爷已经去世了，年轻时身上落下了一身伤痛，这肩上的担子刚落下来没几天，就一病不起，没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于那孩子的爹，虽然健在，但是有等于没有，反正是个可怜的人，如果能救就尽量救一下吧。听说那孩子和他爹不一样，倒是和老侯爷非常相似，是个本性不错的孩子。而且那孩子的舅舅可是云路城太守，你如果是那孩子的救命恩人，到时候你们到了云路城也算是有个靠山。周爷爷，太守是什么？是大官吗？比县太爷都大？太守虽然在京城不算大官，可是在云路城却是最大的官。对于沈牧阳，宁宝本就打算救，现在看来更应该救了。时辰不早了，
宁宝也不敢耽搁，就跳到玲玲背上往远处跑去。你是谁？你身上有阳气，也根本不是我们地府的人，你是怎么进来的？走进来的。你们快出去，这里是地府，不是你们可以来的地方。为什么不可以来？这地府我最近都来好几次了，就连你们阎罗王我都见过，他也没说不让我来呀。我记得你们阎罗王说让我没事常来串门。不可能，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孩子，怎么可能见到我们王爷？我可是在地府待了10多年了，这鬼差我都当了5、6年了，而且我年年被评为地府优秀鬼差，那都没机会见到阎王呢。不过上次开大会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白大人长得非常优秀，鼻子是鼻子，眼洞是眼洞的，非常的气宇轩昂。你一个人类娃娃，竟然口出狂言说见到我们王爷了，真是笑死个人了。你本来就是个死人，为什么还要被笑死？你这小娃娃太烦人了，我和你讲不通，你快离开，别在这里影响我上工。如果因为你的打扰，让我拿不到这个月的优秀鬼差，你当心我每天给你托梦啊！还托梦？说实话，就你这级别，还真没办法给我家主子托梦。如果你识相，就放我们进去，要不然我们只能自己动手了。会说话的肥猫，我就说怎么有个这么大的猫，原来是个猫妖啊！我可是阴阳2界都待过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成精的猫呢，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被我给碰到了。你是个猫妖，那这小娃娃是什么妖？你才是妖，你全家都是妖！我来地府是有正事，识相的你赶紧让开，要不然我们就只能硬抢了。不行，不能！砰的一下，丑鬼不能让的让字还没有说出来，就被宁角一脚给踹飞了。宁宝来不及和他废话，立马就拉着玲玲往奈何桥方向跑。奈何桥，孟婆，这是今日刚到的新鬼，把他投到畜生道，永世不得为人。刘四，我说过，想要过我的奈何桥，就按正常程序来。这个灵体打眼一看，就不是应该投生畜生道的人。你还是先带他去判官那里判一判再说吧。这时过来的宁宝正好看到这一幕，他二话不说，直接从玲玲背上跳下来，迈着小短腿往沈牧阳跟前跑。在宁宝出现的瞬间，孟婆的余光就看到了他。待他看清宁宝的真神时，愣了一下，再扫过被刘四带过来的魂魄，他顿了一下。孟婆收回心神，看向刘四，今天这人您恐怕是带不走了。接他的人来了，你想从他手中夺人，好像还没那么大本事。我劝你啊，还是少做点恶吧，要不然想魂飞魄散，可能都是奢求。听了孟婆的话，刘四愣了一下，连忙往刚刚孟婆看的方向看了一眼。孟婆子，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一个小娃娃就把你吓成这样，我刘四在地府混了这么多年，可不是白混。阎王座下的几位大人，那全都是我的酒友，我们昨晚还在一起喝酒呢。在这地府，除了阎王，老四我谁都不怕。昨晚喝得开心时，几位大人还说找机会把我引荐到阎王面前，以后我老四搭上阎王这条线，在这地府就可以横着走了。孟婆子，你可要识相点，平时对你四爷好一点，要不然以后我在阎王面前打点小报告，让你这熬汤的活都没得做。哼，想抢老婆子我的饭碗，你就没想过我这汤为什么叫孟婆汤而不是其他吗？为什么？哼，因为这汤是我孟婆熬出来的。很气吧？哼，气也没办法。我如果说你刚刚说的那几个人在那小姑奶奶面前根本就不够看，你会不会相信呀？哼！孟婆说完，不再理刘四，低头专心的熬汤。刘四没听孟婆的劝阻，直接飘到沈牧阳跟前。小鬼，轮到你了，快去跟我投胎。就是你带我牧羊哥哥过来的，刚被接进来的鬼魂，不是应该先去判官那里吗？你为什么直接带我牧羊哥哥来忘川河？你是要让我牧羊哥哥跳河吗？是我带他进来的，判官最近很忙，这种小鬼不需要麻烦判官，我直接就可以决定。还有，我可不是来带他跳河的，我是来带他投畜生道的。投胎？我家牧羊哥哥阳寿未尽，你竟然私自带他投胎，而且还是畜生道，这是谁做的决定？是你还是你们判官？今天这事儿如果不给我讲清楚，我和你们没完。孟婆看着发飙的小娃娃，唉，有些人呐，就是不听劝。这就是所谓的
不作不死吧。哟，姑奶奶，您来地府串门了，这里都是投胎的孤鬼，不好玩。走走走，我带你去判官府坐坐，我那儿啊，最近可是添置了不少好东西啊。刘四，谁能告诉我什么情况？你是那什么判官？对对对，在下正是判官。判官是吧？那你来的刚刚好，我正准备找你评理呢。宁宝扬起小脸，指着刘四：“妈，这个人串通别人，用邪术把我牧羊哥哥从阳间掳到这里来了。他还说，凡是来地府的鬼魂，不需要文武判官审判，他就能直接送人家去投胎，而且一送就是畜生道。像我牧羊哥哥这样的人，竟然都能被他私自做主，投到畜生道。你们这地府好厉害呀！”刘四，谁跟你这么大的狗胆，竟然敢私自去阳间接鬼魂？崔判官朝沈牧阳看了一眼，他直接惊呆了。这人的灵体竟然和普通人的不一样，灵体透着异样的光，而且他竟然看不清那光内的真体。判官大人，听说地府新开了一家酒楼，里边菜色不错，等有空了我们去看看。这点冥币判官大人拿着去喝茶，小的老早就想孝敬孝敬您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崔判官，他是你孙子吗？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孝敬你？不过你们两个好奇怪了，不仅长得不像，还没有亲情缘，看来这人不是你亲孙子。崔判官，他是你孙子吗？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孝敬你？宁宝，人家刘鬼差对判官大人的孝敬是下级对上级的孝敬，不是孙子对爷爷的孝敬。哦，原来下级对上级还需要孝敬。牧羊哥哥，那你将来做官了？不对，你是世子，本来就是官。等将来牧羊哥哥也要孝敬你的上司啊。宁宝，下属对上司做到恭敬就可以了，像刘鬼差那样拿那么多银票孝敬，就不是孝敬了，而是贿赂。贿赂？牧羊哥哥，说贿赂的人不是贪官吗？原来崔判官是个贪官呀！我48师兄说，贪官是最坏的人，他们家就是被贪官陷害的，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没办法，他就只能上山做道士了。清清楚楚地听到宁宝和沈牧阳说话的判官，连忙把刘四塞给他的冥币塞了回去。刘四，这银票你拿回去，本官向来办事儿，那都是公事公办，你别给我整这些幺蛾子。崔判官说着，就叫出几个小鬼，把刘四捉了起来。小姑奶奶，刘四作恶多端，我一定会好好严惩他的。你处理就行，反正只要能对得住你自己的良心就行。我48师兄说，当官做事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要不然还不如回家卖猪肉。判官，你要不然也去卖猪肉吧。判官，不对，贪官都是不好的人，应该杀头。宁宝，他们地府的人应该都不是活人，他们都是鬼魂，鬼魂怎么杀？宁宝，你会杀鬼吗？会呀。宁宝连忙嘚瑟地拿出自己的桃木剑。牧羊哥哥，你看，这是我师父追到祖师爷的棺材里帮我要的，他可厉害了，可斩杀万鬼。小姑奶奶，您累了吧？去我的判官府坐坐怎么样啊？判官府好玩吗？嘿，好玩，非常好玩。主子，这判官府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好看，非常非常值得一去啊！接收到玲玲的暗号。好，既然判官大人这么热情，那我们就过去看看。这地府我虽说来过2次，可判官府却从来没去过，不知道判官府和阎罗殿比起来怎么样？哇，好多好东西！跟着崔判官走进判官府，宁宝的眼睛就不够用了，这里竟然透着一丝丝阳气。哇，崔判官，你这东西都是阳间的，不知你是偷的还是买的？那当然是买的了。小姑奶奶放心，我这东西肯定都是买的，不是偷的。买的？宁宝，阳间的东西待在地府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对，不合适，非常不合适。崔判官，你说对不对？姑奶奶，您说的对啊，阳间的东西这待在地确实不合适。那能不能劳烦姑奶奶给带出去啊？这样的话，我也不用专门跑一趟了。宁宝内心激动，故作勉强的点点头。一炷香后，宁宝心满意足的带着沈牧阳和玲玲一起离开地府。只是刚出地府的大门，还没来得及高兴，沈牧阳就一阵晕眩，魂魄直接开始消散。牧羊哥哥，宁宝察觉不对，立马扔出一张锁魂符。锁魂符进入沈牧阳的身体，
沈牧阳的魂魄瞬间停止消散，但却进入了沉睡。主子，我感觉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气场。我也感受到了，好像还带着一丝邪气。不好，之前那人又设坛做法了。宁宝说完，来不及思考，直接拿出一张大长桌和一些香烛纸钱，最后拿出他的桃木剑，直接在地府门口设坛做法。京城那个偏僻豪华的院子里，怎么会这样？明明已经成功了，难道说是有法力更高的人插手了？可是不应该呀！这龙源国什么时候出现了比本人法力还高超的人？与此同时，地府门口，玲玲，你说做法的人是谁？以前没听师傅说过龙源国有道法这么高的人。主子，在玲玲心里，别说一个小小的龙源国了，就是天上地下，主子的道行都是数一数二的。至于今天这个人，不管他多厉害，都是个邪道，整天玩这些歪门邪道害人的东西，他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对，师傅说过，歪门邪道永远不会长久，邪向来压不了正。我宁宝，我莫婉宁就是那个正，总有一天我要把那个邪道给抓起来，然后再狠狠地锤死。等宁宝休息够了，他连忙把沈牧阳的灵体放进养魂舱内。玲玲，我们快回去吧，这次牧羊哥哥的魂魄受了伤，虽然在养魂符里能恢复许多，可是这次做法的人用的法术比较特殊，不仅能伤牧羊哥哥的灵体，就连牧羊哥哥的肉身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把牧羊哥哥的魂魄送回他的身体，要不然以后能不能回去就不好说了。突然嘎吱一声，地府的门再次被打开，从里面走出来面带急色的黑白无常。哎呦，小姑奶奶您怎么在这儿啊？白无常，宁宝不能在这里吗？虽然这里是你们地府门口，可宁宝这里是阳间的地盘啊。宁宝是人，待在阳间有什么错？啊不，小姑奶奶，小的意思是您什么时候来的？小的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早早的过来迎接您的。你们这地府的人真奇怪，自己的地盘管得乱糟糟的，还老想管着别人。看来这小姑奶奶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这地府门口设坛做法对地府里面的影响有多大呀。少说几句吧，如果是别人，我们还能惩戒教训一顿，可是这位姑奶奶，我们还是少惹为妙啊。哎呀，她现在还是一个孩子，你也和她扯不清楚，只要她不再做法就行了，其他的那就随她吧。宁宝收完东西，看到黑白无常还在那里头对头嘀嘀咕咕的。两位鬼差大人，我这就走了，你们慢慢聊。哎，小姑奶奶，您这就要走了？那都到门口了，那不到地府坐坐歇歇脚？说实话，你们地府的人办事不行，对人还是挺热情的。我刚刚从崔判官那里出来，这次我就不去了。崔判官托我带了许多人间的东西出来，等下次我再来地府，可以顺便去你们府上逛一逛。如果有我们阳间的东西，我可以勉为其难帮你们带走。破庙内，顾妹妹，你别担心，牧羊这孩子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我相信他能挺过这一关的。是啊，云柔，孩子还没好呢，你这做娘的可不能倒下。宁宝还没回来，现在一切都还有可能。都是我的错，明知道牧羊身体不好，还带他出来长途跋涉。如果不出来，他可能还不会出事。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明明是我自己不想待在京城，想要逃离那个压抑的环境，都是我不好。奶奶、娘亲、舅母、顾姨姨，宁宝回来啦！顾姨姨，牧羊哥哥已经没事了，不过他这次不管是魂魄还是肉体都受了不少损伤，可能需要几天才能恢复。而经过这次之后，往后几年牧羊哥哥的身体也需要好好调理。不过顾姨姨放心，我家大师兄可厉害了，等以后安置好了，我就写信给我大师兄，请他帮牧羊哥哥看病。有我大师兄在，牧羊哥哥一定会没事。与此同时，京城永义侯府内，侯爷，姐姐和世子离开挺长时间了，也不知道他们到了没。听说北方闹旱灾，许多人都出来逃荒了，不过好在姐姐他们不往那边去，要不然多让人担心呀。也不知道他们到了没。王爷，那边有消息吗？吃饭就吃饭，提他们做什么？真晦气。王姨娘看到生气的永义侯，表面上看起来有点伤心，
可是心里却非常开心。夜里，宁宝，梦中正沉浸在自己伤感中的宁宝突然被沈玉珍摇醒。宁宝，你怎么了？可是做噩梦了？娘，我要起床。宁宝，天还早，你再睡一会儿，娘在这里陪着你。娘，我有重要的事要去找村长。沈玉珍看到宁宝脸色认真，也不敢耽搁，连忙拿过宁宝的衣服帮他穿衣。宁宝，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可是有事儿？村长奶，村长爷起床了吗？宁宝来了。哎呀，外边冷，快进来。村长爷，不用了，佳玉他们还没起床，吵到他们就不好了，我们去那边说。宁宝在走廊里站定。村长爷，您觉得最近天气怎么样？天气还不错，这雪一停，天也晴了。昨日顾管家还说，等雪停了，我们收拾收拾就可以出发了。到了云路城，刚好可以过年。村长爷也赞成现在赶路吗？宁宝啊，可是出了什么事儿？村长爷，我觉得现在天气看起来不错，可是有些事谁也说不好。毕竟这2年的天气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先是大旱，又是大雪，就算再来个寒潮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年前就不要出发了，好好准备一些取暖的柴火，等明年天暖和了再出发也不迟。寒潮？好，我等下就去和顾管家商量，年前不走了，就在这里过年，等年后再出发。村长爷快去忙，村长爷别忘了让大家多准备点柴火，万一天气变得很冷。村长没有耽搁，把宁宝送回去之后，就直接去了顾翔那里。宁宝啊，这么冷的天儿，你不在屋里睡觉，怎么跑出来了？村长爷，我在感受最后的寒气。宁宝啊，这寒气有什么好看的啊？冻死个人了。村长爷，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次寒潮以后100年都不会再有寒潮，从此以后不能说风调雨顺，但也是天顺地顺。所以说我要珍惜这最后的寒意，好好感受感受。宁宝啊，你的意思是寒潮马上就要结束了？宁宝顿了一下，他说了吗？他没有说吧。村长爷，寒潮结不结束我不清楚，反正我知道不耽误过年。好，不耽误过年就行。今天就腊月26了，既然不耽误，那我们就好好张罗张罗啊。对了，宁宝啊，你那边还有物资吗？既然过年，咱们就搞点丰盛的，到时候我记账，之后让大家做工抵债。对于宁宝没有直接说寒潮结束的时间这件事儿，村长没有强求，他知道具体时间宁宝肯定知道。听到村长说要准备过年的物资，宁宝也不小气，直接把各种物资都拿出来不少。村长清点好物资，直接去开会了。大年30一大早，大家都忙活开了，包饺子的包饺子，炖肉的炖肉，整个寺院到处都飘散着香味儿。这日子呀，可是越来越有盼头了。说实话，我怎么觉得我们不像是出来逃荒的，倒像是出来享福的。哎呀，这以前在村里过年也都没这么热闹。是啊，现在的日子是真不错，不仅有吃有喝，大家还都和睦相处。以前在村子里可没有这么安逸。希望新的一年能有新的希望。我们的要求不多，我们只要能有个落脚地就行了。弟妹，你家小福宝可说了，明年我们会风调雨顺，一切都好。小主子，你不是最喜欢过年了吗？今天可是大年夜，你不出去开心，闷在屋里干什么？今天大年夜，我是非常的开心。可是师傅说，过年时小辈要给长辈送过年礼。今年是我来家里的第1年，也是我和家人一起过的第1个年。我又是家里最小的，我在想该给家人送什么年礼呢？我要送年礼的人好像有很多，有爷爷奶、爹娘、舅舅舅母、刘家外婆、刘家舅舅、刘家舅母，还有村长爷、村长奶，还有好多哥哥们。主子，你师傅就没告诉过你礼轻情意重吗？
没，我师傅说礼有多重，情谊就有多重。每年师兄们给师傅送礼，都是送贵重的金玉石银摆件。师傅说我年龄小，暂时不用送那些。每年就属我对师傅的情谊最亲。爷奶这些家人们是宁宝最喜欢在意的人，宁宝对他们的情谊也是非常重，所以宁宝想送他们非常重的礼物。哎，主子这师傅有点不靠谱啊。主子，我觉得礼物不在贵重，在心意。我相信只要是您送的，不管是草还是路边的树叶，对你的家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主子您每人送他一张平安符，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平安符会不会太普通了？与此同时，隔壁房内，娘，这上林村的人真的是普通农户吗？对啊，他们就是普通农户。最近顾嬷嬷整天和村里那些妇人一起做针线，她差点把人家每户人家的族谱都打听清楚了。上林村这群人确实是从边陲过来的普通农户，不过他们非常善良，对人也真诚，都是非常淳朴的人，我挺喜欢他们的。娘，那你觉得宁宝妹妹的舅舅沈君山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宁宝的娘亲沈姨娘，你有没有觉得她是不是和村里的这些伯娘婶子们有点不一样？牧羊，你是不是在怀疑什么？你不说我倒也没注意，你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点不一样。以前我以为宁宝那舅舅沈君山只是一个会点简单招式的猎户，可是经过这段时间观察，我发现他不仅有勇有谋，身上功夫也不错。还有宁宝的娘亲，她不仅识字，针线活也不错，就像是大户人家专门培养的小姐。娘，你知道的，我最近跟着宁宝他们在跟着沈舅舅练武，我发现沈舅舅教的根本不是普通拳法，而是军队正规的军体拳。军体拳？据说龙云国军队的军体拳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王妃发明的，听说有上下两部，现在军中流传的只有上部，下部在许多年前就找不到了。刚好之前爷爷教过我，虽然当时年龄小记不全了，可是大概招数我还是知道的。沈家舅舅教的就是军体拳，我绝对不会看错的。听了沈牧阳的话，顾云柔也愣住了。10天后，主子，这林子里有人。啊，有人？什么人啊？是有人在林子里便便吗？玲玲，看到玲玲鄙视自己。那你说他们没事跑到林子里干什么？我觉得肯定是便便。我记得之前在路上时，村里的婶子伯娘们最喜欢去林子里便便了。没等玲玲说话，在养魂府里待烦了，今天难得出来晃悠的周荣章飘了回来。宁宝，林子里有土匪。土匪？周爷爷，林子里有土匪，他们有多少人？他们身上有小钱吗？宁宝啊，你不会是想来个黑吃黑吧？黑吃黑？对，我就是要黑吃黑。宁宝啊，以我的经验看，这群土匪不简单，看上去有些穷凶极恶，等下对付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呐。知道林子里有土匪，宁宝一刻都不敢耽搁，他直接跳到玲玲背上，朝着村长跟前走去。村长爷，林子里有土匪，他们早就已经埋伏好，准备等着抓我们呢。宁宝啊，土匪窝离我们还有多远？他们有多少人呐？村长爷，土匪都蹲在前方200米的地方，他们一共有108个。200米，也就是说，现在土匪就能看到他们？村长不敢声张，他压下内心的紧张，走到顾翔身边，低声嘀咕了几句。顾翔听完村长的话，表情凝重了起来。这边一行土匪看着建林子的众人，大哥，这次来的人不少，看起来应该有好几百人。如果把他们全抓了，就可以改善伙食了。老二啊，对方人太多了，今天这桩买卖恐怕有些麻烦呐。大哥，这些人一看就是普通的村民，对付起来简单的很。咱们可是身经百战的，对付一群老弱病残的妇人，那还不是非常的简单？大家今天都小心点儿。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我的眼皮一直跳，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没等他说完，众土匪就朝着上林村众人跑了过去。宁宝看情况不对，直接跳到玲玲背上，拿出一根铁棍，就迎着土匪冲了过去。说，你们土匪窝在哪里？土匪窝里一共有多少金银珠宝？土匪老大此时非常后悔。啪！
土匪老大发呆的瞬间，一个小肥手不耐烦地拍了他一下。问你话呢，快回答！你见过哪个贼人被抓了这么嚣张的发呆？快点回答问题，要不然我的小拳头又痒痒了。这小姑娘、小姐姐、小姑奶奶哟，求您把小的当一个屁给放了吧！小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不该挡您的道。您放心，小的以后……别废话，快点回答问题，要不然我可就不给你说话的机会了。别！小姑奶奶，您别着急呀。其实我也是穷苦人家出生，落草为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平时出来劫道，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我们也不会做这一行啊。平时我们也就劫点粮食，不会谋财，也不会害命。所以我们山寨里穷的叮当响，那根本就没有金银和珠宝啊。呵呵，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个守财抠门的土匪。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跟你去土匪窝走一趟吧。毕竟有些事眼见为虚，耳听为实。我……土匪老大一听宁宝要去他们的老窝，立马就有点慌神了。既然决定要去，宁宝也不耽搁，他快速跑到村长跟前。村长爷，我要去土匪窝逛逛，想带着村里的叔伯们一起去壮壮胆。好，你想去就去，只要你开心就行。但是要和你家人说清楚，别让他们担心啊。至于村里的人，你想带就带，不想带就不带，反正带着他们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宁宝兴奋地拿出一个大布袋。村长爷，有土匪一起打，有黑一起吃，有钱一起赚。等一下我去赚钱，每个叔伯都可以分一点，不过宁宝出的力气最大，宁宝要拿最大份儿。我们宁宝拿最大份儿。宁宝坐在玲玲背上，晃晃悠悠地走在最前面带路。此时土匪窝门口连个放哨的人都没有，只有一群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出来查看。你们快过来，把这些大爷给伺候好了。只要你们有本事把大哥们伺候好了，我就放你们离开。沈君山、穆春平和林建飞几个看着走过来的几位女子连连后退，可几位女子却并没有放过他们。一位女子径直走向穆春平，伸手就要去摸他。你这女子怎么这么不要脸？我告诉你，我可是有媳妇的人，我媳妇可是很厉害的，你别碰我，要不然就算你碰到我一个衣服角，我媳妇都不会放过你的。壮士，奴家看您气宇轩昂，眉目清秀，一看就是非常厉害的男人。奴家在这里实在是可怜得很，您可怜可怜奴家，让奴家跟了您吧。女子说着就擦着眼泪作势往穆春平身上靠，一直用余光观察着自家老爹的宁宝。女子在空中旋转2圈，落在地上直接吐出一口老血。爹，你和舅舅自己照顾好自己。刚刚那些姨姨虽然很可怜，但是他们是有毒沾不得。放心吧，那些女人沾不了我们的身。看到自家老爹和舅舅坚定的表情，宁宝也放心了。他示意玲玲去刚刚发现财气的院子。宁宝从空墙洞中一看，直接看到空墙洞中一个一个的金银元宝。原来做土匪这么富有，突然有点想做土匪了。宁宝小手一挥，直接把墙洞中所有的金银珠宝全部收了起来。收完墙洞里的银子，宁宝朝床上看了一眼，然后径直走到床边，拿出一个小匕首，直接把床上的枕头给挑开。新砖！宁宝在这边耽误的时间不短了。穆春平已经不放心地找了过来。爹，我在这里。你这孩子可把你老爹吓死，下次可别乱跑，万一跑丢了，爹伤心是小事，你娘和你奶知道了，我可就死定了。穆春平二话不说，直接把宁宝抱在怀里。爹，你们忙完了吗？有没有搜到好东西？我找到很多很多啊。其他东西没有找到，不过粮食倒找了不少。这土匪窝人多，他们储存的粮食还真不少。粮食可是好东西，也是我们正好需要的。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希儿你帮帮忙，把粮食收起来，要不然带这么多粮食上路太招人了。好啊，粮食好，可是能吃饱饭的。家里粮食不少，以后宁宝尽管放开了肚子吃，小孩子一定要吃得饱饱的、胖胖的才可爱。程叶，我怎么听到外边有吵闹声？是你大奶在和人吵架吗？奶，不是大奶在吵架，而是大奶在骂人。
骂人？骂谁啊？大嫂脾气可是收敛了不少，最近很少听到她骂人了。怎么今天突然又骂起来了？可是谁惹她了？奶，你不知道，我大伯从山寨里回来，带回来一个女子，那女子长得脏兮兮的，好像还站不稳，站在那里摇摇晃晃的，一直往大伯身上靠，而且那女子还说要给我大伯做小妾。我大伯母好像都有点生气了，大奶知道以后，直接对着那女子就骂了起来。走，四哥，我们过去看看。宁宝到的时候，大伯母，你别生气，大伯对你可忠心，他绝对不会被狐狸精给勾走的。啪！你这丫头还狐狸精呢，从哪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师傅说的，之前师兄们下山前，我师傅最喜欢把他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教，其中说的最多的就是山下的女人很厉害，妖精特别多，让师兄们不要被妖精蒙蔽了。师傅还说媳妇儿娶一个就可以了，小妾是乱家之本，特别是那种像妖精的小妾更是万万不能要。所以宁宝认为要做小妾的都是妖精。娘亲，你在这里陪着大伯母，我去看看是哪个妖精要做大伯的小妾。宁宝说完，不等他娘说话，就蹦蹦跳跳的朝人群中央的钟艳丽走去。哼，这女人真能折腾，刚死了男人就开始找下家了。不过大伯挺好的，大伯母也很好，不能让他们因为钟艳丽闹得家破人亡。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应该是刚刚山寨里那个刚刚怀孕2个月的土匪老三的媳妇儿吧？不，我不是他媳妇儿，我是被土匪老三掳走的，我是受害者。哼，你不是土匪老三的媳妇儿，那就是朱少丽的媳妇儿了。你是谁？你怎么认识朱少丽的？我是谁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是谁。实话告诉你，你所做的所有事我都知道，你的那些破事我也不想管。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木有才是我大伯，是我的家人，不管是我亲人还是我的家人，我都不允许你靠近他们，因为你是坏女人。如果你执意要那么做，我不介意送你去找朱少丽或者是土匪老三。小妹妹，你认识我相公吗？这位臧大婶，你相公那么多，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我本身良家女，走到这一步并非我愿。我本身跟随夫君朱少丽一起出来经商的，没想到经过这二龙山碰到了土匪，他们不仅抢了钱财，还杀害了我的夫君。最后看我长得年轻漂亮，直接被土匪老三掳到山上做了压寨夫人。我实在是命苦啊！我一个弱女子怀着身孕，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妹子，你确实挺可怜的。如果你不嫌弃我灵儿，我愿意娶你。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当亲生的一样。妹子，你……哎呦！你个没用的东西，你是想女人想疯了吗？啊？什么女人都敢往家娶，你就不看看那个女人是什么面相？窄额薄唇，三角眼，高颧骨，一看就是福伯面前的克夫相。你还想娶她？你就不怕有命娶没命享受啊？灵儿如果娶了心思不纯善的人，是要除名，以后你和林家村林家就没有关系了。村长啊，我刚刚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我虽说这是个死老光棍，可是我也不会饥渴到去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呐。最后，赵菊花几个联手对钟艳丽挠了一顿，又骂了一通，把她赶了出去。哎呀，王爷，各位大人，不好了！我们地府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突然涌进来许多鬼魂的灵体呀！许多？难道说阳间又有哪里出现天灾了？回王爷，小的刚刚询问了一下，那些鬼魂都不是天灾死的，他们有的人死了许久，一直在阳间游荡，有的是今日刚刚死，而且那些灵体都已经被划分好了种类，有的是要送去投胎的，有的则是要送进地狱的。由于数量太多了，小的不敢做主，所以特来禀报。阎王皱了皱眉，崔判官思考了一下，你可知道那些灵体都是何人送来的？这个知道，小的专门问了，那些灵体都说收他们和送他们来的都是同一个人。不对，应该是同一个小娃娃。小娃娃，小胖姑娘。阎罗王听了鬼差的话，提了提精神。好了，来活了，大家快去干活吧。夜里，宁宝怎么这时候起来呀？是要上茅房吗？
不上茅房，时辰到了，我要帮一个傻朋友给他的家人托梦。托梦，宝啊，你还小，要多睡觉才行。这托梦的事儿，我们能不能明天白天再做呀？娘亲，托梦就要夜里进行，白天托不了。宁宝怎么起来了？是上茅房还是有事儿？爹，我答应了一个做了鬼的朋友，今晚要帮他托梦。我家宁宝真厉害，居然还和鬼交朋友。如果爹没猜错的话，你那鬼朋友不会就是今日那硬要做你大伯小妾女子的短命相公吧？对啊，就是他。他死得匆忙，有许多事想和家人交代。在得知我会托梦以后，就花重金让我帮他托梦。为了不影响村民休息，穆春平直接按照宁宝的意思，把他抱到旁边空旷的地方。宁宝蹲在地上，不停地从储物府里拿出东西。在营地上休息的沈牧阳想要过来看看。牧阳，我知道你想过去帮忙，可你看，你评书都帮不上忙，在一边站着，你认为你就算过去了，能帮上忙吗？沈牧阳顿了一下，顾云柔看到自家儿子听见自己的话了。宁宝不简单，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时候摆案做法，一定是有要紧事儿。你过去了，不仅帮不上忙，还会添乱，要不然穆家其他人早就过去帮忙了。宁宝摆好案桌，把挎包里的金砖拿了出来。闺女，你这金砖看起来还挺真的。爹，这金砖就是真的，只不过现在里面住的有人，不，具体来说，应该是里面住的有鬼。爹，等我把里面的傻鬼给送走了，再把金砖送给你玩哈。小友，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送我走吗？我觉得我跟在你身边挺好的。我发现有个老头一直跟着你，要不我也跟着你得了。不行，朱大哥，你和周爷爷不一样。周爷爷虽然死的比你早，在阳间逗留的时间也比你长，可是周爷爷的魂魄比你稳固多了，而且周爷爷有护国金光的功德护体，他就算是命魂受到损伤，暂时也不会灰飞烟灭。不过就算如此，周爷爷也不能一直待在阳间，他现在没有去投胎，完全是因为他还有心愿未了。等到周爷爷找到他的小孙女，他就该去投胎了。而鬼哥哥你不同，你虽没有造阴德，可你也没有功德。一个普通的命魂在阳间待了3个多月了，如果再不去投胎，你就算不灰飞烟灭，你也只能做一个孤魂野鬼。孤魂野鬼？朱少丽愣了一下，好吧，他还真不想做个孤魂野鬼。宁宝点香念起了咒语。爹娘，孩儿不孝，让你们担心了。孩儿已经去世3月有余，今日遇到了一个懂玄学的小友，他做法让儿子在梦中和你们相见。儿子希望你们能够保重身体，不要为孩儿伤心难过。这一切都是孩儿一意孤行的结果。丽儿，你已经去世了。不，你还那么年轻，怎么会去世呢？你是骗娘的，对不对？因为娘当初不让你娶钟艳丽，所以你来吓娘了。时辰有限，朱少丽不敢过多耽搁。爹娘，你们记住，如果有一天钟艳丽带着孩子来朱府认亲，千万不要认，因为那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可是朱府家大业大，再加上你们身边也不能没有人照顾，要不你们干脆从族亲里面过继一个孩子。我让小友算过了，朱氏老家族武堂叔家有个5岁的小孙子朱浩泽，和爹娘有亲缘，而且武堂叔一家忠厚善良，只要你们把情况说清楚，再给他们家一些好处，他们是会愿意过继的。爹娘，以后孩儿不能在你们身边尽孝了，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对了，朱浩泽是拨记在我的名下，让他以孙儿的身份孝敬你们，继承我们朱家的家产。朱少丽说完，直接退出了梦境。此时他的魂魄已经变得透明。小友，我是不是快飘散了？还没，你现在去投胎还来得及。我不想去。朱少丽还没说完，宁宝就快速地打开投胎通道，一巴掌把魂魄马上飘散的朱少丽给拍了进去。送走朱少丽，宁宝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打着小哈欠。闺女，剩下的爹帮你来收拾，你快去睡觉吧。宁宝，孩子，你快醒醒，有人夜袭！本来睡得正香的宁宝，噌的一下坐了起来。夜袭？谁夜袭？人呢？孩子，人马上就到了，快点喊人吧。有人夜袭，能打的出来打，不能打的老实待着，刀剑无眼，千万不要被误伤。宁宝话音刚落，
顾翔和他那边的侍卫全部拔剑，做出防守姿态。沈君山和穆纯平也拿着自己的武器冲了过来。突然有人夜袭，大家在有序又紧张的撤离。此时20几个黑衣人已经和侍卫打在了一起，宁宝和沈君山则是非常默契的站在战场的外围，防止黑衣人伤到村民。而宁宝一个小娃娃站在那里，有点像闹着玩。其中一个杀手看到这边一个小娃娃，干脆直接跑了过来，二话不说伸出脚就踹向宁宝。宁宝虽然人小，可也不是好欺负的。数百丈外，被宁宝踢出去的黑衣人狠狠地撞在树干上，然后没了气息。死去的黑衣人本以为就这样完了，他没想到自己的魂魄刚刚离体，还没来得及适应脚不沾地的鬼魂角色，就被一个穿着盔甲的老者给提溜了起来。你一个大男人，虽然身为杀手，可也应该有点良知吧？那可是一个不满4岁的小娃娃，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竟然还想用脚踢我家宁宝！我看你这脚也别要了，反正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这位将军，我刚刚确实以为那小姑娘的位置是个薄弱点，想从那里冲进人群找人的。一切都是小人的错，我不该欺负弱小。可是我现在都死了，你们就让我安心的去投胎吧。你们总不能连个鬼都不放过吧？鬼怎么了啊？就算做了鬼，老子也照打不误。你是鬼，老子也是鬼，有本事就出手和老子单挑。你以为做了鬼，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对了，忘了告诉你，我们家宁宝去地府，那就像是回自己家一样随便。黑衣人，他到底是惹了什么人呀？娘，这是冲着我们来的吧？杨儿，你还小，有娘在，这些不用你烦心。你记住，如果有一天娘不在了，你也要好好的活着，要快乐的生活。人生很短，不要把珍贵的时间浪费在仇恨中。娘，你是准备站出去吗？他们的目标是我们，这些村民都是无辜的，我不能看着他们白白受伤，甚至是送命。娘，我和你一起去。他既然那么容不下我们母子，那就如他的愿好了。顾云柔牵着沈牧阳，不顾顾嬷嬷和贴身丫头的阻拦，坚定地往人群外走去。住手！你们要找的人是我，没必要伤及无辜。是他们，取了他们性命，我们就完成任务。黑衣人1号话还没说完，就被从他背后跳出来的小人甩出的大铁链给打倒在地。与此同时，顾云柔母子直接被偷偷走过来的沈玉珍和刘清如给拉了回去。顾妹妹，大家现在正在为你们拼命，如果你们现在走出去自投罗网，大家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另一边，宁宝骑在玲玲身上，居高临下的看着趴在地上的黑衣人1号。哼，踩死你！让你趁本灵猫睡觉的时候欺负我家主子！哼！你这小娃娃，好不讲道理！刚刚是你们这边的人先喊停的，现在大家都停下来了，你们竟然偷袭！哼，偷袭！先偷袭的应该是你们吧？本姑奶奶本来正在我娘亲怀里乖乖睡觉，是你们不讲道理过来偷袭，才把我给吵醒的。你们还伤了我们很多人，而且你们那么厉害，竟然偷袭我们这些普通的流民，你们有道理，你们好有道理哦！我告诉你们，别和我讲道理，如果讲，那我宁宝就是道理。对，我们宁宝最有道理，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你们是什么东西呀？老娘好好的在睡觉，你们闯进来就喊打喊杀的，我看是没有王法了。你们说说，你们这些小兔崽子是不是想偷看老娘睡觉？我告诉你们，我们虽然是流民，可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让你们这些兔崽子随便欺负。如果你们不识相，再在这里瞎蹦跶，老娘把你们祖宗18代全部给问候问候。什么玩意儿啊！连我们宁宝一个几岁的小娃娃都敢欺负！几个老妇人轮番上阵，生生的把还幸存的几个土匪给骂得头昏脑胀。玲玲趁机对着一群黑衣人放了个迷魂屁，原本被骂得脸色难看的黑衣人，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全部晕倒在地。围观的沈君山、顾翔等人全部震惊的看向玲玲，这到底是什么猫啊？一个屁竟然都这么厉害！玲玲，你的屁竟然这么厉害，那我们以后出去打架就不用动手了，你直接放2个屁不就解决了吗？主子，我的屁和我的尿是一样的，虽然效果很好，可是非常难得。您认识我这么久了，您见我尿过几次，放过几次屁？1次。不过我大师兄说过，尿尿放屁的事是自己的私事，不能随便宣扬出去的，自己一个人知道就行了。玲玲，你肯定自己偷偷的去放屁，不好意思告诉我。主子，那还真没有。我们不管是屁还是排泄物，都是非常珍贵的，也很难得。我这还是最近跟着主子灵力大涨，才会有了这个屁，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憋出一个屁来。唉，这么珍贵的屁就这样放了，实在是可惜。众人，因为玲玲一个屁，原本紧张的战斗直接单方面结束了。此时，云鹿城太守府，夫君，你今天面色看起来有点沉重，可是出什么事儿了？顾哲远拿出刚刚收到的信，递给陈世兰。时儿来信了。妹妹可是许久没来信了，本来我还想问问夫君有没有妹妹的消息呢，没想到这就来了。陈世兰看完信，
夫君，我没看错吧？柔儿信上说从边陲逃荒来的一个村子帮过他，现在那个村子的人马上到云路城了，希望夫君帮忙安置。可是夫君，柔儿应该没去过边陲吧？那他怎么会认识边陲的人呢？这也是我想不通的问题。不过前段时间我得到消息，说是柔儿带着牧羊来云路城，我有派人去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回来。也就是说，妹妹现在不在京城。夫君，你说妹妹会不会在来云路城的路上碰到从边陲来逃荒的人了？对，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唉，这些年我们在京城的势力还是太薄弱了，竟然连云柔母子离开京城都不知道。柔儿又向来是报喜不报忧，这次她带着牧羊离开永义侯府，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了，你等下让管家派人去城门口守着，看看这上林村的人什么时候到，到时候千万不能怠慢。既然他们对柔儿有恩，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到时候尽量和他们的领头人好好沟通沟通，看看他们想怎么安置。我们这边要抓紧时间找云柔母子，他们身边可信的就那么几个人，如果京城那边有人使坏，他们会非常威胁的。2天后，宁宝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云路城外。顾福见到面色憔悴、消瘦了许多的顾云柔母子，心疼的不行。几人简单的叙了叙旧，就准备起身进城。村长听到顾福邀请他们一起去太守府，连连摆手。村长听到顾福邀请他们一起去太守府，不行，那肯定不行。副管家也知道我们人多，一共有480多人，这一起去太守府，那肯定不行，影响太大了。我们只要有个落脚的地儿，将来有个光明正大的身份，能够开荒种地就行。其他的那不可能麻烦太守大人。而且我们现在可是难民的身份，这么多难民去太守府，那到时候城里其他的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议论了。为了不给太守还有云柔夫人添麻烦，我们这几天就在城外空地上安营就可以了。父叔，既然村长这样说了，我们就不要为难他了。我们先去见哥哥，尽快把他们落户的事安排好，让他们有一个家，比什么都重要。离开前，顾云柔看向宁宝，要不要和姨姨一起进城？姨姨去吧，宁宝这次就不去了。这附近怨鬼太多，娘亲他们住在这里，我有点不放心。这边不太平，要不你们还是跟我一起进城吧。顾姨姨，宁宝可是领了阎王那边的任务的，这边鬼多，而且道行都不深，最容易出数量了。今天刚好碰到了，晚上一定要大干一场。虽然阎王还没给我工钱，不过我觉得将来我肯定不会吃亏，因为我已经想了怎么和阎王谈条件。顾云柔，那好吧，等下我留个人在这里，如果有事儿，一定要让他们去太守府报信儿。3天，最多3天，我一定会带大家离开这里，去我们以后居住的地方。对于适合上林村居住的地方，顾云柔已经想好了。爹，文强，你咋咋呼呼的嚷嚷什么？出了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对了，你娘不是让你上街买盐吗？你买的盐呢？我怎么看你是空手回来的？盐？我忘记了，爹。可是我发现了一件大事情啊！你这磨磨唧唧的干啥？发现啥大事了？直接说。爹，我们出云村来了流民，有许多，大概有好几百人。来流民了？什么意思？到底怎么回事？好好说清楚。汪文强平复了一下心情，把街上看到和听到的向自家老爹说了一遍。黄金山皱了皱眉，今天早上去卖鱼时，我才听到有人说我们云路城要安置难民了。我本以为我们这边地势偏僻，肯定不会安置跑过来，没想到今天就来了。不过也挺好的，反正我们这边地方大，人少，多点人也挺好。以前我还整天担心，万一海上过来水毛子，我们这点人连个还手之力都没有。来点人挺好的，这样大家也有个照应啊。对了，文强，你刚刚说他们有多少人？什么时候到来着？爹，他们人挺多的，乌压压的一片，看起来有几百人，他们应该过一会儿就到了。我在街上碰到他们，他们现在正在过来呢。几百人啊，那确实不少。这么多人往哪儿住啊？黄金山正在发愁，村里来这么多人怎么住的时候，爹，你看他们来了。不对呀，怎么还有人去了对面庄子？那大户人家的庄子平时很少来人的，怎么流民会去那里啊？黄村长，刘衙役身后跟着林大江，刘衙役也没绕弯子，直接把林大江一行人安置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林大哥，欢迎加入出云村。咱们出云村原本人少，现在你们来了，我们就热闹了。你别看咱们出云村偏僻，可咱们这里物产丰富啊。海里有鱼，山上有野物，想吃海物就下海，想吃山货就上山。不过我们这边地不太肥沃，产量要比别处少一些，其他的都挺好的。黄村长啊，给您添麻烦了，我们人有些多，可能会有点热闹。以后您多担待呀。热闹好啊，热闹了才有人气。你看我们村就10来户人家，满打满算也就110人，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林大哥，以后你们来了，我们就是一个村的乡亲了。你们刚来可能有许多地方不习惯，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来找我。住在海边比内陆可是有许多需要注意的，这些东西都说来话长，等你们安顿下来了，咱们再慢慢唠。对了，我看你们人确实不少，村里好像腾不出这么多空屋子，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让老弱妇孺住屋子，其他壮年先在外边将就几天。哎呦，黄村长啊，真是要谢谢您，咱们这才第一次见面，您就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非常感谢呀。不过屋子的事暂时就不麻烦村民了。林大江指了指对面的庄子。
我们和对面庄子的主人刚好认识，那地方大，挤一挤还能住得下的。不过购物置办房子还需要劳烦黄村长帮忙，毕竟这边的行情、规矩还有礼节，我们都是不懂啊。在林村长说到对面庄子时，黄金山就挑了挑眉，往对面看了一眼。突然，一个小胖丫头迈着小短腿跑了过来。村长爷，大江爷。哎，好孩子，这孩子谁家的？这也太讨喜了吧！大江哥，这娃娃不会是你家的吧？哎呀，黄村长啊，这可不是我们家的，我可没有这个福气啊。这孩子小名叫宁宝，是我们村的孩子。这孩子可讨喜了。不过我家孙女也很讨喜，家喻喊村长爷或者是黄爷爷。黄爷爷，两个小丫头此时的想法是一样的，她们有自己的村长爷，这个称呼她们不想再称呼别人。大江爷，我们以后就住这里了吗？宁宝说着，就朝四周围看了一圈。对呀，这里就是出云村，以后我们就是出云村的人了。宁宝喜欢吗？喜欢，非常喜欢。大江爷，这里可是以后可能会冒青烟的地方。虽然以前这里气运平常，可是我们来了以后，这里就会越来越好了。大江爷，我们以后会建屋子吗？当然要建屋子呀，不过眼前可能会简单的搭个棚子先住下来。毕竟马上开始春耕了，现在重要的就是把各家的地开出来，粮食种下去，这样到了秋天我们就有粮食吃了。这屋子那肯定是要建的。宁宝喜欢哪个位置，可以先挑一个。等你挑完位置，我也就选在你们隔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邻居了。好啊，宁宝喜欢和大江爷做邻居。大江爷，你知道的，我家人口多，比较复杂，这盖屋子肯定是要分开的。我家过去肯定是我舅舅家，还有刘舅舅家，接下来才是您家。宁宝越说声音越小。不过大江爷您放心，我们这边都是好地方，只要有宁宝在，处处都是风水宝地。好，风水宝地好，我就知道我们宁宝是个福宝宝。只要我们宁宝在呀，咱们这里那就是风水宝地。青云镇这边地广人稀，地基还是非常宽敞的，1亩地只要500文。大江爷，我家要10亩，从顾姨一家庄子那边开始量到哪里算哪里。我2个舅舅家各2亩，他们家孩子也不少，地方小了住不开。大江爷，你家也要2亩。宁宝啊，这地基是要银子的，而且盖房子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如果你要种地的话，就让你爹去耕地那边开荒，荒地便宜。大江爷放心，我要10亩地基。我家哥哥多，以后哥哥娶了媳妇儿，要盖许多屋子。等哥哥们生了小侄子，小侄子娶媳妇儿，又要盖许多屋子。到时候地方小了可住不下。而且宁宝以后还要挣银子，这挣银子肯定要置办东西，到时候可能还要挣银子盖屋子。反正宁宝以后要盖许多屋子。好，我们宁宝要做个挣许多银子、盖许多屋子的富宝宝。不过这买地基可是大事啊，你回去和家里人好好商量商量，具体怎么操作，明天让你爹过来参加村会时再说。第二天一早，宁宝醒了，现在要起吗？还是再睡一会儿？起。我们以后不用每天赶路了，你一个小娃娃不用那么早起来，这一路你也辛苦了，以后每天多睡一会儿，养养精神。娘亲，宁宝精神很好，不用养。我师傅说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晚起的鸟儿被虫吃。我要做早起的鸟儿，而且我还挺忙的。我要带着小伙伴们去锻炼身体，身体可是大事，有个好身体才能更好的挣银子。我们不能因为以后有家了，生活安逸了，就不锻炼身体了。宁宝穿好衣服，简单洗漱了一下。娘，我2哥、3哥、4哥，还有思康哥呢。沈玉珍朝隔壁看了一眼，喏，还没起来呢。哥哥们太懒了，他们是想做被虫吃的鸟儿吗？宁宝觉得不能任凭哥哥们偷懒，他快速走到哥哥们睡觉的屋子。4哥、3哥、思康哥起床啦！2哥起床啦！4哥起床啦！日头晒屁股啦！快点起床，宁宝带你们吃虫去。3哥，我没听错吧？宁宝怎么会喊我们吃虫子呢？快起来吧，虽然以后不用赶路了，可我们不能偷懒不起床。最小的妹妹可都起来了，你们可别等宁宝等下闯进来掀被子。其他几个躺在地铺上耍赖摆烂的男孩听了自家哥哥的话，一咕噜爬了起来。妹妹早安，宁宝早安。哥哥们早安，你们今天表现非常好，没有赖床。那你们先去洗漱吧，我去喊其他人起床。宁宝在庄子里转了一圈，把野外小分队的成员全部喊了起来。嬷嬷们好，嬷嬷，我能进去吗？姑娘，您稍等一下，奴才去通报一声。您怎么称呼啊？嬷嬷，我叫宁宝。一个婆子继续守在门口，另一个婆子跑进院内去报信儿了。院内匆忙跑过来的沈牧阳，宁宝今天真好看，虽然以前也很好看，可是今天更好看。少爷，你慢点跑。跟在沈牧阳身后的顾翔慢悠悠地跑了过来。宁宝来了，快进来。宁宝是来喊我训练的吗？牧羊哥哥，训练很重要，我们不能偷懒。
对，宁宝说的很对，我今天起晚了，还让宁宝来喊，实在是不应该。宁宝和沈牧阳两个孩子说着就往外走。宁宝，小少爷，大小姐说让你们一起过去吃早饭，吃完早饭再运动也不迟。不行，我大师兄说早上练武，空腹效果最佳，吃完饭再运动对身体不好。管家爷爷，你自己玩，我们要去锻炼了。你们怎么在这里锻炼呢？我知道有个好地方，非常适合锻炼，你们去不去啊？去，大哥哥也出来锻炼吗？那你带路吧，我们跟在后面。宁宝是他们的老大吗？大哥哥，我是队长。队长？什么队啊？当然是野外小分队啦。野外小分队，不错，非常霸气的名字。走吧，宁宝队长，我们出发了。海边此时正是退潮的时候，大家纷纷去沙滩上捡鱼。这下大家也没心情锻炼了。大哥哥，这些鱼我们也可以捡吗？宁宝也想吃鱼。宁宝最喜欢吃鱼了，还喜欢喝香香的鱼汤。我大师兄说鱼汤营养好，最适合我这种正在长个子的宝宝吃。宁宝是个要长个子的宝宝，所以宁宝要喝多的鱼汤，长高高的个子。鱼有什么好吃的？腥臭腥臭的。别人做的鱼腥臭，我娘做的鱼是香的。我从大师兄那里顺了许多秘密调料包，大师兄还告诉了我许多去腥的药草。大哥哥不信的话，中午到我家去吃饭，我让我娘给你做全鱼宴。顾凯震愣了一下，全鱼宴。宁宝刚想转身去问问这里的鱼他们可不可以捡，就看到沈牧阳带着一个肤色有点黑的壮实小男孩走了过来。宁宝，这是虎子，王村长的孙子。虎子哥好，我叫穆婉宁，小名宁宝，今年3岁，龄好几个月了，马上4岁了。虎子哥喊我宁宝就行。你好，宁宝，我叫黄玉虎，今年8岁，小名虎子。你们是昨天新来的村民吧？我们就是新村民。虎子你好，我叫穆成居，今年9岁，我是宁宝的二哥。穆二哥好。虎子，我看你们在捡鱼，这沙滩是私人的还是咱们村子的？穆二哥，这沙滩都是我们出云村的。我听我爷说，你们以前不住在海边，应该不知道，这海水落潮以后，海里许多鱼虾会被留在沙滩上。我们没事就捡些回去喂鸡鸭，吃了鱼虾的鸡鸭，下蛋很多，而且蛋还很好吃。用鱼虾喂鸡鸭？你们也太奢侈了，你们不吃鱼虾吗？鱼虾太腥了，我们都不太喜欢吃，除非是家里实在没东西吃了才吃。其实鱼虾做好了还挺好吃的，我娘做的鱼虾就非常好吃。等以后我家房子盖好了，虎子来我家尝尝。哦，对了，虎子，我们想捡些鱼回去吃，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你们随便捡。这沙滩本就是咱们村共有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来捡。不过这海边的海水是会涨潮的，涨潮的时候不可以在海边玩，要不然是会被海水冲走的。宁宝听到鱼可以随便捡，他连忙示意几个小伙伴去捡鱼。小妹妹，那些东西不要，就留在海滩上就行，等涨潮了就能被海水给带走了。姐姐，你好漂亮！王梅脸红了一下。姐姐，我叫宁宝，你叫什么？我叫王梅，大家都叫我梅子。梅子姐，你刚刚说这些东西扔在沙滩上，可是我觉得扔在沙滩上不好，不仅不美观，还会硌脚。等日头一晒，这些东西就死了，到时候肯定会散发出臭味儿。可是如果我们刚好碰到，顺手把活的扔回大海，死的也可以扔回大海喂鱼，这样沙滩上干净了，也会香香的，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玩了。宁宝妹妹，你太厉害了，什么都懂。宁宝看着梅子崇拜的眼神，有点不好意思。沙滩上的鱼太多，宁宝几个孩子捡着捡着就捡上瘾了。宁宝，爹，你看好多鱼，我们今天吃全鱼宴。春平，你这闺女不简单呐，小年纪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我家闺女就是力气大了点。黄爷爷，宁宝力气可大了，你如果有搬不动的东西，喊宁宝，宁宝帮你搬，不收你银子。好，以后有力气活就找宁宝。不过说实话，女娃娃要娇养，我可不忍心让我们宁宝干重活。黄金山抬头看着干净的沙滩，忍不住挑了挑眉。今天这沙滩上也太干净了。宁宝，你们不会是把所有东西都给捡走了吧？这海里的东西是挺多的，可是有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认识，更不知道怎么吃，而且万一有的东西吃了对身体有损伤就不好了。宁宝，咱们可不能乱捡东西吃啊。爹，黄爷爷，你们放心，我们没有捡别的东西，只有鱼虾，其他的东西活的都被我们扔回水里了，死的也扔进去了，反正那些鱼也要吃东西。我们不能吃，说不定鱼可以吃，等鱼长大了，我们再吃鱼。沙滩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也被我们埋起来了。这沙滩这么漂亮，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过来逛逛，可是如果有那些东西的话，就太臭了。
宁宝丫头太厉害了！我说今天海边怎么没有那么臭了？实不相瞒，以前这海边经常臭烘烘的，冬天还好，到了夏天那更是臭的不行。还好每日涨潮的时候，海水会把沙滩冲洗一遍，要不然就太臭了。宁宝这个方法不错，干脆这样，我等下就通知大家，以后每天来一户清理沙滩。你们刚来有许多事情要忙，那就先从我们这些原住民开始吧。宁宝和黄金山还不知道，他们这个举动竟然让这片海滩越来越漂亮。娘亲，中午吃全鱼宴可以吗？我们今天捡了很多鱼，我答应大哥哥中午要请他吃全鱼宴的，到时候再把顾姨姨和牧羊哥哥叫过来。以前我老是吃他们家的东西，今天我们请他们吃鱼好不好？好，我等下就把鱼处理了，腌起来。你等下别忘了和你顾姨说一声，他们家饭早，别到时候人家吃完了，你才过去喊吃饭，这样不礼貌。这一路啊，你可没少在你顾姨那里蹭吃的，今天回请一顿也是应该的。大姑，那星宇有什么好吃的？要不我们去平川县，我请您和表弟吃好吃的。凯珍，宁宝娘的厨艺不错，以前在寺院里过冬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家住一个院子，经常能闻到他们家的饭香味儿。虽然食材都非常简单，可是玉珍做出来的饭菜看起来就很好吃。以前我就想着尝尝，可是家里粮食都不宽裕，我就没好意思提。今天宁宝既然来请了，我肯定要过去尝尝。这鱼别人做出来不好吃，说不定啊，宁宝娘做出来就好吃了呢。鱼有什么好吃的？顾凯正刚嘀咕完，他们就到了宁宝他们家居住的院子。这个院子里住的不止宁宝一家，闻着鱼香味儿，大家纷纷找沈玉珍请教。我才不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我家大师兄教我的，我大师兄会的可多了。大师兄原本还说要做酸菜鱼给我吃的，可惜还没来得及做，他就接到家里的急信下山了。宁宝，你一个人在那嘀咕什么呢？快点过来，你顾姨他们来了。宁宝从灶屋走出来，正好看到顾凯振趴在桌上闻菜香。这是鱼吗？为什么不仅没有腥味儿，而且闻起来还好香啊？难道我以前都吃了个假鱼？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更让顾凯振对鱼有了新的认识。午饭后，林大江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他坐在顾大胜身边直叹气。大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过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叹气。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实在不行就把大家聚到一起商量商量，一个人的主意总归是比不过大家的。大圣哥，建一个家是真不容易。你看我们现在地基有了，可是建屋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边天气好像比北边暖和了许多，差不多已经可以春耕了。如果盖房子就没空开荒种地，可我们也不能一直住在人家这庄子上。我们这么多住几天还算行，但是住几个月就有点不知轻重了。所以我现在在纠结，是先种地还是先盖屋。原本我想先搭个棚子凑合着住，等春耕结束了再盖房子。可是我今天听刘衙役他们说，靠海边经常会刮大风，雨水也相对比较多。如果天气好，那棚子还能住；可是碰到阴天下雨的话，一阵风，那棚子就可能会飞走。想管家你来了，快到屋里坐。强管家来了，您是找？我听说大兄弟在大圣老哥这儿，这就过来了。走，我们进去说。我刚从我家大小姐那边过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家大小姐听说春平你们在烦新房子和春耕的事，这屋子你们尽管安心住着，春耕不等人，盖房也是大事。现在我们抓紧春耕，等春耕结束了再专心盖房子啊。可大江，感谢的话先不要说，这也不是我家大小姐有多仁慈，不过我家大小姐也的确仁慈。关键是我们在一起相处这么久了，之前在寺院时咱们也是住同一个院子的，和乡亲们相处久了，我家大小姐觉得咱们村的村民虽然有个别妇人不讨喜，但也能接受。顾祥一番话说下来，林大江和穆大胜听了都是满满的感激。与此同时，宁宝被沈牧阳盯着完成功课以后，就坐在椅子上一直乱动。宁宝，你想看什么书？我帮你拿。不，宁宝不想看书。牧羊哥哥，我们出去逛逛吧。宁宝想去哪里逛？后山。不行，你奶送你过来的时候专门交代了，不让你出去乱跑。牧羊哥哥，今天我们武也练了，文也学了，总归要出去逛逛的。小孩子不能一直关在屋里，要不然会被关傻的。宁宝可不想做一个傻宝宝。要不这样吧，你陪我回去看看爷爷，我爷爷腿不好，如果要上茅房或者口渴，身边没有人实在是不方便。好。宁宝回来了，是不是饿了还是渴了？爷爷，我不饿，我就是回来看看爷爷要不要喝水，宁宝去给你倒。不用了，你奶下地前把吃的喝的都给我准备好了。那爷爷要上茅房吗？宁宝背你去。宁宝不用了，爷不上茅房。不上吗？爷爷你确定？有尿不能憋着，我大师兄说憋尿对身体不好。好，爷知道了，爷现在真的不上茅房。从穆大生那里出来，宁宝直接拉着沈牧阳出了庄子。牧羊哥哥，我们就去后山看看嘛，看看就行。
不行，后山我们从来都没去过，对那里一点都不熟悉，就我们2个孩子肯定不能去。可是，灵宝，听话，你知道我的身体不适合爬山，等以后我身体好了再带你去。要不我们去村子里逛逛，这村子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你现在对自家村子还不熟悉，实在不应该。好吧，那就去村里吧。好近的孩子啊！嘿嘿，婶婶你也很俊。哎呦，这小姑娘太讨喜了，好想偷回来养几天呀。婶婶，你是人牙子吗？专门偷小孩的人牙子。哎呦，这姑娘太可爱了。王水香只顾着笑了，还没来得及说点什么，宁宝就看到黄金山从刚刚妇人过来的方向走了过来。看到村长，宁宝连忙拉着沈牧阳跑了过去。黄爷爷，村里有人牙子。文强媳妇儿，你这么大的人怎么下一个小娃娃呀？爹，这小姑娘太可爱了，他们是新来的吗？黄爷爷，这人牙子是你家的吗？宁宝，你误会了，她不是人牙子，她是我儿媳。你记得和你一起抓鱼的虎子哥吗？记得，虎子哥很不错。她是虎子的娘，你可以叫她黄婶儿。黄婶好，我叫穆婉宁，小名宁宝，今年3岁，好几个月了。宁宝，原来你就是虎子说的宁宝啊，太可爱了。黄婶家有好吃的，走，黄婶带你们进去。宁宝和沈牧阳离开黄金山家，继续晃悠，一直走到村尾，看到了大海，才停了下来。二人在海边玩了一会儿沙子，看着时辰差不多了，宁宝才不舍得站起身，准备回家。水娃，水娃，我的乖孙儿，你回来了！在老妇人抱着沈牧阳的瞬间，宁宝条件反射地抬起脚，正要一脚踢出去，却看到他的身后站着几个灵体向他求情，年长的看起来40多岁，是个憨厚的男子，还有一对20来岁，看起来像是一对小夫妻，最后是一个3岁的娃娃。这是一家人，看来这一家人就差这个老妇人就团灭了。宁宝看了一眼这个可怜的老妇人，没有继续踢，而是直接伸出小手，在老妇人抓着沈牧阳的胳膊上轻轻点了几下，老妇人的胳膊瞬间无力地放下。水娃，我的乖孙儿，快去喊你爹娘和爷爷回来吃饭。文强媳妇儿，你这风风火火的性子就不能改一改？你爹我年纪大了，可经不住你这样撞一下。爹，没事吧？没事儿。爹，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您会这个时候回来，我这刚好有急事，心里一急就快走了几步啊。这都晌午了，文强和你娘弟弟快忙完了，马上就回来吃饭，你不快点做饭跑出去做什么？可是要去摘菜啊，要摘什么菜我去弄。哎，爹，饭我都做好了，我是想到呀，今天那2个小娃娃，我好像看到他们往村尾去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家了。我是看快晌午了，怕他们碰到孙大娘被吓到。你说宁宝和牧阳去了村尾？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村里的孩子们都认识孙大娘，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害怕。我怕宁宝会被吓到。我过去看看，你去庄子那边看看宁宝回去了没？黄爷爷，这个奶奶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没有人了，孙家是外来户，就20年前那场事故之后，就只剩下孙老太一个人了。黄爷爷，现在老奶奶身边跟了好几个鬼，好像是老奶奶的家人。宁宝，这大白天的怎么会有鬼呢？宁宝小手一挥，正准备朝村长念咒语，忽然看到身边的沈牧阳。牧阳哥哥，你怕鬼吗？有宁宝在，我不怕鬼。牧阳哥哥没见过鬼吧？你想见鬼吗？不用了，我觉得看不见挺好的。好吧。本来想带牧阳哥哥见见世面的，既然沈牧阳不想见鬼，他也不能勉强。那牧阳哥哥坐在一边休息会儿，等我忙完了我们就回家。宁宝说完，直接转回头换了个咒语，直接念。黄金山看着宁宝奇怪的动作，正准备开口询问，突然眼前一闪，他看到站在孙老太身后的几人。孙大哥，水娃爹，水娃媳妇儿，你们不是死了吗？黄爷爷，你看我没有骗你吧？老奶奶身边跟了好几个鬼，不过他们虽然是鬼，却没害过人。不对，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取过别人性命，不过那是坏人，他们因为杀了坏人，身上都有功德。可惜当初他们没有去投胎，要不然肯定能投个好胎。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阳间这么多年都没有魂飞魄散，命魂还俱在的原因。他们不去投胎，应该是放心不下老奶奶。黄爷爷，这些人你认识吗？他们是老奶奶的家人吗？宁宝，你怎么会懂这些的？你真的只有3岁吗？你不会是从神山上下来的大仙儿吧？黄爷爷，宁宝不是大仙，宁宝是宁宝啊，宁宝就是3岁多了好几个月，快4岁的宁宝，如假包换。对了，黄爷爷，宁宝是我师傅的高徒，我师傅道行虽然不深，可我却是高徒。黄村长顿了一下，通过宁宝的解释，他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刚好此时穆春平走了过来，他把黄金山拉到一边，把宁宝会玄学的事向黄金山解释了一下。
黄村长，以我的经验，我家宁宝应该要问清这几个鬼的来龙去脉，然后帮他们解开了心结，了却阳间事，然后送他们去投胎的。我看一时半会儿应该处理不好，您看要不要把他们请到别处啊？比如他们的家里，我家宁宝还小，有些事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穆春平的话虽然有点欲言又止，可是黄金山是个灵透的，他立马就懂了穆春平的意思。好，我们去孙家，孙家就在这附近，也安静。钱管家、牧羊公子，你们如果饿的话，就先回去吃饭吧，我在这里陪宁宝。哦，对了，别忘了帮我和家里人说一声，我怕他们着急。祥爷爷，你先回去吃饭，我等下和宁宝一起回去。顾翔幽怨地看了自家少爷一眼，然后朝穆春平交代了一声，转身就离开了。王爷爷，这老奶奶家的故事你知道吗？说来听听，我只有了解他们家的故事，才能解决事情。孙老哥一家是30多年前来到我们村子的，那时候我年龄还小，只记得当时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一个2、3岁的娃娃。据说孙家是因为得罪了当地的地痞，一家人都没了，就剩一家3口。为了活下去，一家人就背井离乡出来了。我们这边人口少，落户也相对简单。孙大哥一家住进来之后非常低调，平时和邻里相处的也不错。孙大哥的儿子叫孙长辉，在孙长辉19岁那年娶了村里的孤女小兰为妻，两人成亲后1年多，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小名叫水娃。有了孙子后，孙大哥一家更勤奋了，院子里整天都充满欢声笑语的。可是，可惜好景不长，那是20年前的一天夜里，海上竟然游过来几个异族人，他们嘴里说着和我们不一样的话。孙家在村尾，这边离海最近，他们直接摸进了孙家。具体在孙家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太清楚。等到村里人听到动静赶过来的时候，孙家一片狼藉，院门已经破了，院内到处都是血，几个异族人被砍得奄奄一息，而孙家更是伤亡惨重。孙老哥和常辉都已经没有呼吸了，常辉媳妇当时情况也不太好，当时常辉媳妇还活着，她挣扎着爬进屋子，看到地上被摔得头骨碎裂、毫无生气的水娃，她直接一头撞在墙上，就那样去了。我们跟进屋子，看到的是孙大嫂，就是孙老太，晕倒在了水娃旁边。当时大家查看了一下，这孙大嫂应该是被人敲中了后脑勺才昏迷的。孙家原本幸福的一家5口，就剩下孙大嫂一个了。我们虽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可以能猜到院子里那几个陌生人就是凶手，几个穿着长相奇怪的陌生男子到我们村害了几条人命，我们肯定不能放过他们，趁他们昏迷直接把他们给绑起来。等他们醒来，我们发现他们讲话叽里咕噜的，根本听不清楚，语言不通，想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杀人，从哪儿来的，根本没法问。而孙大嫂醒来后也有点神志不清，具体那晚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法知道。村里人一起帮忙把孙家的丧事给办了，被损坏的院墙和院门，大家也帮着修缮了一下。宁宝挑了挑眉，突然，孙老太的丈夫孙涛冲宁宝招招手。你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况，大白天的耗费太多精力，对你没什么好处。没关系，小姑娘，我知道碰到你我也该走了。孙爷爷，我知道你放心不下老奶奶，可是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几个整天跟在她身边，阴气太重，对她的身体没什么好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最多活不过3个月。怎么会这样？宁宝，好孩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孙大嫂这一辈子不容易，能不能让她最后的日子过得舒心一点？如果我能让老奶奶看到他们，你说老奶奶的精神会不会变正常？这种事情风险还是挺大的，黄金山也不敢贸然做主。他看向孙涛，说实话，我们一家在这个世上真的没有亲人了，最亲的可能就是出云村的乡亲们了。这些年大家对我媳妇儿的照顾我都看在眼里，可我们也不能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我媳妇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太孤单了。小姑娘，如果可以的话，让她见见我们吧，后边该怎么办，等我们见过之后再说。老奶奶，你想见你的丈夫吗？还有你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老太浑浊的眼睛突然看向宁宝。水娃，你带我去找水娃。宁宝往孙老太身后看了一眼，然后伸出小手，在孙老太面前边念咒语边比划。辉儿媳妇儿，水娃，辉儿爹，你们回来了，你们终于回来看我了。一炷香后，孙老太渐渐平静了下来。孩子，谢谢你，这些年我一直活得浑浑噩噩的，是你把我唤醒了。孩子，我能求你件事吗？老奶奶您说。孩子，我想让你把他们送走。老奶奶您想好了吗？送走了你可就看不到他们了。我知道，如果可以，我愿意跟他们一起离开。可是我好像现在还走不了。不瞒你说，我以前趁着没人的时候寻过几次短见，可是我都没死成，可能是因为阎王爷不收我吧。老奶奶，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孙老太没有迟疑，直接把生辰和名字告诉了宁宝。宁宝拿出自己的龟壳和铜钱，认真的捣鼓了一会儿。宁宝看着挂面愣住了，自然王，阳寿未到不可收，什么意思啊？看来这孙家其他人的功德都转移到孙老太身上了。宁宝也没瞒着，
直接把情况告诉了众人。具体怎么操作，要看孙家自己人的选择。宁宝干脆直接把时间留给孙家，他则被穆春平抱着，准备回去吃饭了。走出孙家，哎呀，今天再说起孙家的事儿，我有点担忧了。当年孙家出事以后，我们在周围海面上找了许久，也没发现和闯进孙家那些人的同类。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以后还会不会来了。虽然之前那几个人都死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不可能就只有那几个人，而且这几个能摸过来，那其他的人极有可能也能找到这里。王爷爷，您说当年那些坏人全部死了，那他们尸骨在哪？现在还能找到吗？能找到。当年有的人说直接扔海里去，后来大家想了一下，他们本来就从海里来的，尸体扔进海里，万一被他们的同伴看到过来寻仇就不好，最后就直接把他们埋在了后山。当时我也参与了，虽然记不清具体的地点，但是大概范围我还是知道的。好，那就等忙完春耕去山上把他们给挖出来。我刚刚在这附近看了，没有找到他们的灵体，有了尸骨，我可以直接召回他们，到时候再问个清楚就可以。宁宝，他们说话我们根本就听不懂，就算是找到他们的鬼魂，应该也没用吧？没关系，先找到打一顿再说。至于说话我们听不懂，总有人能听得懂，大不了去阎王殿找人。听说阎王殿有人精通很多国家的语言。3天后，宁宝做法把孙家几个灵体全部送进了投胎通道。京城白府，主子，快看信！看什么信？白东不敢迟疑，直接把他已经拆开的信放到了白明面前。当白明瞟见信上的字迹时，宁宝，他一把拿过信，认认真真的翻看了几遍。白东，去准备一下，我们去云路城。主子，宁宝小姐在云路城？对，宁宝信上说她在云路城的一个小村上，她想让我去看她了，具体什么情况她也没说清楚。宁宝太小了，我那不靠谱师傅还真放心。这么小个孩子，竟然让他跟着一群陌生人去逃荒，我反正不放心。我要亲眼看到他好好的，我才能放心。你快去收拾行李，我去主院和我娘说一声，我们马上出发。主子，现在就走，这会不会有点太赶啊？属下好像听说今日永业侯夫人请您看病，现在离开会不会不太好啊？永业侯夫人？我没记错的话，这京城就一个永业侯吧？我好像听说永业侯夫人不在京城，带着侯府世子回娘家静养去了。今天来的应该不是什么侯夫人吧？哼，现在这世道可真可笑，一个歪门的小妾都敢打当家主母的名头。其实这永业侯府我本应该走一趟，听说之前侯夫人没少来为世子求医，可惜我回来了，他们却离开了京城。不过没关系，这侯夫人的娘家不就在云路城，我们到时候去走一趟就是。永业侯府的老侯爷是个值得敬佩的人，还有顾家都不错。1个月后，云路城外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内，老范，我要出去一趟，你在家里看家，等我忙完了就回来。哎呀，好你个三清，我好不容易碰到一条鱼，都被你给吓走了，你赔我的鱼。三清道长没理会在那跳脚的老范，而是递给他一张储物符。哎，这里边有粮食，你在家好好看家，我走了。不是你走，你要走去哪儿啊？合着刚刚我讲话你都没听啊？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你在这慢慢玩。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挂心宁宝，虽然当初我把他放在那里，也确定那家人会对他好，可是毕竟是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孩子，心里总会放心不下。最近我老是做梦，梦到别人欺负宁宝，所以我想要去找他。太远的地方找着太费劲。今天我才听说云路城在接收难民，那既然远的地方不好找，那我就去近的地方找。这云路城离我们这么近，如果不去找找也太说不过去了。反正找不找得到那都是找过以后的事儿，我只负责找，结果不重要。哦，合着你这么忙活，就是做做样子呗。我还以为你真是良心发现，舍不得宁宝呢，弄了半天只是个花架子呀。哼！大江爷，爷爷，这老酒送给你们喝，不过大江爷可以多喝2杯，爷爷只能喝1小杯。宁宝，你不让爷喝酒，还拿酒出来馋爷，你是不是对爷有意见呢？要不爷喝2杯，就2杯。不行，爷爷，你身体还没好，你要听话。嘿，宁宝放心，我会看着你爷爷的啊。宁宝，等下去问黄村长什么时候有空，我觉得这件事拖不得，要尽早弄清楚比较好。通过孙家的事我们能看出那些人心狠手辣，关键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以后我们是要在这边常住的，这件事不彻底解决，我总心神不定啊。我是小孩子，没什么可忙的，每天都有空，就看黄爷爷和村里叔伯们什么时候有空了。确实是个问题。出云村这边海岸挺大的，上次那些贼人是从孙家那边上岸的，下一次那些人从另一边上岸的话，那么受害的会不会就是其他人了？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关键还是把人找出来，然后摸进他们的老窝，彻底把人解决了才行。宁宝啊，我们这边随时都能去，就看黄村长的时间吧，尽量越快越好。我们的房子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要紧，关键是要抓紧找到那些贼人。以前我听别人说，林子里容易有土匪，山上喜欢藏土匪。你们说这海里会不会有水匪啊？水匪？村长爷，你太聪明了，这水里来的极有可能就是水匪。你们说这水匪会像鱼一样一直在水里游吗？
穆大圣和林大江互相看了一眼，会吗？他们好像也不知道啊。爷爷们一看就不知道，嘿嘿，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虽然黄爷爷说那些贼人长得和我们不太一样，可应该也是人，只不过爷爷们一看就不知道，嘿嘿，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虽然黄爷爷说那些贼人长得和我们不太一样，可应该也是人，只不过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罢了。比如猪有野猪和家猪之分，羊有野山羊和绵羊之分，牛有黄牛和大水牛之分。我们人应该也有很多品种，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一直游在水里，是人就会有落脚地，就算是没有家，他应该也有住的地方。所以，只要我抓到那些贼人的鬼，我们就可以让鬼带路，然后直奔他们的老窝。这边穆大圣和林大江已经喝起来了，宁宝看没自己什么事儿了，立马准备去村里找黄金山。宁宝，你去哪里？四哥陪你去。四哥，你功课学完啦？好了，舅舅没让我来抓你，我是提前做好功课下课了。舅舅知道今天退大潮，喜欢吃鱼的你肯定去捡鱼了。舅舅怕你拿不住，所以让我提前下课去给你帮忙的。我正准备去海边找你，没想到我刚出来就碰到你了。宁宝，你去干什么？是去海边捡鱼吗？你怎么没拿桶？你等着，我回去拿。四哥，鱼我已经捡回来了，现在我要去黄爷爷家找黄爷爷说点事。你如果忙的话就去忙，你放心，我不去海边，也不去危险的地方。妹妹，我没什么忙的，今天牧羊哥不在，你一个人挺孤单的，四哥陪你一起去吧。两个孩子刚走到村口，就碰到王水香和黄文强赶着驴车从村外回来。哎，宁宝、程叶，你们这是去哪儿啊？皇叔好，皇婶好。好，你们也好。黄文强朝宁宝和穆程叶打了声招呼，就赶着驴车进村了。宁宝，你记得婶子之前和你说过，婶子有个女儿吗？记得。这就是我闺女，她叫黄玉英，今年6岁，小名英子。你看是不是和你一样可爱？英子姐很可爱。英子，这是娘跟你说的，宁宝妹妹，程叶弟弟。宁宝妹妹，程叶弟弟，你们要去村里玩吗？我带你们去，这村子我最熟了。哎，对啊，宁宝，你们要是去哪里呀？让你英子姐带你去，这丫头在家就待不住，每天都喜欢和小伙伴一起玩。皇婶，英子姐姐，我去你家找黄爷爷，不知道黄爷爷在不在家？在地里面的活忙活完了，你黄爷爷就算不在家，也在院子后面的菜园里忙活。走吧，宁宝，我带你们过去。宁宝，你平时在家都忙些什么呢？我以后可以去找你玩吗？可以呀，到时候我给你介绍我其他姐姐给你认识，我有佳玉姐，还有来娣姐。哇，宁宝，你好厉害呀！你有2个姐姐啊？这算什么？英子姐姐，我不是2个姐姐，我还有招娣姐、盼娣姐，而且我还有好多个哥哥，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宁宝、程叶，你们来了。黄爷爷，你要去忙吗？爹，宁宝和程叶过来找你。不忙，我就是闲着没事儿，想要去把菜地除一下，这都不是要紧的活儿，改天去也行。宁宝可是找我有事儿。对，黄爷爷，我找您有事。现在春耕结束了，就想问问黄爷爷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山上把那几个鬼给找出来。鬼？现在的鬼这么猖獗吗？还有大白天的专门去找？哇，宁宝妹妹，你好厉害呀！找鬼听起来很好玩，我也要去。不行。英子话音刚落，几道反对的声音同时响起。英子姐，我如果没看错的话，你八字偏阴，不能去阴气太重的地方，对你身体不好。偏阴？宁宝，是英子的生辰八字不好吗？那怎么办呀？对她的身体会不会有影响？皇婶，英子姐八字确实属阴，她是不是每年7月15左右就会生病？对，每年都会生病，基本上都是高热，有时候还会说胡话。7月15是鬼节，阴气比较重，像英子姐这种体质，最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宁宝，可有什么办法破解？宁宝从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掏出2张符，递给王水祥。黄爷爷、黄婶，你们放心，有宁宝在，什么脏东西都不敢来找英子姐。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有一个外号叫做鬼见愁，就是鬼见了我都发愁。这2张符，一张是驱邪的，一张是保平安的。黄婶做个荷包，把这2张符纸装在里面，让英子姐随身携带，慢慢的，英子姐身上的阴气就淡了。回到庄子，宁宝把明日进山的事和林大江说了一下，就跑到沈牧阳那儿去了。一直到傍晚，宁宝才伸着懒腰从沈牧阳的书房里走出来。忙了半天了，饿了吧？先吃点点心垫垫。谢谢牧羊哥哥。宁宝接过点心，直接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宁宝吃完一块，沈牧阳递一块，没多大会儿，
一大盘子点心就见底儿了。吃饱了。宁宝在屋里窝了半天了，挺无聊的，要不我们去庄子外面逛逛？出去逛逛消消食儿。沈牧阳牵着宁宝往外走，他们刚走出庄子，就看到村口围了几个人。宁宝见此，连忙往那边跑。一炷香前，白明的马车到了出云村村口。三清道长非常积极地跳下马车。你们等着，我去问问宁宝在不在这个村子。林佳玉几个孩子刚好在村口玩。小朋友，你们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吗？是啊。你们这里是出云村吗？林佳玉再次点点头。那你们认识宁宝吗？听到来人是找宁宝的，一群孩子立马围了过来。你是谁？你是来抢宁宝的吗？是谁欺负我宁宝的队员？快来尝尝我的沙包大拳头！宁宝！听到喊声，宁宝已经挥出去的沙包大的拳头连忙卸力。完了，没爱了，乖徒儿变不孝徒了。宁宝，才多久没见你就开始殴打师傅了？师傅！穆长乐看到宁宝哭了，又看了看被宁宝喊作师傅的老者和旁边走过来的气度不凡的年轻男子，他立马让穆成荣去家里喊人。看到宁宝哭，三清道长还以为他在新家受委屈了，连忙张开双手准备把他抱在怀里。宁宝见此，直接往里面扑，只不过刚扑了一半。宁宝，大师兄！刚扑了一半的宁宝改变方向，直接往白明怀里扑。大师兄你来了，宁宝想死你了。另一边，二叔，有人来抢宁宝了！成荣，怎么回事？你们快点去看看吧，村口来了一辆马车，他们是来找宁宝的。刚刚马车一停下来，马车上的人就直接从车上跳下来抱宁宝，宁宝还哭了。穆春平一听到自家小闺女哭了，二话不说，随手拎了个铁锹就往外跑。思康，怎么回事？你姑父这是干什么去了？说是村口来了一辆马车，他们要抢宁宝。爹，我们快去帮忙吧，宁宝不能被抢走。什么？有人抢宁宝？有人抢宁宝？胆子也太大了吧！走，我也过去。等等我拿个菜刀。什么？有人抢宁宝？眨眼功夫，大半个庄子的人都知道有人要抓宁宝，大家来不及思考，直接就往村口跑。穆春平扔掉手中的铁锹，走上前去，正准备把宁宝从坏人手里夺过来。而坏人白明看到穆春平气势汹汹的，直接轻轻转身躲过穆春平伸过来的手。两个老少男人一躲一闪，火气浓浓。爹，大师兄，你们在玩躲猫猫吗？大师兄，谁抢我们宁宝啊？给老娘出来，看老娘不一菜刀劈了你！放开宁宝，你们抓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宁宝，这是你大师兄，你确定？爹，这是我大师兄，我大师兄叫白明，医术非常非常厉害。我以前不是说要找大师兄给爷爷治腿吗？我们一到出云村，我就给大师兄写信了。我本来以为大师兄会过一段时间才到，没想到他今天就来了，我太开心啦！对了，爹，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你们这么多人都出去了，难道说是后山的野猪下山了？你们要去打野猪吗？我也去。还没等穆春平等人解释，外围众人的喊话声，宁宝已经听到了。所以爹、舅舅、剑飞说你们这么大动静是来救我的。穆春平不自在地挠了挠头。刚刚成荣回去说有陌生人赶着马车来村口抢你，所以大家就连忙扔下手上的活儿出来救你了。爹，这是我大师兄，对我可好了。这是我师傅，还有那个牵马的是白东哥哥，是我大师兄的侍卫。宁宝又看向白明。大师兄，我有家人了，你看这些都是我的家人，他们对宁宝可好了，宁宝非常非常喜欢，宁宝现在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宝宝。大师兄，师傅，这是我爹、我舅舅、剑飞叔、大伯、大哥、三哥，我表哥。宁宝把所有人都给白明和三清道长介绍了一遍，双方知道是误会，立马互相道歉，寒暄了起来。道长、白公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把宁宝养得这么好，也谢谢你们把宁宝送到我们面前。老头，我这辈子能有宁宝这个孙女儿，现在就算是死了，我也知足了。爷爷，你又不乖，宁宝说了，你现在不宜饮酒，再不乖，宁宝要生气了。好，爷爷听宁宝的，爷爷不喝酒了。大圣哥被自家小孙女给管了，你看多开心呐！一顿饭宾主尽欢，饭桌上有人谈起了明天进山的事儿。白明和三清道长一听明天大家要进山，立马表示想要一同前往。大师兄，我有事请你帮忙。是要让大师兄给你爷爷治腿？对，爷爷的腿伤了许多年了，他现在不仅不能走路，腿还会疼。虽然爷爷没说，可我知道他有时候非常疼，所以宁宝想求大师兄帮他看看，就算不能走路也没关系，反正宁宝劲大，可以背爷爷，就是不要让爷爷那么疼了。宁宝看着心疼。
好，大师兄知道了，你放心，大师兄一定会尽力的。等明日从山上回来，大师兄就帮穆爷爷看看。哦，对了，灵宝你们住的这庄子是村里的？不是的，这庄子是顾姨姨的。对了，大师兄，宁宝还有一件事要求你。哦，宁宝还有事求大师兄啊，说说吧，这次让大师兄救谁啊？救牧羊哥哥。牧羊哥哥是顾姨姨的儿子，牧羊哥哥身体不好，他以前经常被人下药，还被人用邪术抢运道和生机。我虽然已经把那些给解了，可是牧羊哥哥元气大伤，身体机能损伤严重，我医术不行，所以想请大师兄帮忙看看。我听说这沈家是经常来的，前段时间才来云路城，他们是来投亲的。对呀，顾姨姨和牧羊哥哥是经常来的。牧羊哥哥姓沈，他叫沈牧羊。听说他爹对他们一点都不好，想想也是，如果对他们好的话，也不会让顾姨姨带着身体不好的牧羊哥哥独自上路回娘家了。而且他们路上还经常遇到黑衣人追杀，那些黑衣人非常厉害，不过他们都没有我厉害，被我一拳就打飞了。白明，带着小师妹还是和以前一样虎。第二天一早，你看这小丫头被这家人给宠成什么样了？都这个点了还在睡觉。以前在道观可是5更天就要起床晨练的，而且你看那丫头现在都胖成个啥样了？我怀疑她以前学几招防针术全都给忘完了啊！哎，这么多败儿。师傅的意思是小师妹现在很弱了，要不师傅和宁宝比比拳头，看看你们两个到底谁比较弱。那还是不用了吧，我可是宁宝的师傅，和他一个小娃娃比拳头，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他呢。没关系，等你被宁宝打飞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不是你欺负宁宝，而是宁宝让着你的。我记得当初就埋在3棵小树中间，可是现在20年过去了，当初的小树都长变样了，那坑具体在哪里我还真不敢确定。这天不早了，快点挖吧，你们实在找不到地方，就让我徒儿帮你们找。白公子，您看我们挖哪里比较合适？黄村长，玄学方面我不太擅长，我接小师妹可以。小师妹。黄金山重新看向满脸得瑟的宁宝，宁宝连忙拿出自己的小罗盘盘弄了起来。片刻之后，宁宝拿着小罗盘往东走了10步，蹲下来围着自己画了个圈。就是这里。众人看到确定了位置，连忙挖了起来。确定好位置，宁宝就不再管了。大师兄，这坑可能要挖一会儿，要不我们去里面逛逛？这山里边我也是第一次来，不知道有没有好东西。还是我们宁宝聪明，进山一趟不能白来，要不宁宝算算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师傅，你不留下来看他们挖坑吗？就在宁宝纳闷的时候，三清道长已经率先冲了出去，看到自家不靠谱的师傅往前走了，白明连忙背起宁宝就追了上去。师兄妹2人一路追着自家师傅来到了一个小河边。三清道长正在研究河边的脚印。兔子、夜里、狍子、老鼠，怎么都是小动物啊？师傅，小动物不好吗？不好，肉太少不够吃。你家里人口多，还都是半大的孩子。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你那些哥哥们正是能吃的时候，肉少了根本不够吃。想当年你那些师兄们都在道观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让大家吃肉，不是因为咱们道士忌嘴不能吃，咱们道士又不像那些和尚，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我们是什么都能吃。那宁宝为什么在道观里面没吃过肉啊？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你年纪那么小，牙还没长齐，吃什么肉啊？师傅，徒儿在道观好像也没吃过肉，你长得5大3粗的，吃什么肉？哎呀，也不是为师小气，实在是你那些师弟太能吃了。除了你和你2师弟、3师弟，你其他师弟们都没有家，也没有家人，在道观，为师要管吃管住，他们学成下山，为师还要给他们送盘缠，为师容易吗？不过现在好了，他们都长大了，能养活自己了，也不枉为师抚养他们一场。现在为师啊，是啥也不想了，就等着宁宝给我养老了。师傅，宁宝还没长大呀，养老的事能不能等几年再说？你长没长大和给为师养老没关系。没关系吗？师徒几人掐着时间在山里转了一下，没多大会儿就提着几只野鸡、野兔走了回去。当天夜里，你们自己玩会儿，我要开始做法了。宁宝这边刚开始做法，三清道长就揉着睡眼朦胧的眼睛走了过来。你这个不孝徒，我晚饭的时候专门和你讲的，让你过来的时候喊我的，你怎么不喊我啊？我看师傅睡得太沉，所以就没喊，而且我觉得师傅不过了都行，反正也帮不上什么忙。等明天徒儿会向师傅汇报结果的。什么叫做帮不上忙啊？那师傅说说看，宁宝摆的这叫什么阵？招魂阵。那师傅能帮小师妹什么忙？我给宁宝壮胆儿。白明无奈的点点头，好吧，反正他们都是来壮胆的。海滩上几人都静静地看着宁宝。2炷香后，突然阴风微起，宁宝秀眉紧皱，在养魂府里休养许久的周荣章感觉到不对劲儿，也从养魂府里飘了出来。周荣章刚飘过来，就看到从海中飘过来几个打扮奇怪的灵体，几个灵体嘴巴里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当他们看到宁宝阵法中的符纸时，转身就往海里跑。
宁宝发现他们的动机，提气就想去追。宁宝啊，那可是大海，你轻功就算再好，也不能在海上漂太久。还是我去吧，你在这里等着。闺女，怎么回事？鬼抓到了吗？如果不行，我们就不抓了。这海底多危险！你看那海浪都像是会吃人一样。是啊，宁宝，你们来的时间短，可能不知道，这海面看似平静，其实真的会吃人。隔壁村子去年还有人被海浪给拍走的。如果那些鬼不肯来就算了，你可不能跳到海里去，这海水可深着呢。乖徒儿，你刚刚不会是想跳海吧？师傅，这是海，不是小水沟。我又不傻，我可不敢跳，我只是想游过去而已。三清道长，穆春平直接一把把宁宝抱在怀里，说什么都不放开。宁宝看到海面上飘回来的周荣章，连忙挣扎着要下地。爹，周爷爷帮我抓鬼回来了，快放我下去！宁宝，这鬼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今天刚好道长在这里，要不这鬼就让你师傅来收吧。也行，宁宝，要不为师来试试？师傅不行。三清道长瞪了眼接他短的2个大小徒儿。我说，我们整个三清山玄学方面，小师妹是最厉害的。我们在道观里面也是按照自己擅长的来培养。比如我擅长的是医术，2师弟擅长的是学问，对45经比较感兴趣，3师弟擅长经商，4师弟善舞。至于我师傅好像什么都不擅长，又好像什么都会一点。宁宝说完，又摇了摇头。不对，我师傅擅长吃。好了，宁宝，为师知道为师的优点很多，你就不要一一说了。时辰不早了，你快点把鬼收了，我们好回去睡觉。大晚上的，让大家陪你在这海边吹冷风，实在是不像话。这边，宁宝看到几个异族鬼被周荣章抓住了，立马拿出锁魂符，把他们放了进去。锁魂符里面可是有阵法的，几个异族鬼在里面片刻功夫就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宁宝看火候差不多了，干脆放出来了一个。你是什么鬼？从哪里来的？对方看到宁宝问话，直接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异族鬼说的话，宁宝是一句都听不懂。看到宁宝皱眉头，白明连忙走了过去。宁宝怎么了？大师兄，这鬼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好了，不要生气了。大师兄以前游历的时候去了很多地方，你听过很多种语言。你知道你家大师兄我可是很聪明的，有的话我一听就学会了。要不大师兄来听听看，能不能听懂他们说话？好啊好啊，大师兄最厉害了。宁宝说着，直接念了几句咒语，眼前一闪，白明就看到了面前多出来了2个人，具体来说应该是2个鬼。其中一个50来岁，看起来一身正气，气宇轩昂。白明虽然是穿越的，可他依然有原主的记忆。他看第一眼没认出来，又看了一眼，直接愣住了。老夫没看错的话，你应该是白家的孩子吧？而且还是白家最有天赋的那一个。我记得10年前我受重伤被送回京，就是你爷爷救了我一命。当时你爷爷身边跟着的就是你，没想到你竟然是宁宝的师兄。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鬼了，所以希望你回京以后不要说我的事儿。不过就算是你说，可能也没有人会信吧。白明恭敬地向周荣章行了个礼，然后看向另外一个灵体。异族1号看向白明。 What are you doing? Let's go off us now. 英语。 Who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你怎么会我们说的话？白明挑了挑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英语反问道：是你们先闯入我们的国家，伤害我们的同胞，你是不是应该交代清楚你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村子的？朋友，你看起来不太友好，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咱们又没有什么仇恨，你不应该对我这么冷漠。再说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你们现在竟然才来追究。好吧，那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巫族人，原本生活在大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我们的岛屿不大，人口也只有300多人。在我们生活的岛上，经常有海风海浪袭击我们的岛屿，生活在那里实在是太辛苦了。有一天，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人趴在一块木板上，被冲到了我们的小岛。那人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学会我们用的语言，和我们进行简单的沟通。他告诉我们，他的家乡非常的好，地方特别大，有很多土地，可以种许多的粮食。他们根本就不用吃腥臭的海鱼，也不用住在潮湿的屋子里。我们听了就非常的羡慕。后来我们族长就提议让他带着我们全族去他的家乡定居，可是没想到那人竟然不同意，说什么都不肯带我们来。我们族长一生气，就直接把他沉入海。那人虽然被沉害了，可是我们对他的家乡还是非常向往的。于是族长就派了一批人让我们来寻找陆地。我们一共出来20多人，可是海浪太大，到了岸边成功登陆的就剩我们几个了。当初我们并没有想着要害人，可是
是我们在海里漂了那么久，突然看到女人还长得那么漂亮，就有些忍不住了。没想到最后便宜没占到，还把命丢了。可是死了之后，我们和你们这边的鬼语言不同，我们就想着回家乡去。于是这些年我们就一直漂在海上，只不过海里的风浪太大，我们的灵体一直被吹往别处。今日我们好不容易被海风吹到了我们家乡的舞岛，可是没想到我们刚刚上岸，在岛上漂了一圈，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看一眼亲人，就被一种引力给拉了回来。你们一定是用了邪术把我们召唤回来的，我劝你们赶快把我们给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们做鬼也不会让你们安生。还有，我今天在道上听到我们新族长说要重新派人过来找陆地，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都活不了。这么好的地方本就属于我们无族人。哼，都死了20多年的一个孤魂野鬼，竟然这么狂妄！我现在先送你一句话：非我族类，虽远必诛。就算你是鬼，我们也不会放你。跑到我们的地盘还想耀武扬威，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什么茹？我不认识。你不认识就对了，这梁静茹可不是你一个外国人想认识就认识的。你如果识相的话，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带我们去你们的岛屿逛逛，要不然你就算是做鬼也不会让你安生。对了，刚刚在锁魂符里的滋味好受吗？我觉得你既然这么说话，这么狂妄，肯定是忘了那种滋味吧。不过没关系，再送你进去享受享受就是了。白明说完，直接看向自家小师妹宁宝，把她送进锁魂符，用最高的酷刑让她好好享受享受。这种人就算做了鬼也不值得让人心疼，还是让她尝尝苦头比较好，这样也会老实一点。好嘞。宁宝直接照做。白明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把刚刚从异族1号那边得来的消息向众人叙述了一遍。那人的意思是他们一点都没死心，那也就是说我们这出云村随时都有危险。好不容易安个家，就碰上了这事儿，想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还真是不容易呀。看来以后要多警醒一些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带人去和他们拼一下。那就灭了他，斩草拔根。好，不过灭他们要从长计议，光凭我们可不行，这件事需要好好谋划谋划。走吧，天色不早了，快回去睡吧，要不然会长不高的。大师兄，您又骗宁宝，宁宝每天早睡早起，吃多多的，可还是长不高。要不大师兄帮宁宝看看，宁宝是不是长不高了？宁宝说着就伸出自己的小胳膊让白明号脉。白明愣了一下，伸出手还真的号起了脉。他和这小丫头分开快1年了，确实看起来一点都没长，这让白明也非常担心。白明认真的把脉，把了右手换左手。白大夫，怎么样？我家宁宝正常吗？从脉象上看一切正常，可能宁宝属于晚长的类型吧。没关系，宁宝还小，早睡早起，不挑食，营养均衡，个子肯定会长的。宁宝听到自家医术高超的大师兄说自己一切正常，心里非常满足，直接趴在自家老爹背上呼呼大睡了。大师兄，你今天有空吗？有空。那大师兄能跟我一起去给爷爷看腿吗？白明点点头。当然可以。既然要去看诊，需要用的东西还是要提前准备好。收拾好药箱，宁宝非常自觉地主动背起药箱。师兄给爷爷看病，这药箱宁宝一定要背的，不能让师兄受累。宁宝说着，就毫不费力地扛起药箱往外走。白明，你怎么回事？宁宝才多大点儿，你就让他扛这么大个箱子？就算他力气大，也不能这样使孩子呀！你看看那小肩膀都压成什么样了，怪不得宁宝不长个，都是被你们给欺负的。三清道长越说越来气，干脆直接扔掉手上的兔子，走过去拿过宁宝头顶的药箱，直接塞进白明的怀里。自己的药箱自己拿，再让我看到你欺负你小师妹，我就把你逐出师门。然后转身捡起地上的野兔，往灶屋去了。师兄，没关系，走吧，我们去看爷爷。穆大圣这边刚刚吃完早饭，正闲着没事儿，看到宁宝和他大师兄走了进来。宁宝和白大夫来了，春平，快让你娘端点茶水过来。好的爹，我娘应该在忙，我过去端吧。白明把药箱放在桌子上，搬了个凳子，直接坐在穆大圣的床边。穆爷爷，听说您的腿不太好，晚辈略通医术，且帮您看看，您看可以吗？白大夫太谦虚了，我早就听宁宝说过，他的大师兄医术高超，对他又好，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这些年对宁宝的照顾。穆爷爷您太客气了，您喊我白明就行了。您是小师妹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爷爷。穆爷爷，听说您的腿是早些年摔折的，不知受伤之后有没有医治过？白明一边拿起穆大圣的手把脉，一边问道。穆春平刚好端着茶水进来，听到白明的问话，一边放下茶水，一边回答道：
知了，当时我就拉着我爹去了镇上的医馆，只不过我们那边镇上大夫医术一般。当时我把我爹送去时，他看到我爹浑身是血，直接不敢治了。我求了他很久，他才肯帮忙医治。虽然我爹的腿没治好，不过好在命保住了。当时人家大夫就说了，他对接骨不在行，可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那边太偏僻，连个好的大夫都没有。虽然知道对方医术不行，可也只能让他治了。白明号完脉，撩开穆大圣的裤腿，在穆大圣当初断腿的骨头上摸了几下，皱了皱眉。穆爷爷，这腿伤时间太长了，想要完全恢复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条腿当初不仅被摔断了，还被野兽给咬过。对，你说的没错，当初确实是被野兽给咬了，而且还是狼。被狼咬了之后，我护着乡亲们闪躲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下了山崖。那就对了，穆爷爷当时被狼咬了，狼的牙齿带有很多病菌，当时穆爷爷的伤口没清理干净，留下许多毒素，再加上当时给穆爷爷接骨的大夫医术不行，骨头根本没接好。穆爷爷这腿如果想完全恢复好，需要把腿打断重新接。大师兄，你要打断我爷爷的腿？不是我，是你。我要打断我爷爷的腿，为什么？因为穆爷爷的腿骨是歪的，想要治腿，只能把腿先打断，然后再重新接正，而且这断腿必须要速度快，力气大，一步到位才行。我们这些人里面，应该就你力气大。不行，我肯定不行。大师兄，你让我打师傅的腿还行，可你让我打爷爷的不行，我下不了手。听说白明在给穆大圣治腿，大家没什么事儿就都过来了。三清道长和沈君山走到门口，刚好听到宁宝的话。宁宝，你要打断师傅的腿吗？没，宁宝没有要打断师傅的腿，宁宝只是告诉师兄是打爷爷的腿还是打师傅的腿，宁宝选择的是师傅。三清道长，我来吧，如果穆叔的腿要治，断腿的是我来做。宁宝虽然力气大，可他还是个孩子，力度总会有些把握不准，而且以宁宝对穆叔的感情，他根本下不去手。我的力气虽然没有宁宝大，不过我可以尽力达到要求。好。白明先开了一些调理身体和解毒的药。大师兄，我们现在去哪？宁宝看着从爷爷那里出来就呆愣愣的一直走的大师兄。你不是说要让我给你那个牧羊哥哥看病吗？今天刚好有空，就一起看吧。哇，大师兄你太好了！大师兄，你刚给我爷爷看完病，要不要休息休息，再去给牧羊哥哥看病？要不然你也太累了。宁宝不想让大师兄因为宁宝太辛苦。宁宝以前听其他师兄说，他大师兄给人看病是有条件的，而且不会一天看好几个病人。没事儿，大师兄不累。白明牵着宁宝往主院走，一炷香后，早夭之香。他本来以为宁宝着急催他来是因为穆大圣，现在看来并不是，而是沈牧阳。白公子，我家阳儿怎么样？很严重吗？大师兄，别担心，大师兄会尽力的。你知道大师兄很厉害，你的牧羊哥哥一定会没事的。白明面色沉重的看了顾云柔一眼，顾云柔心领神会，他看向宁宝和沈牧阳。阳儿，顾嬷嬷刚做了许多点心，专门留给宁宝的，你带宁宝过去吃吧。沈牧阳皱了皱眉，他站起身看了白明和自家娘亲一眼，然后牵着宁宝的手往外走。牧羊哥哥，我们还没看完病呢。已经看完了，你大师兄在开药方了，那药肯定非常苦，他肯定怕我不敢喝，所以不让我听到。你大师兄在开药方了，那药肯定非常苦，他肯定怕我不敢喝，所以不让我听到。真的吗，牧羊哥哥？我觉得你就是吃的太少了，所以才会这么弱。师傅说我从小都没生过病，就因为我吃的多，所以你以后一定要多吃一点，不能挑食。侯夫人，世子之前不仅中了邪术，还中了毒，而且这毒还不止一种。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如果没有遇见宁宝，他可能早就没命了。之前那个邪术，宁宝应该也和你说了。邪术的操控者不仅要偷世子的道运，还有升级，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对方的阵法已经成功了，是宁宝突然干涉，才为世子寻得了一线生机，而且宁宝是用自己的升级在帮世子续命。宁宝在帮阳儿续命？白公子，宁宝这样做对他的生命会有损伤吗？如果有损伤的话，我们能不能把阳儿身上的生机还给宁宝？侯夫人，你可知道这样做沈牧阳会没命的？唉，我知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用我的命换阳儿的健康。可宁宝是无辜的，他还那么小，不应该为了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受伤害。他一个小娃娃为我们做的够多了，我们不能不知足。可能这就是阳儿的命吧。如果他过不了这一关，我愿意陪他一起去。反正这个世上除了阳儿，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侯夫人放心，世子是我家小师妹要救的人，就连阎王可能都不敢收。你放心，我会尽力的。这样吧，世子身子太弱，火狼之药不能用，暂时只能吃一些温补的药。还有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每日要给世子针灸，第一个疗程需要3个月，这3个月我会待在出云村，针灸和药浴要同时进行。药那边由你看药，我们给你配好，还是给你们药方你们去抓？别的地方的药哪有白家的好？既然白公子那边有药，那就麻烦白公子给配好了。顾云柔说完，朝顾翔使了个眼色。
故乡非常识趣的递上一个小木盒。白公子，这是枕巾，要钱我随后再付。世子是宁宝要救的人，而且我也是宁宝请来的，这枕巾就不收了。那不行。顾云柔把银子重新推到白明面前，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知道白公子您的枕巾一直是万两起步，这点枕巾一点都不多，而且这枕巾是永义侯府公账上出的，不是我们母子私人的。顾云柔说的情真意切，最后白明也没矫情，直接收下了。晚上，大师兄，大晚上的我们不睡觉来海边做什么？看海吗？对啊。宁宝走到白明身边躺了下来，白明顺手从实验室里拿出一盒巧克力豆，还有一包大白兔奶糖递给宁宝。不许多吃，吃多会发胖的，还有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漱口。知道了。看着白明的侧脸，宁宝突然想起他家师傅的一句话：师兄，你是不是有心事？师傅说大户人家的孩子都很难。师兄，你是不是有心事？师傅说大户人家的孩子都很难，你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吧？你是不是被欺负了？大师兄，你别伤心，宁宝去帮你出气。宁宝说着就挥起小拳头。好了，快坐下。李大师兄，我是京城白家的，这白家确实是大户人家，不过我们家从医不从政，而且我父亲没有小妾。宁宝还小，有些事白明并不准备和他说太多。哇，大师兄，你看那是什么？白明顺着宁宝的视线看去，哎呦我去，好大一只帝王蟹啊！小师妹，饿了没？师兄给你做好吃的。宁宝看着自家大师兄手里张牙舞爪的螃蟹，皱了皱眉。大师兄，你说的好吃的，不会是那奇怪的虫子吧？奇怪的虫子？小师妹，你们不会来了这么久都没吃过螃蟹吧？那你整天去海边赶海都赶些什么？就鱼和虾呀。谷子哥说那些东西不仅壳很硬不能吃，还会夹人，夹着人可疼了。他们这边都没人捡那些，除了虾和鱼，其他的都不要，因为那些硬壳的东西喂鸡鸡都不吃。20分钟后，一顿螃蟹大餐让宁宝吃的肚子溜圆。哦，对了，今天我收到你三师兄来信了，他说他来云路城了，信是出发前写的。三师兄要来了，三师兄不是说他姑姑出事了，回去陪姑姑了吗？大师兄，三师兄这个时候过来，是不是有事？宁宝真聪明，你三师兄确实有事。我离开京城前收到你三师兄的飞鸽传书，他问我在不在京城，他说大姑身体不好，想让我帮忙看看。你三师兄的大姑父家是京城的，3年多前家里出现变故，刚出生的孩子没了，镇守边关的公爹也战死了，他姑丈在边关，2个表弟年纪还小，你三师兄的家人就决定把他大姑母子接回家乡休养。原本以为他大姑回到家乡心情会好一点，可是接回去快1年了，一点好转都没有。我出发前告诉他，等我看过你之后就去江南给大姑看病，没想到他直接带着大姑过来了。他好像说他大姑最好的朋友也在云都城，而且这边风景好，他大姑也想来，他刚好有空，干脆就直接来了，顺便带他大姑散散心。哇，太好了，三师兄要来啦！白明收拾好沙滩上的东西，弯腰抱起宁宝。看你开心的，人傻钱多的人来了，你又可以胡乱消费了。没，宁宝才没胡乱消费。被白明抱回去的时候，宁宝已经呼呼大睡了。2日后，有坏人来啦！四哥快回去庄子汇报，谷子哥快回去告诉黄爷爷，东阳哥哥快去把佳玉姐和来娣姐带回去。沐橙柔，你把我们今天捡的螃蟹拿回去，用水养起来，等我们忙完了再吃。和宁宝站在一起的沐橙乐连忙招呼沙滩上的人有序撤离，宁宝则直接扛起一根昨夜被海风吹到岸边的小树干，拿在手里。宁宝，是打还是撤？打。船上的顾哲远看向出云村方向。说实话，出云村这边确实安静，适合散心，怪不得云柔喜欢这里。哼，主子，海滩上好像有人呐。那小人看体型，有点像是木下那小胖丫头啊。小胖丫头？哦，我想起来了，就是柔儿说的那个非常厉害的小姑娘，不仅会抓鬼，还能通灵。这丫头是不是不太正常啊？怎么那么矮啊？主子，宁宝姑娘还小，好像还不到4岁，可能还没开始长个儿。不到4岁？啊，那是挺小的。我怎么记得家里孩子4岁的时候没这么矮啊？快靠岸了。顾福和顾哲远回船舱去拿给顾云柔母子准备的礼物，船板上只留下顾哲远带的士兵。另一边，程爷爷，你不是和宁宝去海边了吗？这么着急忙慌的跑回来做什么？可是出了什么事了？大江爷，海上来了几艘船，我们担心对方是坏人，宁宝让我回来报信。沐橙叶说完就快速往院子里跑。这时林东阳刚好带着林佳玉和穆来娣回来。爷爷，海上来人了，宁宝让我把佳玉和来娣送过来，你看着他们，我去帮宁宝。东阳啊，你回来，你别过去添乱了。如果真的来了坏人，你能帮什么忙啊？你快去把佳玉和来娣送回去，告诉庄子上的妇人和孩子别到处乱跑。
啊，对了，你别忘了去你盛大爷家说一声，就说我去新屋那边喊人了，到时候我直接带人过去，一定把宁宝完完整整的带回来。与此同时，海边的几艘大船已经靠岸。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到我们出云村？为首的士兵看到拦路的小娃娃，小姑娘，我们是奉命来这边驻守的。奉命？你奉谁的命？你说你是不是异族人？不对，那异族人说话我听不懂，而你说话我能听懂，那你就是会说人话的异族人。也不对，异族人都很坏的，你身上虽然有杀孽，可却没有孽障，也就是说你算是好人。那你为什么来我们出云村？妹妹，那打还是不打？打不打？宁宝啊，你怎么知道福爷爷今天来呀？哎，你是来接福爷爷的吗？还真不是，我正准备挥拳头打仗呢。福爷爷，您怎么来啦？您是小宁宝了吗？他弯腰，正准备把宁宝抱起来稀罕稀罕，只是他刚伸手还没碰到宁宝，就一阵劲风吹来，地上的宁宝瞬间被一个年轻人抱在怀里，而另一个黑影直接抬脚踢向顾福。师傅住手！不对，师傅住脚！顾福一个旋身，直接躲过了三清道长的袭击。舅舅！他的一声舅舅，海滩上众村民直接跪倒在地。只不过宁宝师徒几个却没有跪。大家都起来吧，以后也不用跪本官，本官这里没这么多规矩。本官听说这边海域出现了异族人，所以带人过来看看。去年冬季，云路城外的一个小渔村被异族人袭击，10户空了9户。异族人这件事不是小事，本官不来亲自盯着，实在是不放心。这些人暂时在这岸边安营，若对众乡亲造成不便，请大家多谅解。顾哲远说完，又看向他带来的士兵，你们记好了，住在这里一定不能惊扰村民，要不然别怪我军法伺候。顾哲远看向三清道长和白明，这2位是太守大人。这小胖姑娘就是宁宝吧？你不用喊我大人，跟着牧羊喊我舅舅就行。小胖姑娘。听到顾哲远对自己的称呼，宁宝不由自主地捏了捏小脸。胖吗？不胖，这样刚刚好。我也觉得，我一点都不胖。宁宝听到沈牧阳的话，非常开心。此时，离云路城500多里的官道上，明成，你怎么过来了？姑姑怎么样了？表哥，我娘刚刚睡下，明信看着呢。表哥，我娘的状况越来越差了，以前她每日还能清醒一会儿，现在她只要一睡醒就是在找妹妹，而且她的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差多了，昏睡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许多。表哥，我怕我娘撑不到云路城。明成，你别担心，姑姑会没事的。要不这样，我给我大师兄再写封信，看他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就麻烦他过来接我们。你放心，我大师兄的医术非常好，他一定会有办法的。好，那就麻烦表哥了。我是你哥，跟我客气什么啊？对了，前段时间姑丈不是说抽空要去江南看姑姑吗？我们去云路城的事也忘了和姑丈说，毕竟姑丈的时间很珍贵，不要让他白跑一趟。毕竟这江南可比云路城远多了。表哥放心，我已经和我爹说过了，如果他有空，就让他直接去云路城找我们。希望我们一家能够有机会团聚。自从3年多前爷爷战死，娘亲出事，家里就没出现过笑声。表哥，你说我们周家几代男儿保家卫国，到底值不值啊？宁成，值不值我真不好说，可我知道，不管是姑丈还是周爷爷，亦或是周家其他先族们，他们都不后悔。你们周家的男儿血是热的，是值得被人尊敬的。到了下一个镇子，趁休息的时候，苏远之又写了一封加急信件送了出去。穆春平，这次出海，宁宝肯定是要去的。不过你家宁宝还小，不管是学浮水还是出海，你都要跟着照顾，要不然你也不放心。对，我肯定要跟着，要不然我不仅睡不着觉，还会被我家老娘和媳妇儿每天骂3顿啊。白公子，我记得你现在给杨儿治病每天要针灸，如果你跟着，会不会对杨儿的病有影响？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治疗刚刚开始，如果中途停下来，对小公子的身体肯定有影响。第1阶段的治疗需要3个月，这巫族的事应该也等不了3个月。可如果我不去，大家听不懂他的语言。大师兄，这个好办，要不你收个徒弟？收徒？收个徒弟倒也不错，只要悟性高，光学那一套针法，几天也够了。宁宝可有合适的人选？有，大师兄，我舅舅家的思康表哥喜欢医术，他说他长大了想做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夫，救死人扶伤者。宁宝，那叫救死扶伤。沈思康，白明想了一下，他对那孩子印象不错，可以说宁宝那群哥哥都不错。不知沈舅舅可同意令郎学医？说实话，我这个父亲做的还真不合格。思康喜欢医术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们夫妻俩对孩子的事向来开明，只要自己愿意，我是没有意见的。那行，这件事等下白公子和穆春平你们自己商议。黄村长，麻烦你回去和令郎说一声，这学游水的事儿方便的话，我们今天就开始。第2天一早，去，主子，苏公子急信。
三师兄来信了。三师兄不是说要来了吗？怎么还来信呢？按道理说，他这个时候应该在路上才对。这个时候来信，不会是遇到什么事了吧？宁宝突然想起自己出来逃荒这一路遇见的事儿。啊，三师兄不会是路上遇到土匪了吧？大师兄，我们不赶海了，还是帮三师兄打坏人吧。宁宝说着，就准备往白东赶过来的马车上跳。乖，你三师兄没碰到土匪。没碰到土匪。宁宝，大师兄不能陪你去赶海了，你去找小伙伴们陪你去吧。你三师兄的姑姑病情严重，我过去迎迎他们。你和大家说一下，我大概2-3天就能回来。哦，对了，马上要出海了，你的水性还要好好练练。出发之前，我肯定会回来的。大师兄你放心。不知道为什么，宁宝知道三师兄的姑姑病情严重以后，心里有点慌。大师兄，三师兄的姑姑就是我们的姑姑，姑姑生病了，我也很担心。这张平安符，麻烦大师兄帮宁宝带给姑姑。宁宝希望姑姑能平平安安，早日打败病魔。这是小师妹亲手画的平安符，她说送给姑姑。小师妹画的？小师妹真厉害，许久没见就进步了不少啊。苏远之转身看向床榻上面容憔悴的苏静书。姑姑，这平安符是我小师妹给你的。我小师妹可厉害了，以前在三清山时，她画的符每次都会被香客抢光。以前我想问她要平安符，那都得哄好久，买一堆好吃的，她才不给我换。没想到我小师妹这次这么大方。苏静书温柔地笑了笑，伸手接过苏远之递过来的平安符。诶，手接触平安符的那一瞬间，周身暖洋洋的。晚上，琳琳，你都睡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醒呢？我都找我大师兄给你看过了，我大师兄说你一切正常，就是有点偏胖。你说你平时也没见你吃多少，你怎么就把自己吃这么胖呢？你说你是不是被自己给胖晕啦？在宁宝没注意的时候，玲玲竟然翻了个白眼儿。宁宝说完，直接靠着玲玲躺了下来。哎，玲玲，你说我今天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今天有点心悸，不正常。我记得以前大师兄说过，这种病叫做心脏病。你说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心脏病，主子是真能想啊！看来他要尽快修炼，争取早早醒过来。小师妹，宁宝，大师兄，三师兄。苏远之一把抱起宁宝。哎呀，这小丫头还真是不轻啊，个头确实像大师兄所说的那样，一点都没有长。我家小师妹个长高了，也瘦了不少。对了，三师兄给你带的好吃的，等下多吃点，好好补补。真的吗？我长高了，还瘦了。三师兄，你确定你没看错？苏远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当然没看错了，我们家小师妹现在可都是大孩子了。白明，怪不得宁宝最喜欢他这三师兄呢。原来苏远之这么能忽悠。和两位师兄亲昵完，宁宝转身就去提装满海货的大木桶。小妹妹，我来提吧。周明成说着，就轻轻松松的提起了木桶。哥哥，你是谁啊？小妹妹你好，我叫周明成，今年13岁，我是你三师兄的表弟。明成哥哥好，我叫莫婉宁，小名宁宝，哥哥叫我宁宝就可以了。二人一边说一边往前走。宁宝早把他的两个师兄给忘在脑后了。走到庄子门口，从庄子里走出来的沈君山接过周明成手里的木桶提了进去。此时苏静书乘坐的马车刚好停在庄子门口。好可爱的小姑娘，你就是远之的小师妹吧？你好啊，我就是姑姑。姑姑好，我是三师兄的小师妹，我叫莫婉宁，小名宁宝。苏静书朝自己的贴身嬷嬷使了个眼色，嬷嬷非常灵透的从马车内拿出一个小木盒。这是我以前无意中买的，家里没女孩子，一直没送出去，送给宁宝。谢谢姑姑的花蝴蝶，宁宝非常喜欢。这是宁宝送给姑姑的，等会儿我去后山给姑姑抓野鸡，用人参炖汤喝，喝过参汤，姑姑的病就好了。宁宝快收起来，这也太贵重了。姑姑，人参是宁宝送给姑姑的见面礼，宁宝不能收起来。宁宝倔强的把人参重新推向苏静书。你的心意姑姑收到了，人参宁宝快收起来吧。这家大人心真大，这么大的人参竟然让孩子拿着玩。给姑姑。这，你是宁宝三师兄的姑姑吧？大娘说的没错，我正是远之的姑姑，不知大娘是。我是宁宝的奶奶，这是我儿媳沈玉珍，也就是宁宝的娘亲。刚刚我都听到了，这人参是宁宝送给夫人的见面礼，也是孩子的心意，夫人就收下吧。大娘，您喊我静书就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您就觉得非常亲切，挺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我这个人性格直爽，不喜欢扭捏。刚刚我给宁宝的头花，是因为我喜欢孩子，特别是女娃娃。
而且那只是个小玩意。而宁宝手里的这根人参虽然不是真品，可也是稀有物，能卖不少银子。如果卖了，够普通人家办很多事。大家都是聪明人，都听明白了苏静书的意思。夫人，是姐姐，不是夫人。我闺名苏静书，夫家姓周。玉珍妹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比我略小，咱们就姐妹相称吧。静书姐，这人参是我们在逃荒路上宁宝自己在山里挖的，孩子的东西他有决定权。他既然说送给姐姐，就有他的原因。我们向来不干涉宁宝的决定，姐姐不嫌弃的话就收下吧。白明走过去，接过宁宝手里的人参，递向苏静书身后的婆子，低声道：姑姑，收下吧。我家小师妹向来是个小财迷，别看她年纪小，这人参的价值她可是清楚的很。她能第一次见面就送姑姑这么贵重的东西，说明是真的喜欢你。而且这东西我家小师妹应该不缺，姑姑的身子现在正需要人参进行温补。本来我还想着在这边能不能买到品质好的人参呢，没想到我小师妹这里就有。是啊，姑姑，小师妹的心意咱们先收下，以后送别的东西补给她就行了。反正我们家小师妹还小，如果姑姑实在过意不去，就等我小师妹出嫁，多给她添点陪送的嫁妆。好，那姑姑就收下了，谢谢宁宝。静书，静书，云柔。顾云柔知道苏静书的身体状况，她一个箭步把苏静书拥在怀里。婶子，玉珍姐，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苏静书。好，看你这么激动，我就知道你们是很好的朋友。顾妹妹，静书姐站了许久了，快带她进去歇歇吧，等休息好了，你们再好好叙旧。哎呀，看我一激动都忘了，静书姐坐了那么久的马车，肯定累了。走，我们先进去休息啊。玉珍姐，明日再找你玩啊。宁宝，等下带师傅一起去主院吃饭，你们师兄妹好好聚聚。顾云柔说完，连忙搀扶着苏静书往庄子里面走。娘，奶，你看宁宝好看吗？这是金的，我好喜欢。原来金子还可以戴在头上，以后我要多赚银子，给奶和娘买许多许多的金蝴蝶戴在头上，这样不仅招财，还好看。金蝴蝶还是一头？宁宝，我觉得这金蝴蝶比较适合你，我和你奶都是大人了，戴个素簪就够了，再不行就简单点的银簪银饰。金蝴蝶我觉得我们驾驭不了。对，我觉得你娘说的有道理。奶奶和娘不喜欢金蝴蝶吗？表哥，我想和宁宝聊聊吃宵的事儿。穆奶奶、沈姨，我叫苏远之，你们叫我远之就行了。我是宁宝的三师兄，许久没有见小师妹了，我想和她聊聊，不知可否方便？哦，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远之是吧？以后经常过来吃饭哈，你沈姨做饭很好吃的。苏远之抱着宁宝直接去了他们居住的院子。宁宝眼神一路上都在周明成兄弟间徘徊。竟然有2个明成哥哥！小鬼，我可不是你明成哥哥，我叫周明信，是你明成哥哥的双胞胎弟弟。双胞胎是长得一样吗？不是吧，我认识的另一对双胞胎，他们就长得不一样。那2个，一个长得秀气白皙，另一个长得非常粗犷。好多人都说他们一个长得像爹，一个长得像娘，不像我和我大哥，我们长得既像爹又像娘，越看越好看。2个哥哥都好看，宁宝也好看，宁宝最好看。宁宝好看。几个孩子玩闹了一会儿，周明成想起正事儿。宁宝妹妹，我想问你，赤霄是你捡的吗？赤霄，明成哥哥，你认识赤霄？认识，我们一直在找赤霄。今天在平川县，我们见到了赤霄，了解之后知道那是你的嘛，所以我想问问你，当初在哪里捡的赤霄？明成哥哥，赤霄不是我捡的，他是一个老爷爷托付给我的。老爷爷？周明成和周明信激动地拍案而起。宁宝，你说的老爷爷可姓周，叫周荣章？三师兄，我要请周爷爷出来和明成、明信哥哥见个面，你要一起吗？见啊，周爷爷在哪儿？我们现在就去吗？不用那么麻烦，三师兄坐在这里等着就行。宁宝说完，看向周明成兄弟俩。我认识的周爷爷确实叫周荣章，赤霄是周爷爷亲自托付给我的，还有周爷爷的尸骨也在我这里。听到尸骨，周明信有点激动，他刚想开口问点什么，直接被周明成叫住了。明信，先听宁宝说，我们早就知道爷爷死了，不是吗？当时有亲信亲眼看到爷爷的身体被一剑贯穿，身体被赤霄拖入山林，那剑还带剧毒，所以爷爷不可能活着。对，周爷爷已经去世，我见到的不是他的人。不对，具体来说，我见到的是周爷爷的鬼魂。周爷爷现在就在我身边，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当面说。没等几人反应，宁宝就直接念咒语。周明成几人一个闪神就看到屋子里多了一个人。爷爷！周荣章看到自己2个孙子也非常震惊，就看到周明成和周明信向自己跑来。周荣章来不及反应，直接张开双臂准备拥抱自己的2个孙子。周明成和周明信2人直接从周荣章的魂体里穿了过去。不好意思哈，我忘了。宁宝连忙拿出一张符纸贴在周荣章的灵体上。可以抱啦。
周明成兄弟二人依偎在自己爷爷没有温度的怀里，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等几人平复好心情，周荣章把自己当初的遭遇和被宁宝救的经过说了一遍。当二人知道自家爷爷的尸骨被宁宝完整的保存的时候，二话不说，直接屈膝就要给宁宝跪下致谢。宁宝一个旋步，快速伸手，一人一个把他们从地上提了起来。明成哥，明信哥，你们的谢意我收到了，这跪拜就算了吧。宁宝还是个宝宝，你们跪宁宝不好。当周荣章知道苏静书也在庄子上，而且他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都是我不好。当初我如果早赶过去一会儿，静书就不用受那么多罪，我的小孙女儿也不会失踪。爷爷，你也觉得妹妹还活着？我娘之前说妹妹活着，她听到了妹妹的哭声。活着，而且宁宝也帮我算过了，那孩子现在还在人世，只不过我不清楚他具体的出生时辰，所以没办法算出他的位置。出生时辰？宁宝啊，静书肯定知道那孩子的出生时辰，你能帮我们再算一次吗？好啊。宁宝，之前京城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道士，好多人家都找他算命改运，那位道士却有一个规定，说一年只算3卦，超过3卦，那再多银子他都不接。人家都说那人不是不喜欢银子，而是因为算卦属于泄露天机的事儿，这种事做多了，不仅会有损道运，还会对寿命有所影响。所以有些心思不正的道人会借着做法事偷别人的道运和生机。宁宝，你还是个孩子，如果这件事对你身体不利，咱们就尽量少做。现在能知道妹妹还活着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人还活着，龙源国就这么大的地方，只要我们用心，肯定能找到。周爷爷，名成名信，你们放心，我家小师妹天赋异禀。我师傅说了，别人一年只能算3卦，我家小师妹那一天可以算300卦都没有事。以前我们在道观的时候，有事没事都会找小师妹算卦，特别喜欢问她每日的天气情况。我大师兄说，我家小师妹就是我们的天气预报，所以呢，你们不用担心因为算卦的次数在这里心烦了。有卦尽管找我小师妹算，不过你们可别忘了啊，要付银子。我家小师妹那算卦也是非常辛苦的，就算咱们是自己人，也不能让我小师妹白出力，所以这银子那肯定不能少。银子好。表哥放心，宁宝妹妹的酬劳肯定少不了。呵呵，明成哥哥，你是三师兄的表弟，又是周爷爷的孙子，咱们是自己人，不谈银子，不谈银子哈。不过这件事我觉得急不得，最好等静书姑姑休息好了再说。姑姑身体不好，如果现在让她知道周爷爷的事，她一定会激动，一激动可能会对她的身体不好。其实宁宝刚刚悄咪咪的算了一卦，今天让周爷爷和姑姑见面，卦象非常不好，而且是大凶之兆。所以宁宝直接用非常合理的理由把周荣章和苏静书见面的时间给延后了。宁宝回来了，我们明天就要搬家了，爹现在要去新房那边收拾东西，你要一起去吗？哦对了，你娘和你奶奶今天把你的房间给布置好了，等下你看看有没有不喜欢的，如果有的话我就帮你收拾。好啊好啊，我要去看。宁宝直接上前牵着穆春平的手，父女二人一起手牵手往村口走去。说实话，让你一个人单独住，爹还真的不放心，而且爹也舍不得你，你还这么小，一个人住，万一晚上怕黑怎么办？你几个哥哥都好几岁了，晚上看不到我们都还会哭呢，说是怕鬼怕黑。怕鬼怕黑？他一个连地府都闯了好几回的人，怎么可能会怕黑？还有怕鬼？他宁宝可是鬼见愁，鬼见了都发愁的人，他会怕鬼？哇，新床睡着好舒服啊！宁宝，新屋子喜欢吗？喜欢喜欢，太喜欢了！父女二人把新家里里外外逛了一圈，才意犹未尽的出了屋子。宁宝，哎呀，宁宝啊，范爷爷来了！看到范老，宁宝激动的跑了过去，直接一个箭步跳到他的怀里。范爷爷，你来啦！宁宝好想你呀！之前师傅一个人过来，宁宝还问师傅范爷爷为什么没来呢？我还以为师傅又嫌弃范爷爷是吃闲饭的，所以就毫不客气的把范爷爷给扔掉了。师傅向我再三保证，他没有抛弃你，而且说你被狐狸精给勾走了。宁宝以前只见过鬼，可从来没有见过狐狸精，我还想着去帮你抓狐狸精呢，没想到范爷爷自己打败狐狸精回来了。范爷爷，你太厉害了！对了，范爷爷，狐狸精长什么样？是狐狸变的吗？宁宝啊，这就是勾你范爷爷的狐狸精，你范爷爷现在可是被这狐狸精勾的魂儿都没有了啊！哇，漂亮姨姨！宁宝挣扎着从老范怀里下来，围着乔兰芳认真的看了半天。不对，这个姨姨怎么会是狐狸精呢？这个姨姨虽然很漂亮，可她身上一点妖气都没有，好奇怪呀！好可爱的小娃娃，你是三清大哥的小徒弟吧？我是我师傅的小徒弟。姨姨，你是狐狸精吗？宁宝啊，你师傅逗你呢，这世上可没有狐狸精啊！而且你也不应该喊她姨姨，你应该喊她范奶奶。奶奶？
宁宝纳闷的看着比自家娘亲没大多少的乔兰芳，可是姨姨不像奶奶呀，姨姨很漂亮。宁宝，你师傅和老范都不靠谱，咱们不理他们。我是你师傅的干妹妹，你是不是应该叫我师姑？算了，师姑师姑的，叫起来好像不太好听，那你就叫我乔姑姑吧。嘿，乔姑姑。三清大哥，这就是以后咱们要住的地方吗？对呀，这里以后就是咱们的家。等下我去找村长，让他帮忙买块地基。师傅，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你为什么要花自己银子买地基？三清道长无奈地指了指陈柏宇、乔兰芳和老范。你家师傅我肯定是不会花银子买地基盖房子的，毕竟我可是有徒弟的人，将来肯定是要靠徒儿养老的，是吧，宁宝？宁宝要好好挣银子，给师傅养老送终，风光大葬。送终就算了，你还是先给为师养老吧。你方姑姑和陈举人都是我和老范之前住的那个小渔村的人，你知道那个村子去年冬天被异族人袭击过，整个村子现在就剩下他们2个人了。那个村子现在根本不适合居住，之前我和老范逃荒流落到那边，都是兰芳妹子照顾我们的，所以我和老范搬出来出云村，就把他们都带来了，大家住在一起也能互相照顾。三清师傅，我刚刚听你喊这位兄弟陈举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叫举人，还是说他是个举人啊？哎呀，看我这脑子忘了给你们介绍了。春平，这位是陈柏宇，他一个举人，大家都喜欢叫他陈举人。陈举人，你愿意做我们出云村的夫子吗？做夫子？春平兄，我们出云村有私塾吗？暂时没有，不过只要你愿意做夫子，这学堂立马就能办起来。做夫子，陈举人非常乐意。穆春平2人越聊越投机，干脆直接一起去了黄金山家。吃过晚饭，后天倒是适合出发，不过这一趟吉凶参半。宁宝的意思是有吉有凶，那到底是吉多一点还是凶多一点？一半一半。那宁宝觉得我们这趟成功几率有多大？有宁宝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好，那就这样决定了，后天一早就出发。第2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娘，宁宝要去三师兄那边一趟，等宁宝忙完就回来帮您一起搬家。你去忙你的就行，家里这么多人搬家，不用你动手。今天家里会请乡亲们吃饭，你别忘了晌午回来吃饭就行。明天你就要出海了，这一去不知道要多少天。等晚上娘帮你收拾点衣服你带着。哦，对了，还有吃的也要多带一点。我和你舅母说过了，下晌我们一起动手多做点吃食，你放在储物府里，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都能吃。娘，不用了，宁宝这里还有许多吃的，娘这几天累了，多休息。娘不累，只要你们都好好的，娘就开心。出门前，宁宝还不忘把昏睡许久的玲玲扛到板车上放着。娘，玲玲就让她先在板车上睡着吧，等我回来了再拖过去，她太重了，你们搬不动。宁宝说着，还不忘在玲玲屁股上拍了一下。你都睡了那么久了，也该醒醒了。以前是你驮我，现在倒成我驮你了，你这是一点亏都不吃啊！走出自家人住的院子，宁宝一路往苏静书住的院子走。宁宝到的时候，白明、苏远之和周明成、周明信兄弟已经到了，当然还有别人看不到的周荣章。宁宝啊，我有点紧张。周爷爷不用紧张，静书姑姑看到你肯定很开心。娘，儿子想和您说一件事，您倒且听儿子慢慢说，别激动。成儿，可是出什么事了？你实话告诉娘，可是你爹出事了。娘，您别激动，不是爹，是爷爷，爷爷找到了。成儿，你说什么？你爷爷找到了？什么意思？你爷爷还活着吗？是真的吗？他在哪里？有没有受伤？由于情绪太过激动，苏静书的身子晃了晃。周明成兄弟连忙扶着自家娘亲坐下。娘，您先别激动，先听儿子说。爷爷找到了，但是他确实是去世了。我们现在找到了爷爷的尸骨和爷爷的魂魄，我也没想到事情怎么会那么巧。昨日我们在平川县城用了餐，午饭是我出去了一趟去给爹寄信，回来时我在街上看到了爷爷的赤霄。更巧的是，昨日带赤霄出来的人正是表哥和白大哥，还有宁宝妹妹的师傅。经过询问才知道，赤霄是被宁宝收养了。当苏静书知道周荣章的尸骨被宁宝保存得很好，也很激动。等苏静书平静下来，宁宝才让周荣章和他见面。二人见面又是一阵激动。出生时辰我知道，当时情况危急，孩子生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看一眼，甚至连脐带都还没剪。不过金嬷嬷临终前亲口告诉我，是个女孩，虽然很瘦弱，可是却非常好，而且我还听到了她的哭声。当时脐带没剪，金嬷嬷刚用自己的外衫把孩子包起来，就被对方一刀劈中要害，孩子也被抢走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苏静书哭，宁宝竟然有点心急。他不由自主地拿出自己的小手帕，走到苏静书跟前，轻轻地帮她擦拭眼泪。姑姑别哭，你放心，宁宝一定帮你找到女儿的。静书姑姑，我需要你的一滴血，有了亲生母亲的血，再加上生辰八字，可以找到小妹妹的精确位置。真的？那太好了。宁宝，一滴血够吗？
姑姑的血很多，我多放点，只要能找到孩子，放多少血我都愿意。姑姑，只要1滴就够了。宁宝拿着银针在苏静书手上比划了好大会儿，都没下得去手。宁宝，我来吧。白明速度很快，收起针落，一滴鲜红的血不偏不倚的滴到宁宝准备的符纸上。宁宝连忙摆针做法。屋内几人凝神认真的盯着宁宝。玲玲，你醒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不行的话，你再躺一会儿。睡得这么久，一定吃了许多苦。饿了没？你要吃什么，我去帮你拿。主子爹爹，我没事，我家主子呢？我感觉到他情况不对，我需要马上见到他。宁宝出事了，出了什么事？我陪你一起去。一人一猫，一前一后往主院客房跑去。此时，阵中的宁宝正好到了关键时刻，他突然感觉精力不足，坚持住，还有一会儿就好了。可是他好累呀！就在宁宝准备放弃的时候，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个白色的庞然大猫窜了进来。他毫不犹豫地奔向宁宝背后，我趴在地上，伸出前爪扶上宁宝的背心，一股浓郁的灵力顺着他的爪子渡向宁宝的身体。一炷香后，阵法大成，卦象显出。宁宝看着卦象，直接愣住了。宁宝，怎么样啊？找到了吗？宁宝，你别紧张哈，就算没找到也没关系，知道妹妹还活在世上，我们就不会放弃寻找。1年找不到就2年，2年找不到就一辈子。我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们能找到妹妹的。孩子，累了吧？快坐下来休息休息。宁宝从刚刚的卦象中回过神来，看向众人。找到了！找到了？对呀，找到了。可就这卦象有点奇怪，对方是个女娃娃，今年4岁零4个月，生辰是腊月26日午时。对，没错，就是腊月26日午时。腊月26，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宁宝是同年腊月27的生辰，看来那个孩子就比宁宝大1天。腊月27，大师兄，我不是7月20的生辰吗？对啊，宁宝一直告诉我们他的生辰是7月20，我们还想着等到宁宝过生辰的时候好好庆祝庆祝，毕竟这是宁宝到我们家的第1个生辰。宁宝啊，你就没想到那个孩子可能就是你？我去找师傅。你这丫头是记错了吧？师兄记得非常清楚，你是冬季被捡回来的。当时快过年了，师傅从外地游历赶回道观过年，刚好捡到你。当时你被冻得浑身青紫，身上带的脐带都上冻了。师傅把你揣在怀里，一路抱回道观，大半夜的踹开我的房门。我家宁宝受苦了，没想到4岁生辰已经过了，那时我们正好在那个破寺院了。妹妹和宁宝同岁，就比宁宝大1天，好有缘啊！原来我已经4岁了。静书姑姑的孩子不仅和我同岁，他竟然也在出云村，离我们非常非常近。出云村，好耳熟啊！不对啊，我们现在就是在出云村呐。宁宝，你不是说小表妹就在这个村子里吗？我现在就去找，我就在村子里面问问谁家4岁女娃娃是捡的。远之，先别去。苏静书纠结了一下，看向穆春平。穆大哥，我刚刚好像听到你们说宁宝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对，宁宝是去年我们出来逃荒时在路边碰到的，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她，就直接把她给收养了。白公子，你说宁宝是腊月27日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抱回道观的？白明点点头。听到这里，屋内众人同时想到一个可能：小姐姐就在我们出云村，我们不去村里找找吗？杏树姑姑，你怎么一直在问我的事？宁宝知道自己很可爱，可咱们还是先去找姐姐吧。苏姑姑，宁宝，我有办法确定你们有没有亲属关系，不过需要你们每人1根头发。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屋子。白大哥，隔壁屋子是空的。宁宝是静书姑姑的女儿。静书姑姑，你当年是故意不要宁宝的吗？没有，娘没有不要你，没有，真的没有。宁宝，娘真的很爱你，我们全家都很爱你。对的，就算所有人都说你不在人世了，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这些年，娘一直被病痛折磨，她依然没有忘记过你。就算我有时候也在怀疑你是不是还在人世时，娘都会坚定地告诉我们你还活着。宁宝，娘终于找到你了。被苏静书搂在怀里，宁宝伸出小手，轻轻地帮苏静书擦拭眼泪。好吧，既然你们不是故意不要宁宝的，那宁宝就原谅你们了。以后你们就是宁宝的家人了。宁宝，宁宝，孩子，妹妹，表妹。屋内几人都激动地走到宁宝跟前，把宁宝围在中间。苏静书把宁宝温柔地抱在怀里，怎么都不想撒手。穆春平看到宁宝他们一家人温馨地相聚在一起，情绪有点低落，步伐沉重地往外走。只是穆春平刚走到门口，爹，你不要宁宝了吗？穆春平直接慌了，他连忙蹲下身子帮宁宝擦泪。看到宁宝哭，刚刚还因为找到亲人而开心的周家几人此时也紧张了起来，他们生怕宁宝不认他们，不原谅他们。
你们和宁宝认识的时间不长，可我跟在他身边已经几个月了。宁宝和穆家的感情非常非常深，穆家上下对宁宝也是非常非常好。现在我们虽然知道宁宝就是当年那个孩子，可我们不能强迫他认我们。爹，您放心，儿媳不会强迫宁宝的。只要知道他活着，而且还生活得很好，儿媳就算是这样去了，也能瞑目了。宁宝哭完，擦干眼泪，拉着穆春平走了进来。宁宝知道你们是宁宝的亲人，你们没有故意丢掉宁宝，宁宝非常开心。可是宁宝现在不能认你们。孩子，你别有压力，你不想认那就不认，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相处就行了。周爷爷，宁宝不是不想认你们，宁宝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娘亲、爷、奶、舅舅、舅母还有哥哥们，他们都是宁宝的亲人。宁宝现在虽然找到了亲生家人，但也不能不认现在的家人。还有，宁宝以后要有2个娘、2个爹、2个爷爷，还有好多个哥哥。宁宝，你在纠结什么？可以告诉大哥吗？宁宝指了指周明成，就纠结这个。我？对呀，宁宝本来有大哥二哥，现在又来了一个大哥二哥，那宁宝该怎么称呼你们呢？你们都在的时候，我喊大哥，是不是你要和我大哥一起答应？还有2个娘。宁宝，你不用纠结，这件事很简单，你爹娘还是你爹娘，你哥哥们还是你的哥哥，你以后可以继续喊明成哥哥，喊明信哥哥。对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爹是镇北王，你以后就是我们镇北王府的小郡主了。以后你是穆婉宁，也是周婉宁，你可以喊我母妃，也可以喊我母亲，可以喊明成他爹为父王或者父亲。2个哥哥怎么喊都行，可是母亲、父亲喊起来感觉一点都不亲，父王、母妃好像有点不低调。宁宝突然灵机一动，我知道怎么喊了，等一下到我家以后，我再告诉你们。宁宝郑重地看向苏静书几人，你们等一下能一起去我家吗？能，当然能。宁宝转头张开双臂看向穆春平，爹爹，我们回家。好，回家。被穆春平抱在怀里，宁宝还不忘对屋子里的人说，我们家今天搬新房，你们别忘了过去吃饭哦。师傅、大师兄，咱们一起走吧。玲玲，快跟上。目送宁宝几人离开，苏静书连忙朝自己大儿子催促道，晨儿，快给你父王写信，告诉他你妹妹找到了，让他快点过来一趟。好，娘我这就去给父王写信。爹，这些年你受苦了。静书，爹不苦，这些年最苦的人那就是你。你嫁进周家没几天过过安心的日子，是我们周家没有保护好你，让宁宝丢失了这么多年，让你受了这么多罪。孩子呀，你受苦了。玲玲，你什么时候醒的？玲玲朝白明和3清道长看了一眼，瞧自己人。玲玲直接收回视线，开口道，就刚刚醒的，原本我还想再睡几天的，刚刚我正在修炼，突然感觉到主子有异常，直接强行退了出来。你的意思是你故意不醒过来？你可知道我们每天都在担心你。主子，也不是玲玲不想醒来，本来你们到出云村时我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可是您又收了几个异族人，这异族人的灵力我刚吸收完，您昨天又搞了大动作，我的个豆啊，一下子收了100多个灵体，您知道那个灵气有多浓郁吗？实在是灵气太多了，主子您现在又用不到，我不吸收完实在是太浪费了。不过我还是没吸收完，这下是真的浪费了不少，太败家了。宁宝，好像玲玲这么久没醒，都是她的错了。一人一宠，聊得起劲儿。白明忍不住伸手在玲玲头上摸了一把。这活的。主子大师兄，你为什么要占玲玲便宜？虽然玲玲是只猫，可玲玲也是一只清白的猫，被你这样摸来摸去，实在不像话。而且你是男人，玲玲也是男猫，你随便摸一个男性，不尴尬吗？还是说你喜欢男人？白明，